死了吗？死了吗？不知道。呸！扫把星，以你的名声能嫁给我们家青羽，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不知道珍惜，竟然还敢撞墙！还没死透，娘，赶紧把他们分出去，省得留在这里晦气。我没死。嗨，他以为他死定了，没有想到竟然还能醒过来。哼，扫把星，就知道你肯定没死，想装死逃跑是吧？做梦！也不想想你自己是什么名声。我们家青羽长得一表人才，要不是现在出了这样的事，你以为就凭你也能嫁给他？陈氏直接指着他的鼻子大骂，直接伸手将那根伸到他面前的手指抓住，用力一掰。不是都说这女人命硬克夫，却怯懦胆小的吗？哎，可是这一幕却与传说中有些不一样啊。他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啊？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呢？正想着，他的脑海忽然一阵刺痛。贱人，又想装死！娘，赶紧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女人真是扫把星！那个男子竟然是她现在的丈夫啊！5天前上山打猎时摔断了双腿，大夫说再无治愈的可能了。哎，今天呢，他的兄弟怂恿父母要将他分家出去，为了不弄得太难看吧，所以花了800万将他这个远近闻名的扫把星买回来给他当媳妇儿。老柳氏看向床上的青年男子，青羽，你也不要怪娘心狠，你已经这样的年龄了，也是时候成亲分家了。娘做主给你娶了媳妇，也不算亏待你。今天你们就搬到山脚那边的老宅吧。二哥，你看这样可行？青羽，你怎么看啊？村长是一名60多岁的老头，罗青羽紧紧地抿着苍白的唇。他拗断了我的手指，必须要赔偿。老岳轻易地抓住那根断指。你的手指已经好了，不需要赔偿了，该我们的一样也不能少。你撒谎！咦，竟然真的不痛了！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长辈？长辈？哦，长辈就是在自己的亲生儿子伤了腿后，将他扫地出门，不管不顾。长辈，明知道我有个克夫的名声，还硬塞给自己重伤的儿子做媳妇，你们的心思不是已经昭告天下了吗？放肆！刚刚过门就牙尖嘴利的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是被我揭穿心思，恼羞成怒了吧？哼！既然我进门是给青羽做媳妇，现在分家就是我们的事情，怎么我就不能说话了？分家总要分个清楚明白，不然我和相公可要怎么活啊？相公是为了这个家才受伤的吧？现在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每天至少也要炖1只老母鸡给他补身吧。他腿上的伤每天还要换药吧，不然很容易伤口发炎，甚至造成大面积腐烂坏死。每天喝的药也不能断吧？哎，之前那大夫说多少钱一副药来着？相公不能动，我要照顾相公，这家里家外的活儿也就帮不上忙，大家得多多担待才是。村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我刚刚过门，你不认我没关系，但我家相公却是从小在你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你可不能置他于不顾啊！每天1只老母鸡，每天要换药，他还不能干活的话，这不是意味着他们不但要供养罗青羽那个残废，还要供养一个远近闻名的扫把星吗？哎呀，老五啊，这次呀是你们做的不地道了，我就做主，分个清楚明白吧。啊，一个扫把星，以后有的是机会教训，一共分给他们6两银两，糙米粗面各10斤。锅碗瓢盆也随便分了一些残破的，山脚下那破旧的老宅分给罗青羽，让他们今天就搬出去，只等罗青羽按下手印后，这个家就算分了。哎，等等，老宅既然是分给我们了，那地契呢？地契暂时还没找着，过2天再给你们。过2天改，更大的程度是直接泼了吧？拿过来，我按。不是，罗青羽，你有病吗？我是为了你好哎，你
竟然如此不识好歹！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也不需要妻子，你给我滚！哎呀，那是一个双腿即将残疾的病人。哎，病人嘛，心里都是有些阴暗面的。真以为进了门就能翻身当主人了？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斤两，不服就把你再卖了。哼，狗男人，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哎呦，相公，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现在是你的妻，以后呢也只会是你的妻，怎么能走呢？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呢也不在这里碍你的眼了啊！我先过去收拾，顺便给你熬点粥，你后面再过来。狗男人，以后再慢慢跟你算账。小贱人，扫把星，你想把梁提上就逃走？不是，我说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哎，我这要逃也是晚上逃啊，怎么可能大白天就提着2袋粮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逃呢？你最好不要再惹我，否则……看向陈氏的手指，吓得陈氏本能的往后退去。浆糊？那是什么东西？我脑子里真的装了？哎，这就是罗青雨的新媳妇儿啊，长得不赖呀！你可拉倒吧你啊！那可是谁进了谁死的扫把星，你敢打他的主意？哎呦，可怜了青雨啊，竟然被他父母硬塞了这么一个扫把星。你们猜青雨能不能活到明天？哎，听说与他成亲的就没有活过第2天呢。真是绝世好父母啊，一切都算计得那么精准。莫非我这具身体真是那样的克夫命？你往哪里去？提着粮就想跑？不是你脑子里装的也都是浆糊吗？你见过有人大白天逃走的吗？跟我来。老宅不小，只是破。造孽呀！我前世也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吧？这谁老天早就把我放配到这里来了呢？扫把星，我警告你，别想着逃走，你的卖身契还在我们手里呢。到时候官府通告抓到你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扫把星，敢扰动我的手指威胁我，以后有你好看。等他弄好，端着一碗粥走出来的时候，只剩下罗大勇。青雨，你不要多想，好好养伤，日子会好过的。大勇，你回去吧。我警告你，你今晚离青雨远点，如果他出什么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那么有正义感，之前为什么不帮他说2句话？你先回去吧，嫂子跟孩子需要你。好，那我先回去，你赶紧吃粥啊，一会儿让那个女人帮你熬药，我就住在隔壁，有事你大声叫我。去吧。你吃完了，赶紧给青雨把药熬了，要看着她喝下去才行。喂，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要不你留下来照顾他？你就那么想求死，全了你父母兄弟的心意？滚！你现在就给我滚！我不需要你滚！哎呦，还会发脾气啊？看来还没有到自闭的地步嘛。相公，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呀？我是你的妻，你在哪里我便在哪里，能往哪里走啊？你放心啊，回去我以后呢，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现在我先伺候你喝粥吧。滚！不要靠近我！放心，我迟早会离开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相公，你是要喂你，还是你自己吃？刚转头就对上了他前面的双包。你到底是不是个女人？我是不是个女人与你无关，但我可以把你变成女人。相公，要不要试试？穆九月用力紧紧地摁住他的双臂，再次送到他嘴边。最好不要弄得太难看，否则吃亏的还是你。狗男人，受刺激太大想一心求死。我虽然不敢自称什么神医，但我要留人到5更，阎王也得绕道走。3几口，就将粥喝下去了。可以放开我了吧？乖乖给我等着，我去给你熬药。你的药呢？他俊美的双脸上染上了一抹红晕。一些普通的化瘀消肿的药，不能说不对症吧，但也不能说对他有多大的好处。只这些草药，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惜那个传家药炉没有跟着我来，否则用那个药炉熬出来的药，保管能药到病痛除。他感觉自己的肚子一阵发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果然，自己的肚子竟然在隐隐发光。什么鬼？就见一只小小的药炉从他的肚子里钻出来。
小药炉？哎，你什么时候跑到我肚子里去的？哎，不对，你竟然跟着我一起穿越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不会是能听到我的话吧？哎呀妈呀，这哪里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药炉啊，分明就是一件空间神器嘛！天哪！爷爷一直说的失传了的炼丹之术，竟然就藏在小药炉之中。不急，反正空间就在我身上，跑不了。以后有机会再好好研究。药熬好后，他倒出来端进屋里。还烫啊？等会儿你再自己喝啊。莫九月是真的累了，躺在床上都不带想的，很快就入睡。但那边的罗青雨几乎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是被屎憋的。哎呀，天生的双脚断了，稍微动一下就是钻心的疼痛，更别说自己下床大小便了。什么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呢？说的便是这样的啦。床上的男人不对劲儿。不是吧？难道我真的克夫？昨晚也没有跟他同房啊！滚！还没死啊，这就好。哎，不对，你身上的热气很盛，你发热了。滚！不想死就别动。滚！他要死要活是他的事，但我却不能陪着他一起死啊。看来我还是得另谋出路才行。哎呀，那个狗男人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自从昨天搬过来后，似乎好像都没有上过茅坑吧？那个，你是不是想上茅房啦？躺在床上正憋得难受的罗青雨听到他这话的时候，脑海里轰然炸响。她是不是女人？怎么能将这样的事情光明正大的问出来？而且昨晚她竟然没有趁机逃走。哎呀，相公，有需要你要大声说出来呀！为妻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你的想法？你想要干什么？相公现在重伤在床，我能干什么呢？当然是伺候你上茅房啊！滚！这女人难道是那种地方出来的不成？这调侃男人的口吻简直是不堪入耳。相公，你现在可是重伤，怎么能滚呢？乖啊，我抱你去上茅房。你去叫大勇过来。哎，相公，你别看我瘦小，我力气很大的，肯定能抱好你，不会半路把你摔了的。谁？青雨找你。院子里的杂草被他快速拔起，清理到一边。看到罗大勇伺候完罗青雨走出来了。哎，把你家大刀借我用用。你要借刀干嘛？这房子那么破，我借到个些茅草回来修上个屋顶也有错啦？就你这个样子能行？你就一句话，借还是不借？喵的，什么叫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我穆九月竟被一把刀给难住了。等着。罗大勇一边大刀割茅草，一边暗中观察穆九月的动静。两人已经割了一大堆茅草，他一边熬粥，一边清洗一些刚刚割茅草时顺手摘回来的野菜。跳，扫把星，昨晚竟然没有趁夜逃走呀？你来干什么？自然是来看看。老罗家的人大概是想来看看罗青雨是不是被他克死了吧。果然，门外站着2名青年，没有进去。房间里传出哭嚎声：“哎呀，我苦命的儿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呀？肯定是那个女人刺的你呀！娘不会放过她的。”明知道我是扫把星，还买了硬塞给自己重伤的儿子，不就是想要他死吗？现在人还没有死呢，他就跑来哭嚎了，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吗？真的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相公，你怎么就抛下我一个人走了？你让为妻以后可要怎么活呀？这扫把星，你克死了我弟弟，你还有脸来哭？不是你们把我买来，你要故意克死他的吗？如果不是你们，我也找不到这里来是吧？你罗青兰被他气得不轻。贱人，扫把星，你还敢进来？你还我儿子来！相公，把刚刚被吵醒还迷糊的罗青雨叫得心尖乱颤。
哎呦，摔死我了呀！扫把星杀人了呀！贱人，你敢打公婆？相公，你没事吧？听娘说你死了，可把维姬吓死了。相公，你怎么不说话啊？不会是傻了吧？这个女人就那么见不得我好吗？不是咒我死了，就是咒我傻了。青雨啊，你没事就好，可把娘吓死了。是不是这个贱女人昨晚折腾你了，所以你才睡到现在的？相公，你确定这是你的父母？贱人，你休想离间我们母子间的感情。相公，你是不是很难受啊？趁着爹娘在这里，让他们送你去镇上大夫那里好不好？你昨晚痛的一夜没睡，家里那点银两不够看大夫的，正好。既然人没死，那就回去吧。转身就走。自始至终，夫妻两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关心一句罗青雨的死活。哼，真是绝世好父母。你也就只会凶我一个外来女人罢了，有本事你与你父母干去啊！等他走进灶房，发现刚才扯回来还没有洗的野菜不见了。狗日的贼婆娘，竟然连我的野菜都偷！相公，要伺候你喝粥吗？咦，这样娇滴滴的说话真不适合他。不用，不用就好。你先出粥，我一会儿来帮你看看伤口。刚才罗家人来闹了，你不说都听到了。小妹，你叫什么名字？听说你要修缮房子，我来帮着编茅草啊。原来是嫂子啊！哎，你们吃过了吗？叫我9月就好。好名字，我们吃过了，你赶紧吃吧。你去看看青雨，我先带着孩子编茅草。这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吗？嫂子，孩子们嘛，让他们玩就好了。其实男人长得真的很俊，长得不错，就是可惜跟错了父母。果然是伤得很重，敷上他用小药炉熬出来的续骨膏，完全能好起来。你在做什么？你的伤口不能再这样包着了，已经长脓了。罗千羽，你这双腿我能治。难怪这里的大夫说没法治了，伤成这样。你想如何？我为你治好双腿，你还我自由，如何？好。在相处的短短时间里，他发现这个女人并不像外面传闻的那样。青雨，你真的相信她的话？大勇，你什么时候有听墙角的习惯了？我耳朵又不聋，看来那个女人并不真如外面传的是扫把星，相反她似乎还自带福运。昨天的时候罗青雨还一脸自暴自弃，连话也不想说，今天却好了不少。或许青雨真的能好起来也不一定。哎呀，这个破家里连一枚针都没有，想帮他挑破脓包还得另想他法。你休息吧，我下午下山找些药材给你用上，我帮你把身上擦擦吧。不必，你这样更容易生病，本来腿就伤成那样了，再伤口发炎引起发热，能要了你半条命。你这个女人怎么就没有一点羞耻之心？我现在是你的妻子呢，相公莫非是害羞了？出去，让大勇进来。九月，你厉害呀，青雨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莫非他以前的性格很高冷不成？怎么说呢，平时话也不多，不过你放心，他是个很老实很能干活的男人，如果不是这身体，你嫁给他肯定会幸福的。九月，你昨晚就睡这里啊？放着那么俊俏的郎君，你独自睡地上？嫂子，他那个样子，莫非我还能做什么不成？就算什么也不做，抱着睡觉也是一件美事儿啊。似乎他说的还真有道理哦。哎，嫂子，你家里的锄头和背篓能不能借我用用？再把刀也借我用用，晚上还你们。你要干嘛？我就是想上山看看，现在家里这个样子，我总要找些吃的才行啊。成，你什么时候要？我回家给你拿。我现在就要，趁着还早，上山转转。你自己去？哎，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刚好大勇在家里，让他看这2个孩子。走，这附近山上我更熟悉，你想找什么，我带你去。看来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极品的，像罗大勇夫妻感觉就很不错吗？谢谢嫂子。说什么傻话，以后咱们可就是邻居了，我平时也没个说话的人，以后你可不许嫌弃我烦你啊。旁边这山不算高，越往里走越深，可千万不要往深处走，里面有大型的凶兽，听说以前就会下山来扰民，所以这附近都没人敢住了。这路啊，正是大勇与青雨他们平时进山打猎的时候走出来的。走吧，想找些好吃的也只能再往里走了。青雨他们经常上山打猎吗？也不能算经常吧，1个月会有2次
次左右，每次进山都要7、8天才会下山呢。哎呀，罗武叔家也太不是东西了，青羽以前打的猎物、卖的银两全部交回宫中了，结果他刚出事儿，他们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来。9月，青羽那个人真的不错的，现在可能苦了点儿，但他不会亏待你的。我明白嫂子的意思，放心，他现在是我的夫，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真的能治好青羽的双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青羽的腿伤得很重，大夫都说没救了，所以……嫂子，我明白的，他已经发现了好几味草药。9月，你真的会采药啊？小时候跟爷爷背过一些，后面一直没有机会表现。还有哪些？我帮你一起挖。不用，嫂子，你忙你的就行。那行，有事你叫我啊。哎呀，现在这个破家什么都没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他总要置办嘛，至少他自己也要弄2身衣服换洗的。这是石斛，还有不少呢。穆九月忽然想起他的小药炉内自带空间，不知道他的空间里是否能种植药材啊。刚想到这儿，他感觉眼前晃动了一下，再仔细看，已经出现在一片雾蒙蒙的空间里，中间有一块黑土地，有一口泉眼和一个小水池。这里就是空间了，空气沉雾，而且还很舒服。不错。心念闪动间出了空间，一种到空间里，其余的就收割了卖钱。9月，你那边怎么样？要不来这边看看？有些野薯仔，来摘些吗？9月快来，这个野薯仔煮熟也可以吃，还挺好吃的。你别看它小，我家2个小家伙可愿意吃了。好，这可不是什么野薯仔，藤蔓下面还长着围山，等这些藤蔓都枯萎了就能开挖了。2人匆匆下山，将捣碎的药草小心敷到罗青羽的2条断腿上。你在做什么？给你上药啊，你先忍一忍，过一会儿就会舒服些了。他确认是为他治病，而不是想趁机要他的命。这种钻心的痛啊，哪怕是他刚受伤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恐怖啊。哎呀，罗青羽啊，我跟你说，能遇上我是你上辈子烧的香太多，否则你这双腿啊是真的废了。别人的空间都会赠送工具药什么的，他的空间里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再次感受到肚子发热，莫非药炉能听到他的心声？真的要给他送一副手术工具不成？也就上药的时候痛，一会儿你就会舒服的尖叫了。走进灶房，他的双手中却出现了一套手术工具。果然，我想来什么就来什么，我这是有了锦鲤属性了吗？你怎么了？9月，发生什么事了？没事，刚才差点烫着了。没事吧？要不要紧呢？没事，你们回去忙吧，2个孩子该饿了。哎，他刚才没有听错吧？狗男人是关心他吗？一定是听错了。粥还有些烫啊，你一会儿再吃，可以先吃些小薯仔，嫂子带我找到的。药呢已经在熬了，晚点给你送进来。那个，能不能借我1身衣服用药？自己找。随手竟然就翻到了男人的包裤，他提起来看了看，纯粹是因为他对这个时代的包裤好奇啊。穆九月，你还要不要脸？不就是一条包裤吗？放心，我不穿你的，这件总没问题吧？不行，这是我的礼仪，贴身穿的。这个女人到底要不要脸？不行也得行，就这件了。你，哎呀，放心吧，我不要你的。过2天我赚了钱，买了新衣服就还你。这些钱给你，你明天先上街买2身衣服和一些日用品。你就不怕我拿了你的银两跑路？那身是你最喜欢的衣服？你到底要不要？要，怎么会不要？你一会儿把药喝了啊，我去叫大勇过来伺候你。等罗大勇离开后，直接往河边走去，所以他准备去河边洗澡。忽然，有，小娘子，青羽那个废物现在不能满足你吧？不如让哥哥陪你，如何？你是谁？就不怕我叫人吗？你叫啊！你叫啊！你自己嫌弃青羽那个废物，把我约到这里来共度良宵。你说村里的人是相信我呢，还是相信你呢？靠近我的男人都会死，你就不怕吗？哎呀，正巧我命硬，克女人，就看看我们谁克谁吧！一个飞腿朝男人的腰侧重重扫去，竟然传来一股大力，
刚把主意打到他头上，就要做好被废的准备。一脚将人往旁边的坡路踢去，下次再敢打我的主意，让你死！直接一头扎进河里，我靠！连忙闪身进了空间里。这破身体，差点害我再死一次啊！看来这具身体还是太差了呀，得用药浴泡一段时间才行。虽然一早，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将自己的衣服换回来。我今天要上街一趟，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你中午的时候过来，帮忙给香狗弄一顿吃的，可以吗？你要上街？我让梅香陪你一起去。不就是怕他拿着钱跑路吗？他真的没有想过。这个要继续敷着，明天再换药了。你也怕我不回来了？那是大勇的建议，他是怕你不认识路。哼，不就是怕他不识路，跑远了回不来了吗？他能理解的。小月，听说你要上街，什么时候走啊？来啦！嫂子吃过了吗？我们吃过了，不急，你慢点。丫丫吃过了吗？来，姨娘再喂点好不好？真的吃过了，你自己吃就好。我们走这边的小路去，我们平时上街都是走这条小路，近些。嫂子，你们怎么还是住在山脚这边啊？不怕不安全吗？我家大勇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还是后来跟青雨结伴上山打猎后，日子才稍微好过些。村里的宅基地都要买的，我们2个孩子又没有土地，平时都靠大勇打些猎物，想要买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我们虽然是住在这边，但也挺好的，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不用理会村里人的闲言闲语。而且我家大勇会疼人，对我与2个孩子都很好，能吃饱穿暖，日子能过下去就好。罗大勇是个孤儿啊，那他是怎么娶到嫂子你的？不怕告诉你，我原来的名声也跟你差不多，我是个寡妇，男人死后被婆家搓磨，最后要把我卖给一个60多的老头当续弦，我气不过就偷偷跑了。然后被罗大勇救了？我一路往山上跑，又累又饿，晕在山上，刚好大勇与青雨上山打猎，就把我救了回来。我其实比大勇还年长5岁，但他不嫌弃我年纪大，也不嫌弃我嫁过人，让我留下来跟他过日子，我就留下来了。嫂子好魄力啊！九月，不是嫂子故意帮青雨说话，他跟大勇交好，我对他也算是有几分熟悉，他是个不错的男人。我们女人呐，能嫁个好男人比什么都重要。什么嘛，他就是一个小气巴拉的男人，不过借他一身衣服，他还不高兴了。你昨晚应该把衣服洗了吧？洗衣服的时候你穿的什么？哎呀，我就是借了青雨的一身衣服换了1个晚上，他还不高兴了，就给我银两来买衣服啦。你借了他的衣服，然后他不高兴，给你银两，你来自己买衣服？啊，对啊，这就是这么小气啊！你还说他好男人？你借了他什么衣服？不会是包裤吧？什么嘛，我才不要穿他的呢，不过是借了一身白色的长衫罢了。就一身衣服，我也就只是晚上穿穿，白天就换下来了，有那么好笑吗？九月呀，如果嫂子猜的不错，你拿的是青雨的礼衣吧？又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哪里知道他会有那些？九月，怎么样？穿着他的礼衣，是不是还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肯定没有你抱着男人睡闻的真切呀。这里竟然有个水塘，是哪条村的？这处水塘似乎是野的吧，水里蚂蟥多，那些螺也很多，还长满了这些野草。以前似乎有人清理过，想养鱼的，但怎么也清理不干净，还是年年长。后来就没有人理会了。蚂蟥可是一味经常用到的中药，螺丝更好啊。麻辣炒田螺，他只是想起就流口水。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那些都是菱角虾。这个水塘里可谓全都是宝啊！九月，你怎么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过些时间，等他熟悉这里的生活再说。有了那些发现后，穆九月一路上便开始东张西望。时间倒也过得快，太阳升上高空后，2人终于走到镇上。九月，你要买什么？嫂子识路，带你去。先去买2身衣服。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有没有做好的衣服啊？有啊，这边来。九月，你傻呀？现成的衣服很贵的，不如买布匹，自己回去做的划算。穆九月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不会做衣服呀。原主的记忆里并没有关于做衣服的记忆，他看着这些布料，也没有想要做衣服的冲动。还是不要丢人了。哎呀，嫂子，我这不是急着穿吗？先买2身换洗的。妹子，这边的衣服都是现成的，你看看想要什么样的？怎么都是棉布的，没有麻布的吗？
乡下人要换新衣服，也是自己买布回去做呀。我让人做出粗麻布在这里，谁来买？这位姐姐，有没有下面配裤子的呀？你知道的，我们还是要干活的。被他这一声姐姐叫的心里那个甜呢。这边2身粗棉的都是裤子的，就是可能大了些。哎，姐姐，你这布庄的买卖怎么样？买这种成品衣服的人多不多？一般般吧，买成品衣服的人也不少的。姐姐，你想不想做大些？小妹我有个点子，如果有兴趣可以说给你听听啊。你想如何？姐姐果然是做大事的人啊，这马上就懂我的意思了。哎，我给你出主意调整，然后从中抽1成，如何？小妹，你这口气也太大了，出2个主意就要抽我1成，你看姐姐像是傻子吗？凑近他耳边跟他轻声嘀咕了几句，中年女人脸上的神色变幻，1成还是太多了。看来我们姐妹俩是有缘无分喽。哎，对了，姐姐，我买2身衣服，再扯1尺细棉布，你送我1双绣花鞋如何？可以，你挑吧。小妹，你诓我呀？哼，姐，你不要告诉我那些主意你不感兴趣哦。转头我离开了，你就可以尝试，还不用给我抽成。算了，就当姐姐认下你这个妹妹了。不过还是贵了。对了，你扯1丈的细棉布做什么呀？也不够做衣服呀。你不会是要为青雨做包裤吧？我有用处。你接下来要买什么？先去买锄头和大刀，然后买锅碗瓢盆，买些油盐。好，跟我来。哟，这位小娘子长得可真俊，赏脸陪本公子吃顿饭如何？我家公子能看上你们是你们的荣幸，不要给脸不要脸。这位公子，你看，我们都是成亲生了孩子的，这不是污了你的眼睛吗？去你妈的！你以为你是什么货色？别说你成亲生了孩子，就算你是黄花大闺女，也配不上我们家公子。我家公子不过是一个人出来，有些寂寞了，想让你们陪陪罢了。哎，你真以为要娶你回去当太太呀？嘿，还捂眼睛呢，你配吗你？我陪你去吧，我这嫂子胆子小，你们不要吓她了。九月，嫂子，你先回去吧，不用管我。小娘子果然懂事，这边请。对，送上你们的招牌菜，今天本公子要好好的喝上2杯。小娘子，来坐过来，陪本公子聊聊天。公子知道我是谁吗？啊，那你说说你是谁？公子可曾听说10里8乡有名的扫把星？你不会就是那个扫把星吧？哼，公子好眼光。他家里就只有他一个独子，所以被取名长生，就是希望他能长命100岁的。不对，听说那个扫把星一直都没人敢要，还在人牙子那里呢，你怎么会在这里？公子要是不相信，可以让你的人去人牙子那里问问啊，早在3天前我就被卖了。你真是那个扫把星？如假包换。呸，晦气。啊，公子，你倒是让我吃一顿饭啊，我已经饿了好久了。那么没大一群人在大街上泡妞。九月，你没事吧？没事啊，你看我哪有什么事？他是怎么放过你的？嫂子，你忘记了我是什么名声了？嫂子，咱们去买锄头和大刀去。好，狠心买了一个铁锅，一把锄头，一把大刀和一把菜刀。这才买了这么点东西，就去了1两多银了呀，那几乎是我们2、3个月的积蓄了。大哥，还有板油吗？有啊，你要多少？这些都是怎么卖的？猪油20文1斤，五花肉也是20文1斤。这么贵，难怪乡下人都不怎么舍得吃肉了。猪油给我来2斤。哎，那这些肉与骨头怎么卖的？肉12文1斤，大骨6文1斤。这些肉给我来2斤，分开2份。大骨也给我来2个。哎，这些下水怎么卖的？3文。3文？对，3文，全部拿走。好，都给我装了。唉，罢了，3文钱就当让他买个教训吧。我这篮子一起送你了，提走吧。啊，谢了，嫂子，这个肉你拿回去，那我给孩子吃。不要，你拿回去给青雨补身体。我这还有呢，现在天气热，肉可不禁放。那你买这些，这东西平时就算是送也没人要，你还花钱买。下次我知道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要它？不也是肉吗？脏也腥臭，特别是那些肠子，弄不干净，极少人会吃。哦，哎，那你知道那些五花肉为什么比这些肉贵吗？那些肉有油气啊。哦，我明白了。9月，
这肉……哎呀，嫂子，你也不必跟我客气。这2、3天，多亏了你与大勇哥一直帮忙了，否则我自己一个人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你呀，也不用担心我们，我会上山采药，到时候多少也能卖些钱。总之，我不会让自己饿肚子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客气就是你不对啦。9月，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啊，不用了，嫂子，辛苦你了啊！你赶紧回去忙你家里的吧。那我先回去了。你的锄头与大刀，我让大勇过来给你装好。哎，好的，谢谢嫂子啊。我回来了，用了2两多1两，剩下的2两还给你，一些零散的我先留着啊。你放心，我会赚钱还给你的。不必。猪油要先炸出来，下水与瘦肉，他准备晚上的时候直接放进空间里，等明天再弄。晚上用1块大骨砍成2、3块，搭上2把米一起熬粥。这些青菜给你们，把你的大刀和锄头给我。谢谢。寡老牛昨晚走夜路，不小心摔下小斜坡，结果刚好撞上石头，把那个东西给撞坏了。撞石头撞上的，哼，这个借口还真的很完美呢。谅他也不敢说出是被我打的。大勇，你有事就回去忙吧，今天麻烦你了。那你好好休息。他知道昨晚穆9月离开过他，但这件事情太过巧合了。哟，相公，这是谁又招惹你了？罗青雨死死地瞪着他那张有些过分精致的脸，这样的容颜不应该是一个乡下女人该有的。这样的女人走出去，肯定很容易招惹男人吧？你昨晚去哪里了？相公是要查我的行踪了吗？莫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你也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女人，管好你自己的行为。这是怀疑他不忠了？我自己如何不要你管？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哎呀，我跟一个偏执病娇到变态的男人生什么气啊？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吗？今天可能吃上肉了呢，他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个男人而与自己过不去呢？他高兴地去吃粥了。貌似我现在的相公长得也不差。穆9月又摸黑去了河边，洗完澡与衣服后，再次绕回他的破茅屋里。这个晚上，穆9月没有直接睡觉，而是进了空间里。种什么好呢？稻需要水田，我这里面就只有那么一小块水池，只怕做不到种水稻吧。那就只能种麦、花生、大豆之类的了。花生与大豆都可以压榨食用油，黄豆可以发豆芽、磨豆浆做豆腐的，用途很多。这里还没有酱油。我还可以种植黑豆，做豆豉、酱油等，食用醋我也能弄。那些要用到小米、高粱的，可是那些种子我今天在街上也没有看到啊。如果他能把传统手工压榨油研究出来，必然能从中牟利，也能带动村民大量开荒种植蔬类，彼此获益也好。那我就先种上花生、黄豆那些吧，把这里有的豆类都种上1亩，到时再尝试榨油。小麦也要种些，囤粮嘛，万一到时闹饥荒啥的，我也不怕饿肚子了。正这样想着，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画面里是一座庄园。庄园？心里想着去庄园，下一刻他就出现在一座庄园前，看着这至少也有上千坪。不是说这里面只有1仙的传承吗？还是说这庄园是上任主人修建的？大概之前那些地都是与这座庄园连在一起的吧。但不管怎么说，前人种树，我一个后人正好可以乘凉。这里的一切都布置得高端大气，令他妥妥的有种进入了皇宫的奢华感觉。他看到了那边的一大片水田，这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为什么不是现代化的那些机器呢？这一夜，穆9月直接在庄园里睡下了。废话，庄园里有柔软舒服的床，他为什么还要出去睡地铺呢？等他打开他的破门时，从灶房里传来窸窣的声音。好啊，那天偷了我的野菜，竟然还敢再来偷东西！贱人，扫把星，你敢打我？你都敢来我家偷东西了，我还不敢打你！贱人，扫把星，你敢打我，我饶不了你！我不但要打你，还要拉你去报官！往陈氏的手臂打去，陈氏一时反应不过来，痛得他啊啊的怪叫着。
在狭小的灶房里躲来躲去。扫把星，你不要忘记了，你只是我们买回来的一个贱婢，真以为你是当家做主的人了？你敢打我，我马上让娘把你发卖到窑子里，让你被千人欺万人枕。你是大嫂？哎呀，怎么是嫂子啊？哎呦，你说你一大早的怎么就跑到我家灶房来了？害得我还以为是见了贼呢。嫂子，刚才我是不是打着你了啊？你没事吧？要不要我给你看看？九月，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刚才的动静他肯定也听到了吧？不知道他心中会如何想我。据说古代的男人大多都是愚孝的那种人，女人嫁进来只能依附男人而活，还要伺候公婆，还得兄友弟恭的那种。九月，你新买的那些东西，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搬进你的房间里好些。嫂子，我知道了。我让大勇闲下来，先帮你把围墙再筑起来，这样也能安全些。谢谢你，嫂子。说什么客气话，以后咱们可是邻居了，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你赶紧收拾了煮早饭吧，我回去伺弄孩子去了。谢谢你啊，嫂子。早上，穆九月还是熬了粥。妈，心疼我打了你的嫂子。你到底是谁？你对我很了解，罗清远。刚才的事情，想来你也听到了。如果下次他再来，我是不会再轻易放过他的。你的卖身契还拿捏在他们手中，你现在最好不要跟他们硬碰硬。又是卖身契，一直卖身契能将人生生逼死，是该死的时代。那如果我给你把腿治好了，你是不是真的能还我自由？能。好，气死我了！爹娘，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呀！那个扫把星偷了我们家的锅，不足一算，还敢打儿媳妇，这是不把我们罗家放在眼里呀！扫把星想逃走是不是？你们赶紧上，把他抓回来呀！肯定是想趁小五现在躺在床上动不了，就偷偷跑路。陈氏，就看你一会儿如何收场。哎呦，大嫂，你怎么又来了？不就是刚才刚睡醒，不小心把你当贼打了2下吗？这其实也不怪我呀。你说你天不亮跑到我家灶房来翻箱倒柜的干什么？这不就是惹人误会吗？你放肆！明明就是你心里怨恨爹娘分家时，给你们分的东西太旧，昨夜跑到我们家里，把家里新买的锅碗瓢盆那些偷来了。周大娘，您老不妨带2个人进他的灶房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新的锅碗瓢盆？大嫂，原来你也知道分家时亏待我们了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大嫂刚才说的是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什么新的锅碗瓢盆？你不会是眼花了吧？怎么可能没有？你别想狡辩，我不会包庇你的。看着灶房里那些破烂的锅碗瓢盆，他傻了眼。扫把星，你把东西藏哪里去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有你好看。大嫂，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们这里哪里有什么新的锅碗瓢盆啊？不可能，我绝对不会看错的，那肯定是藏哪里去了。小五，大嫂知道这次分家，你们心里对爹娘有怨，但爹娘也没有办法呀。你现在长大了，成家了，总是要分家出来另过的。爹娘再怎么说也是你的爹娘，你怎么能因为自己心里有怨，就让这个扫把星去家里偷东西呢？你的那个新媳妇偷了家里的新锅，藏哪里去了？青雨，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们。大嫂，相公都已经这样了，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只是想好好的活着。贱人，你胡咧咧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要的扫把星，真以为进了我们罗家就成了当家做主的人了？既然娘觉得他不能当家做主，那就把他送走吧，我也可以搬回家里去住，这样有些人也不用整天往我这里来偷东西了。有你这样跟娘说话的吗？贱人，是不是你在我儿面前说了什么话？你敢挑唆我们母子的感情？你们母子还有感情吗？但凡还有一点感情，也不至于将一个刚受重伤的儿子赶出门吧？什么叫赶出门？
这只是分家，他长大成家了，分家出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换哪家里敢说敢这样的话？相公一共是兄弟5个吧？他们每一个都比相公成家的早，有谁是分了家的？而且相公刚刚受伤，你们就迫不及待的分家，这不是赶是什么？你们但凡还有一点母子情分，也不应该在他刚受重伤的时候就将他分到这里来，还只分了6两银两。6两银两能干什么？我都去镇上问过了，他这种伤，一副药就差不多要1两银两，更别说还要喝的敷的，还有看病的钱，一次1两银两。根本就不够，就这样你这大儿媳还3天2头的跑来顺东西，连我扯回来的野菜都要偷，这就是你所说的母子情分？你牙尖嘴利，你怎么说也是娘的小儿媳妇，你怎么能这么跟娘说话呢？你这个不孝的女人，传出去我们完全可以把你进猪笼了。儿媳妇儿，哼，他有把我当儿媳妇儿吗？只是一个被他利用来克死自己亲儿子，还不用被人指脊梁骨的借口罢了。却不知，早在你们将我塞到他身边的时候，世人就已经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相公的3哥似乎是准备考秀才的童生吧？不知道这事儿如果传出去，3哥的科举之路还能有吗？贱人，你休想威胁娘！赶紧把你偷的东西交出来，不然你偷盗还顶撞娘亲，不孝爹娘条条框框出来，把你进猪笼又如何？滚！杀人了！杀人了呀！小叔子要杀死大嫂了呀！都说长嫂如母，你不孝就算了，竟然还要大杀长嫂，还有没有天理了？杀人了呀！没天理了呀！苍天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呀！所有人本来就在盯着他，一见他的动作都吓了一跳，纷纷往后退去。桌子可不比刚才的木枕，砸过来的话，连累的人可就多了。罗青雨，你这个不孝子，你是想要连老娘也一起砸死吗？娘，你真的要逼死我吗？就算我要死，也要把你们拉上2个垫背的。他手中的桌子真被他砸了出去。滚！再来一次，我就回家一把火，拉着所有人陪我一起死。他说什么？回家一把火，拉着所有人陪他一起死？这兔子逼急了还要人类，他一个废人真做绝了，只怕整条村都会受到连累啊！老柳氏啊，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我要去跟村长唠了。你们老罗家的家风似乎有问题，只怕老三的孩子自身也有问题吧？娘，如果耀哥的名声受了影响，那你也把我们一家分出去吧。听了李氏的话，他回身狠狠的一巴掌扇到陈氏身上。都是你这个扫把星惹的祸，一天天不干正事，滚回去给老娘下田去！我额上还流着血呢，我婆婆竟然打了我。之前我说来的时候，难道不是她自己跑得最快吗？现在出了事情，全部怪到我一个人头上。我早上明明看得清楚的，还亲手摸过了，确认是信得过不会有错的。可是怎么就找不到了呢？那么一会儿时间，那个扫把星能把东西藏哪里去？青雨，你没事吧？相公，刚才你的样子好霸气。不过相公，我们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你下次要砸人的时候提前说一声，我给你准备石头。哎呦，砸的可真够狠的。如果是石头的话，哎，相公，嘿嘿，这些血要不你留着做纪念？这应该是你第一次雄起吧？这个死女人，她还有没有点良心？我为了她与家人抗衡，她竟然还在这里跟我阴阳怪气。九月，你们没事吧？没事啊，就是可惜了那张桌子。大勇，我们家里还有一张多的桌子，你先去给青雨搬过来用着。哦，好。嫂子，谢谢你们。哎，嫂子，你们今天有事情要忙吗？其实也没有什么要忙的。你有事情，让大勇哥帮忙砍些竹来，开竹剖面，我给你们付工钱。靠珊珊会跑，
靠男人还是那么偏执阴质的男人，感觉还是靠自己最安全。他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要干什么你直接说就好，说工钱什么的就见外了。那你一会儿跟大勇哥说说，我先去收拾一下。刚才是我看错了吧？是吧？他那么傲娇的一个男人，怎么可能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我中午再帮你换药啊。刚才他护在他面前的一幕，至今还留在他心里。当时有那么一刻，他竟然生出一种想要将他拥进怀里安慰的感觉。穆九月不知他所想啊，将空间里的东西移出来。九月，你说要做什么？我们去砍竹子。九月，你要砍竹子做什么呀？嫂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大勇哥，砍这些老竹子，能砍多少就砍多少。然后拖着往院子里走回去。这个女人啊，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不但会医寻药，还会做这些粗活，更能吵能打。她真的是那个人人嫌弃的扫把星吗？娘，我也能帮忙干活吗？不用，你在这里看着妹妹。嫂子，把孩子带回这边，小心有蛇。而是先编了2个竹蜻蜓递给孩子。谢谢婶婶。哎呀，九月，想不到啊，你的手竟然这么巧，好漂亮啊！要不要我再做一个给嫂子？去你的！九月，还要砍吗？这已经很多了呢。砍！首先要编的大小篮子、背篓、箩筐、簸箕等，他的速度很快，晌午过后背篓就好了。九月，你的手可真巧，青雨这可真是捡到宝了。这东西漂亮，你拿回去给孩子们玩。那个女人她在做什么？要这么多竹子？怎么，你不乐意了？我们都小看她了，她那双手可巧着呢。如果真心留下来跟青雨过日子，很好。时间差不多了，你回去给孩子做饭吧，别把孩子饿着了。知道啦。果果，来，这是你们爹爹给你们找到的花伞，拿去跟妹妹玩。闻言抬头看了一眼，只一眼他便瞪大了眼睛，随后他也顾不上篾片了，起身走近看了2眼，然后往那边竹林快步走去。九月，你怎么了？嫂子，刚才那个花伞是在哪里找到的？那可是好东西呢。竹孙俊呢？好东西。对，发现了一小片。嫂子，你回去拿个篮子来，里面放块布垫着，把这些东西收回去晾干，到时候拿到镇上，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九月，你说这东西真的能吃，还能卖钱？嫂子，听我的，不会有错的。好，嫂子听你的。九月，今天要不就先这样，我回去弄饭给孩子们吃。好，就在我这边煮粥吧。今天你们帮我做了大半天的活了，我请你们吃饭。那怎么行？你家里就那些米，我们回家做就不远。那我先回去了，让大勇再帮你把这些竹枝都削了。等他一会儿把猪下水收拾出来，再给他们送一碗过去也是一样的。河边是没有什么人的。穆九月开始清洗，穆九月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还是清洗过的，也很有经验，很快引来很多鱼在争相抢吃，伸手去逗鱼，却不料那鱼竟然不跑，忍不住伸手将那条至少也有1斤多重的鱼单手捞过来，那鱼也不挣扎，被他捞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鱼不跑就被我捞了？难道说他还是锦鲤体质不成？又伸手去捞一条更大的鱼，那鱼果真不跑，被他轻易捞了起来。我靠，这锦鲤体质好啊，他最喜欢了。怎么感觉他们就是冲着我这水池来的？他自己用手舀了些水送进嘴里，入口一股甘甜。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灵泉了啊？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估计是这些鱼感应到他身上有能令他们舒服的气息，所以才会甘愿被他抓的吧。灵泉这么好的东西，就这样被2尾鱼糟蹋了？好吧，以后我要用水就从那里接了。再次又捞了10几条大小的鱼送进空间里。可惜啊，没有辣椒，否则啊，爆炒大肠肯定好吃。嫂子，你家种了葱吗？有的，就在后面的地里，你自己去扯，想吃什么菜也只管扯就好。好，谢谢嫂子。这种程度可以吗？哇，可以的，辛苦你了，大勇哥。他将大肠全部切了，爆炒出油后，再放入葱姜，一起炒香盛起。这个女人看着个子小小的，想不到做菜竟然很有一手。大勇哥，那些先放着，这碗你带回去。哎呀，怪不得能与罗青雨交好了，这性子都是一样一样的。哎呦，相公，你一直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是不是感觉忽然有些喜欢我了？故事
温顺什么的，在这女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相公不会真的喜欢我了吧？滚！哎呀，相公，你的脸怎么红了？哎，是不是发热了？我摸摸看。那一瞬间，浑身的血液直冲脑门啊！相公，你饿了吧？赶紧吃饭，我先去忙了。看来罗大勇夫妻有一句话说的没错，我是捡到宝了。他真的能治好我的脚吗？我现在就是一个废人，什么也帮不了他。他那样一个奇女子，又怎么可能真的会愿意一直留下来照顾我这个残废？之后，罗大勇还采了一大篮子的竹荪菌出来，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竹荪菌呢。对了，嫂子，什么时候是赶集的日子啊？每个月隔10天才是赶集的日子，你来的那天正好是赶集日，现在已经过去4天了，还有5天就是赶集了。怎么，你想去赶集？我想编这些东西拿去卖。你明天如果没有什么事，可以过来帮忙吗？成，我明天早上过来。那个女人把我当成什么了？高兴了就撩2下，不高兴了就直接无视我。现在的我就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废人，哪里有权利去奢望什么？他想做什么？不会想趁着我睡着了对我做些什么吧？他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什么也没有做。意识到自己似乎在期盼什么，罗庆宇的耳根子都红了。相公，你不会是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吧？害我大半宿没睡的罪魁祸首，竟然笑呵呵地问我是不是一夜没睡。如果我现在能动，肯定会把他抓住。不是吧，相公，你昨晚真的没睡啊？怎么，不会是想我想的睡不着吧？穆九月，大手更是不受控制的直接伸出，一把搂上了小女人的腰肢，一时间被他搂得砸到她身上。一声轻响，两人的身体贴在一起，两个人都懵了。看来娘子是在怪为夫没有给你一个洞房花烛夜，这就迫不及待的投怀送抱了。穆九月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响，所以我是在调戏美男的时候阴沟里翻船，反被男人调戏了吗？九月，要我帮你做什么，你只管说就好。哎，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不舒服吗？没什么。哟，这是被小郎君调戏了，还是你调戏了小郎君？嫂子你过来，我教你这个药怎么做。这是你晚上摸黑做出来的？看着地上铺的那些竹席，满脸的不敢置信呢。这就是真的是摸黑做出来的？怎么样，嫂子，你觉得这个能卖钱吗？能，肯定能。你准备卖多少钱？一般的草席要多少钱啊？草席一般都是30-40文一床，但没有你编织的好看凉快。感觉你这个卖到最高40多一床还是没问题的。嫂子，你今天先照我这样编织，我往街上去一趟。你上街干嘛？哎呀，放心吧，我不会离开的，就是想上街去挑些碎布回来。嫂子的手工应该不差吧？到时你帮我做别的。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好啦，嫂子，你先试试，我看看有没有要纠正的。我们开始干活了，这几天能编多少是多少。面片一定要打磨光滑，不然就失了水准了。好。走过那片水塘的时候，他顿了顿，蹲下身子，悄悄地往里滴入了一滴灵泉水。很快，不但鱼虾，就连田螺、蚂蟥都往他这边汇聚而来。果然是好东西，有用。又一连从水塘里收了几次，装了一大盆后才离开。哎，这身衣服还挺好看的呢，燕儿，看着适合你，要不你试试？这边有个里间，小姐如果喜欢，可以进去试试。那我去试试。去试试嘛，感觉你穿起来应该会好看。哎呀，妹子，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跟姐姐打声招呼？姐姐，怎么样？我那点子没错吧？确实很好。我怪你昨天话未说完，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点子？那是自然，只可惜姐姐安分守己，没有想要做大的决心。妹妹的那些点子也只能是烂在肚子里。妹子，你昨天的要求我同意了，咱们合作，你出点子，我出人出工出料出场地。如果真能行，我给你抽2成。姐姐放心，你不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的。我叫穆红长，你如果不介意，以后我
我就是你姐姐了。我叫穆九月，家住罗坑村。姐姐，那我们现在写个合约文书。姐姐正有此意。月妹妹，合约文书还要拿过衙门过明面，你现在应该有时间吧？好，月妹妹，接下来姐姐可就全靠你了。哎呀，姐姐放心，走，咱们回铺子里，我详细跟你说说。哎呀，月妹妹，你可真是个人才呀！放心，姐姐会按照合约文书先给你拿20两。姐姐，等你把这些都准备好，做起来后，妹妹再给你画一些成衣款式。月妹妹还会画衣服的图？就是闲暇时自己胡花乱描的。妹妹，以后有什么事只管来找姐姐，能帮的姐姐一定帮你。谢谢姐姐。对了，姐姐，这里应该有笔墨纸砚吧？给我来一套，我先是把那些画出来，以后再给你。成，那姐姐可就等着了。姐姐就放心吧。哎，姐姐，这个多少钱啊？还有什么钱？一些碎布，你拿去就行。你要这些碎布做什么？过几天你就知道了。谢谢姐姐，那我先回去了。别忘了你答应姐姐的啊！红长，你就这么相信一个不知道哪个乡下疙瘩里来的女人的话？姐，等你看了这个，你就会明白了。一个乡下女人何来的这些奇怪主意？姐，你可不能区别对待呀。有些奇人异士就爱躲在深山老林，估计不是遇这事儿，他们一般是不会出山的。姐，你说，如果我们真成了，家族那些人还会不会看低我们姐妹？红长，既然做了，那就好好做，有什么需要的只管找姐姐。一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婆，有个空间就是好啊，我藏了多少好东西也不会有人知道。哎，我当时就不应该让他自己上街的，万一他真的不回来了，可要怎么办啊？九月，你回来了，累了饿了吧？我给你熬了粥，你回去吃一碗。看到他回来，宋梅香总算松了一口气。九月，你要这些碎布做什么啊？哎，嫂子，这太阳晒着呢，你怎么抱着丫丫站在这里啊？这里凉快，凉快。那个女人不会趁机偷偷跑了吧？整了这么大个局面，让我们所有人都以为她是真心留下来了，结果她会回来的。什么？她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这么为她说话？九月，你先去吃粥，这些我先帮你放进去。九月，这床席条就当嫂子买了，行吗？啊，不用买，你直接拿回去用吧。谢谢你相信我，我先给你正果。好。相公是高兴傻了，还是不乐意腿好了？你去街上买什么了？没遇到麻烦吧？银两还够不够？相公是在关心我吗？像我这样的扫把星，除了你那些极品佳人，还有谁会找我麻烦啊？你自己的私房钱啊？也是，怎么说罗青雨也打猎了那么多年了，年龄也不小了，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私心，全部交回宫中？拿去。只是买些碎布，要不了什么钱的。婶婶，等我长大了，我也要跟你一起编织这个。好啊，只要你想，婶婶就教你啊。哎，嫂子，你去把我带回来的那些碎布条拿出来，顺便带上针线。诶，这个要怎么做呀？嫂子，来，你用这些碎花布把鞋条包边，这样既好看又经用。如果呢，你能绣上些花草什么的钉在一角，那就更好了。哎呀，妙！九月，你这法子太妙了。你放心，编织我不如你，但论起女工，只怕你是不如我的。九月，你想要绣什么样的图案？这样行不行啊？哇，嫂子，你这手工绝了呀！嗨，还是你编织的好。大勇，你们这是在干嘛呀？这不是青雨分家后家里没有什么能用的吗？帮他弄一些。九月，你不用担心，明天让大勇用板车送你去。成，那明天就麻烦大勇哥了。哎呀，这几天都累了，晚上大家早些休息啊。你也早些休息，看你眼圈儿。算了，我先回去了啊。明天赶集的时候，我会晚些回来。你自己小心些。感觉这个男人今天的声音特别迷人，每晚他总会在河边坐一会儿。正出神的穆九月忽然抬起头来，往河岸的一边看去，隐约看到一道弓着的身影正朝他靠近。贱人，敢伤老子，去死吧！瓜老牛整个人踉跄着往前扑去，也跟着落了水。随着他挣扎，被灌了好几口河水。穆
穆九月爬上岸，河流湍急，一个孤寡男人的失踪，想来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吧。看来这以后晚上我不能再来这边了。次日，他早早就起床了。这5两银两你带上，有什么需要的你自己添置些。呀，相公，这是在关心我吗？还是说相公已经喜欢上我了？穆九月，你别不识好歹。相公，你放心吧，你娘子我啊，今天也能自己赚钱了。该添置的东西，我不会亏待自己的。这个席条你准备卖多少钱一床？100文。你说多少？100文啊？怎么了吗？就这卖100文？不试试怎么知道？这种竹席清凉有新意，肯定能卖出好价钱的，但下次就未必了。罢了，等他自己撞了南墙后就知道疼了。我们这会不会不太好？嗨，大勇哥，你的竹孙君不着急卖，一会儿送到识货的地方才能卖出好价钱。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这些不怕，我自有办法。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还你清凉一夏的好产品来了，大家都过来看看啊！炎炎之下，席卷天下，舒适夏夜贴身爽，清凉夏夜还你舒心睡眠。大家快来看看，这是最新出品的竹席，看一看，不要钱哈！哎，妹子，你这个不就是席条吗？哟，还绣出了花呀！倒是好看不少。哎，这些似乎也不是草席吧？是席条，但是不是普通的草席，而是竹席，用竹片编织而成的，比那草席呀清凉舒爽的多了。哎呦，妹子，你这个真凉爽。来，这个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摸摸手感。这个席条不但凉爽，睡起来舒服，而且还结实呢。这一床席条啊，能用好久了呢。这席条还真的比家里的草席要凉快呢。丫头，你这席条怎么卖的？要是便宜，我买一床试试。不贵，100文一床。闹哄的人群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随后哧溜的都走了。100文都能买2床席条，还有剩余的呢。谁要买这么贵的席条啊？这个扫把星居然还会做这样的东西啊！难怪他们这段时间砍那么多野猪。我看他就是想钱想疯了，一床席条要100文，他怎么不去抢？哼，老罗家也是过分了呀！罗青雨曾经如何，我们都看在眼里，对不对？现在这样，我也同情青雨，但不代表那个扫把星就可以这样抢钱呢。会编织席条的人多着呢，以前只是不知道用竹片也能做吧，下次赶集肯定就会很多了。而到时候我们再买，肯定比他这个便宜。这些人的反应也太大了吧！和平镇在整个苍兰国来说都是很贫穷落后的镇，普通的平民百姓只能努力的让自己与家人不至于饿死，就是大出息了。像你自己家里那样，直接铺些茅草，再铺2件破旧的衣服，在上面就能睡几年。一般的草席才30-40一床，也不是谁都舍得买的。忽然，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李长生带着2名大汉，慢悠悠地走在大街上，东张西望。是你？你想干嘛？公子，我今天是来做买卖的，这相遇便是有缘嘛。公子过来看看，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我不需要买东西，你让开。公子啊，你就过去看看嘛，我又不抢你的钱。要钱是吧？给你，稍走。你等着，我给你拿竹席和找零啊！卷起3床席条，再转身，李长生已经像躲瘟疫一般的跑了。这个你拿着，回去睡着舒服了，记得再来找我啊！100文一床，这是零碎的余钱。1个上午的时间呀，还真被他卖出去了几床呢。另一边，长生，你这是怎么了？娘，袁夫人，陈夫人，没什么。娘，你们聊，我先回去了。嘿，李公子这是买的什么东西啊？这花样还真是别具一格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打开来看看。哟，很平整啊，而且凉凉的，很舒服呀。这些好像是竹片编织而成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呢。长生，你这席条是哪里买的呀？等我也去买一床试试。哎呀，摸着舒服，我也想去买2床呢。就是这些花边粗俗了些，不好看，如果换成细棉布或者绸缎的就好了。那些布条应该价钱都不低，想来那些乡下人也舍不得。这个就是在街市上买的，一个乡下女人带来的。
青儿，你现在就到街上去看看还有没有，买2床，哦不，买5床，给瑞儿、老夫人他们都带1床。白芍，你也一起去，也买5床。对了，你顺便问问能不能定做，他这些花布拉低了档次。长生，你一个人也要不了这么多，分1床给爹娘没意见吧？好。李公子在哪个位置？能不能让你的人带我们走一趟嘛？那个扫把星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看来这样摆摊子卖并不是理想的办法，他还得去找穆红长看看能不能放到他店里卖。卖衣服、捎带卖席条还是能做的。大勇哥，你帮我看一会儿。哎，就是这里了。哎，你看看花边的颜色还能挑呢。哎，小娘子，你这竹席还真有些意思啊！我再买1床啊，我这位朋友也想买呢。成啊，你们看看要挑什么花边吗？喂，给我来5床竹席，100文1床，5床就是500文，直接就付钱了。你们接受预定吗？这些包边太丑了。可以啊，但是定制的话还要贵些。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包边，再确定价钱。这个可以，你先给我拿5床这些，定制我还需要回去请示夫人才行。对了，我们想要找你定制，要怎么找你？我下午也还会在这里。如果下午你们还没有决定好，可以到孟尝布庄留话。嬷嬷，你去看看那边卖的是什么。夫人，是一位小娘子自己用竹子编织而成的竹席，清凉舒适。那2家人是陈家与袁家夫人身边的，每人买了5床。听说袁夫人嫌弃花边丑，想定制。你也去买2床回来试试。他眼前亮了亮。这位嬷嬷，我们这里有一些野生的山货，味道鲜美滋补，名叫竹荪卷，煲汤味道一流，不知道你们夫人有没有兴趣？这个我不能做主，但我可以帮你问问。那就麻烦嬷嬷了。嬷嬷很快就返回，我们夫人对你这个菌菇很有兴趣，多少钱你说吧。这个2两银子一斤，这里有2斤多，接近3斤。如果夫人想要，给5两银子如何？他怎么敢呢？这么些干货，他开口就要2两银子一斤，他知道这2两银子代表了什么吗？直接连篮子一起送给嬷嬷了。嬷嬷，下次我们有好东西，一定先到你们啊！罗大勇后面全程都是晕乎乎的，那点菌菇竟然卖了5两银子啊！45床全部卖出，共计4两500文，钱什么时候这么容易赚了？大勇哥，我们去买些东西，然后准备回去吧。好，你要买什么东西啊？还买碎布条吗？碎布条还是可以买的，但他不打算再做席条了。他敢肯定，下次赶集的时候，市集上肯定会多出很多竹席，到时候就卖不出价钱了。可以尝试着做布花啊，反正宋梅香在家里没有太多的事情。小娘子，这次要买多少啊？掌柜，我这次就买1个大木盆和1个小木盆，1袋水桶就行。好，你要怎么拿？放我门外的板车上就好。小娘子，那是你家相公，哎呀，长得一表人才呀。掌柜你可别瞎说，那是我邻家哥哥。是我看走眼了，该打。师傅，这个还有这些一起怎么卖？小娘子啊，你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知道啊，不就是木匠的工具吗？你就说一套多少钱吧。对了，师傅，你这里没有锯条吗？什么锯条啊？一个长条的薄片，一边打磨出锋利的刀口，这样。这个有什么用啊？打得那么薄，却不是刀片，还要弄牙口，崩出来的牙口，这还怎么切割东西啊？师傅，你就说你能不能打出来？要是能就帮我打一把，不行就算了。你认真的？当然啊，不然我跟你说这么多做什么？那你再说详细些，让他画出来。你说这边是钝的，这边打磨出牙口？对，就这样。然后两头再打2个孔洞，不用太大，能做吗？行，3天后你来拿，一口价150万。你这虽然是用铁不太多，但打磨尖锐的牙口呀，却麻烦得很，所以收你150万啊。成，那这些多少钱？加起来才220文。你还会木匠？简单的支棱起来还是可以的。他还往屠夫那里走去看了看。哟，大哥，还剩这么点啊？你来了呀？这回想要什么？大哥算便宜些给你啊。这些一起怎么算？便宜些，你也能早点回家了是吧？成，小娘子你爽快，咱爷们儿还能不如你吗？全部一起60文，还是连篮子一起你先提回去。但是下次你来得把篮子还我啊。成。其实你可以把这些稍微加工一下，拿出来卖，也是一份收入。做成卤肉啊，卤料还没有呢，等他进大山寻到东西再跟他们说吧。妹妹，你可算来了。妹妹，
听说你卖的竹席都火了，怎么也不给姐姐留一床试试啊？姐姐都听说了呀，今天的都被卖光了，改天给你送2床来。这可是你说的，可不能把姐姐忘记了。你相公，姐姐你可不要乱说，这是那天跟我一起来的小嫂子的相公。你来看看这嘎的如何？如果能有玻璃镜就好了。之前他从水中看过自己的倒影，这是第一次真正照镜，眉心有一枚红痣，明白了为什么会传出扫把星这样的话了。妹妹长得可真美。哎呦，姐姐少来了，你长得才是真的美，贵气。你看看，还有哪里要再改的？先这样吧，迟些我给你送些东西过来。这衣服呢，要做些大小不同的尺码，让不同的客人都能挑选，买到合适的衣服，还可以提供小绣的绣娘。对，这个我会准备好。罗大勇与穆九月还没有回来，哎呀，那么多竹席呀，就是费了些时间。娘，爹爹回来了。果果在外面玩，都卖光了啊，卖光了，晚点我再与你细说。好，这些9月买的。青雨，我们回来了，事情还顺利。9月回来了，累了吧？你说你也是，有板车为什么还要自己背东西？嗨，车上有肉味儿，这些沾上油污可不好。碎布。我们先回去了。那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午开始就有不少人来砍竹了。没事，是不是他们看到你们在镇上卖竹席了？呸！那些人可真讨厌。再怎么说，这个点子也是你想出来的，他们怎么能这样明目张胆的做？嗨，没事，我们不做这个就行了。就算不做，可这些人也太过分了。附近山边的竹林那么多，他们偏偏要跑来这边砍竹，分明就是故意做给你看的。你说竹林很多？对呀，这些都是野竹林，平时很少人去砍竹的，现在都跑来这边砍，分明就是故意的。没事，他们来这边砍，那我们就去其余地方找菌菇。穆九月压低声音，那个也卖了。你的小郎君没有跟你说？你说500文，无聊。9月，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找好不好？这边已经摘的差不多了，而且这边人也多，我们趁那些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先去摘回来。你这么快就接受了？你家小男人到现在……不用管他，你赶紧吃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上山。好吧。9月，前面就是了，趁着天色还早，我们再快些。前方一大片茂密的竹林，一声扑腾从里面传来，被他听声辨位打出去，那必然是一只大鸟，甚至是野鸡。两人刚才的声音把他惊起了。我没有听错吧？是野鸡掉下来的声音吗？穆九月将野鸡捡起。花子锅！9月，这边有菌菇，快过来！9月，你在哪里？我们该要回去了，有蛇出来了，小心点儿！哎，嫂子，我在呢。梅香，哎，我们在这里！嫂子小心！小指粗细的蛇咬在了他的手背上。嫂子别动！嫂子咬着哪里了？手腕背面。往他手臂上连扎了几下。梅香，你怎么了？怎么了？梅香，你怎么样？他被蛇咬伤了，你先帮他这样抓着，慢慢往外面走去，我去找些药草。梅香，你伤在哪里啊？我帮你把毒吸出来。不要，我已经帮他封住了，毒不会扩散的。你先带他出去等我一会儿，我来帮他放毒。大勇，我没事，我们听9月的，我们先出去。梅香，这把篮子提上啊！对了，9月还逮了一只野鸡，你记得帮他一起提上。9月可真是一位奇女子啊！拿着，好了，回去的时候伤口暂时小心些。这就好了。如果你们夫妻还想要在这里花前月下的话，我会给你们挪地方的。这是女人能说的话吗？赶紧提上走啊！钥匙在这里。在哪里？钥匙呢？这里。你赶紧休息。穆九月脸色变了变。你哪里来的鱼啊？河里抓的。那这条你拿回去，给嫂子和2个孩子补补。河里抓的？你到底要不要？你回去把鱼杀好，用些香葱熬成汤补身体，用少许油干煎一下，再用开水煮汤。如果有鸡蛋，煎2个荷包蛋一起。谢谢。婶婶，娘让我送蛋来。你娘让你送来的？爹说鱼汤要有蛋，娘就让我送来了。啊，谢谢啊！哎，你在这里等等，婶婶给你拿些东西。呱呱，这个拿回去，与妹妹一起分着吃，知道吗？谢谢婶婶。很快，一大锅散发着浓郁香味的乳白色鱼汤就出来了。我刚才从河里抓了鱼，所以早上就煮了饭。莫非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还是说相公发现了我的美，越看越爱？看来我的小相公在我一次次的挑逗下，脸皮也厚了呀。鱼汤凉了就不好喝了，你趁热吃了。果然美味，以后要多抓些鱼回来熬汤。这具身体的体质还是差了些啊。你之前说能治好我的腿，是真的吗？能，你放心啊，我这2天都会上山寻药，等把药草找齐了，我就去镇上联系医馆给你接骨。你自己小心。嫂子，你的手腕怎么样了？没事吧？九月，你吃了没有？大勇刚把鱼汤熬好，你也进来喝一碗。九月，你真的太厉害了，你帮我弄的伤口现在半点也不痛了，手也有力气。嫂子，我已经吃过了，我现在上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差不多的时候你过去帮我煮些吃的给青雨。昨晚抓回来的野鸡还在灶房里，你把它杀了，跟菌菇一起炖些汤，你们也一起吃。你放心啊，我今天上山如果遇上了，我再逮2只回来。你要小心，早些下山啊！想不到这深山里竟然有这么多花朵，不但能观赏用，还能药用呢。反正空间里面空荡荡的啊，竟然有一个水塘，紫莲花，好东西啊！也在这时，碧绿的荷叶中探出一个硕大的蛇头。好家伙！原来传承里说的都是真的呀！一些灵物身边都会有兽守护。乖乖，过来，乖乖，过来啊！我靠！刚进入空间，这条蟒蛇进去了，它的鱼还能活吗？它刚刚走近，你出来！不允许你吃我的鱼！意念闪动，将蟒蛇抛出了空间。小样，我的空间我做主！手中出现大刀，用力对着射过来的蟒蛇砍去，被砍了半截身子，巨蟒痛得丝丝直吐蛇信子。小样，再过来啊！我保证不会砍死你！那嘚瑟而嚣张的小模样啊，差点把蟒蛇气得直接归天了，而是朝着紫莲花射去了。他受了重伤，需要灵药养伤。停！他竟然闪身进了空间，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在紫莲花旁边。穆九月来不及去想自己到底是怎么瞬移到这里的，连忙将紫莲花连根拔起，送进空间里。靠！刚才那一刀竟然还没有砍死你！好险！刚才我似乎是瞬移了一下，怎么回事？莫非是他能利用空间的功能突破外面的空间，起到瞬移的作用？他紧紧握着大刀，往前急冲了数步，再次闪身出了空间。他仔细一看，果然不知道可一不可二吗？穆九月狠狠地挥出手中的大刀，朝着他的七寸而去。这么宝贵的灵泉被我用来洗澡，会不会太过浪费了？这么快就太阳下山了吗？晚上就进空间里睡觉好了。至于他没有回去，罗大勇他们到底是猜测他跑路了呀，还是担心他的安全更多一点呢？古岩草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奇怪，按理说这深山里应该会有很多野鸡野兔之类的才是，怎么我一只也没有遇上？等等，这附近没有这些野物，莫非是因为这附近有一头大家伙？还是说都是被之前那条蟒蛇给吃了？罢了，不想趁着天色还能看见，再找找。很快，浓郁的鱼香味儿就远远地弥漫出去，一声猫叫传来。野猫，变异猫，想吃？以后跟着我就给你吃鱼，怎么样？真香。只见从周围的草丛中钻出了野兔子、蛇，还有野鸡扑腾着出来。他有些傻眼了，2只野兔被他扑倒，直接送进空间的背篓里，几只野鸡更是扑棱着飞起来，2只野鸡被打中掉了下来。不是吧，我有这么恐怖吗？这就跑没了？放心吧，既然我答应要给你吃，不会少了你的。他相信吃过他的鱼后啊，肯定再也离不开他了。天已经黑了，穆九月还没有回来，是在山里迷了路，还是遇到了危险，或者他已经跑了？不会的，看他的样子是真心要留下来跟我过日子的，否则他不会用心做买卖赚钱。大勇，你去找村长，组织几个青年上山找找看。你们让他一个女人独自上山？他这段时间表现得很好，是想要跟青羽一起过日子的人。女人没有生孩子，甚至还没有同房吧？好好表现几天，不过是想让你们放松警惕之心罢了。你们就以为他真的会留下来？他凭什么要留下来？
凭着罗青雨一个以后只能躺在床上的残废嘛，他要真心想留下来，就不会在刚过来的时候撞墙了。哎呀，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啊！啊，广生、广豪，你们叫上几个壮年，一起上山去找找。爹，没有必要吧？这大晚上的上山，万一遇到危险……什么都不要说了啊！他既然进了我们罗坑村，就是我们罗坑村的村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明白吗？这些事情自有爹安排，你一个妇道人家，瞎说什么？果然是个扫把星，不但克男人，只怕到时我们整条村都会被他拖累。他此时正在空间的庄园里睡大觉。小五，你这个混人，一个刚买回来的贱人，扫把星，你怎么就能让他独自离开，还上山？你是猪脑子吗？山上最容易逃脱，还不容易找。我看你摔了一跤，不但把脚摔断了，脑子也摔坏了。青雨，你家灶房怎么锁起来了？把钥匙给我，大嫂去给你做饭。滚！你不识好歹！你不是早就已经把我分家出来了吗？我的女人，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与你何干？你这个不孝子！我是你娘，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看来娘是完全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啊！那大家就一起死吧！说完，他阴冷地笑着，被一双冰凉的大手掐着脖子的时候，整个人都晕头转向。接二连三的惨叫声将外面院子里的众人都惊动了。郑远，你怎么了？没事吧？你放开我，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家都不让我好过，那就全部一起死吧！娘，你生下我，我也为那个家献出了双脚，但你们仍然不肯让我过安生日子，儿子这条命，今天就还给你！看到我这样，爹是不是心里满意了？荒唐！你简直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我从4岁就上山捡柴，家里家外的活我做的还少吗？可曾有过半句怨言？这些年来，我上山打猎，一年至少也收入有20-30两银两吧，全部交回宫中，供我那好3个上叔叔。我可曾有过半句怨言？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啊？不过是刚刚受伤，我的好父母，我的好兄弟们就迫不及待的要将我分家出来，我又何曾说过什么啊？可是为什么？我明明已经搬到这个破烂的老宅里自生自灭了，你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3天2头的就来打扰我的生活，说是分家，分给我的都是些什么破东西？你们心里就没有一点数吗？我这些年交回家中的银两，随便一次都不止这些。你们做出这样的事情，难道良心不会痛吗？啊，说是分家，好啊，老宅的地契呢？我女人的卖身契呢？我的好娘亲，你的好儿媳妇儿，3天2头的就过来用卖身契拿捏我的女人，你们想要做什么？不就是想要生生的把我逼死吗？行了，既然你们都看不得我好，那我就死好了，哪怕拉不了你们一起死，不知道传出去，我的好3哥还能不能再继续可靠之路？你，好得很！等等，把属于我的地契与他的卖身契交出来！他这样跟自己亲爹说话？清河，你是家里的长子，如果自家的婆娘都管不好，这个家你以后也不用再想了。天天不干正事，净东跑西跑，再这样就滚回你娘家去。把那个逆子要的东西给他拿来。他竟然想要掐死我，他是真的要掐死我。哎呀，罢了，不过是房契，给他就给他了，就不信他一个残废还能活多久。等他死了，
房子还是我们老罗家的，也没有人能要走。至于那个扫把星，现在生死未明啊，我们再拿着一张卖身契，那也没有什么用啊，不过是几百文，那没了就没了吧。大白猫跟在他身边。大白，你要吃你就躲起来吃，你再让我看到，以后你就再也不要跟着我了。你去捕2只大肥兔回来，以后给你烤野兔吃，或者你抓几条蛇回来也可以。大白猫叫唤了一声后，真的钻进草丛中。他继续挖草药，还差一味地根草啊！罢了，先弄些吃的吧。大白竟然还没有回来，哼，不回来正好，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吃独食。大白的声音软软的传来：“大白，好样的！你竟然真的扑到野兔了！过来，一会儿给你吃大头。”好家伙，大白，晚上奖励你自己吃1条鱼。小兔子一共有7只，带回去养起来，以后就有兔子吃了。老桂树，那边那个是8角树。穆九月将所有东西都收进空间后，一头袍子，他低着头吃草。他快速从树上滑下去，拿着锄头悄悄靠近，出现一块石头，被他用力掷出去。前面奔跑的袍子忽然单脚跪地，惨叫一声。这次进山收获满满的，等明天去山崖边寻找到地根草后，就可以下山了。晚上他又烤了2条鱼吃。这是我这2天才移植进来的药草吧？怎么感觉长了不少呢？莫非这空间里还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能？也就是说，这里面能促进植物生长。这么想着，他连忙将他之前买到的种子都种下。次日一早，临近中午的时候，发现了地根草，找齐了他需要的药草。他这次上山的任务也完成了，心情极好，抱着大白哼着小曲儿往家走。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青雨，你好歹也要吃点啊！万一他回来看到你这样，你什么你？赶紧过来帮个忙啊！累死我了！青雨，他回来了，这是你自己一个人弄的？不是我弄的，还是你弄的？你这3天一直在山里，你这不是废话吗？怎么回事？嫂子来把碎布拿走了，就算是他们要拿，也用不着砸我的锁吧？罗大勇夫妻也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啊！发生了什么事？2人四目相对。罗青雨，你怎么回事？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你干什么？就被男人紧紧地抱在怀里，他感觉男人的身体似乎在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灶房里的东西在我那边，我现在马上去给你拿过来。你走了没有回来？当晚青雨让大勇找了村长，组织村民上山找你，没有找到。第2天罗家那边过来，不知道怎么的就闹起来了，似乎闹得很厉害。下午的时候，果果看到你大嫂在砸门，就去叫了我。我来的时候，他就抱着碎布离开了。我们怕他会来把你灶房里的东西也搬走，所以就暂时先拿过去了。9月，我们没有别的意思。男人担心我，找人上山寻我，老罗家的人跑来闹什么？罗青雨那样，莫非就是因为老罗家的人来闹，所以自暴自弃了？陈氏那个老逼货，竟然敢来砸我的门！好，很好，这个仇我穆9月先给他记下。9月，你要做什么？嫂子帮你。嫂子，你家里有没有油灯？有，我让大勇去给你拿。仍然走进来。你还没有吃吧？我帮你熬些粥吧。之前孩子们小的时候，夜里经常要吃喝拉撒，所以买了油灯。后来就不怎么用了。嫂子，谢谢你。嗨，我们俩的关系还用得着这么说话？3天时间，他也以为穆9月不会回来了，以为我跑了。你不会跑？你倒是了解我，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如果你真的出事了，我活着与死不会有什么区别。感情你是吃定了要我照顾你一辈子。你会讨厌吗？罗青雨，你还是不是男人？竟然想让我这样照顾你一辈子？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怎么感觉他似乎更生气了？你的卖身契我要回来了。你说什么？你把我的卖身契要回来了？这个狗男人不会是骗我的吧？我还没有治好他的脚呢，他竟然又帮我把卖身契拿回来了？真的是卖身契？你先收好，等我帮你把脚治好，你再给我。这一刻，他的心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了好几下，才被他强行按捺下来，直接当着他的面儿撕
滋了。你放心，我还是会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帮你把脚治好的。你几天没有吃喝了？大勇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那看来你今晚不吃也没关系，外面是嫂子在帮我煮粥呢，我帮你把身上擦洗一下。好。不对，这不对，我的偏执相公分明是不仅撩的，只要撩了肯定脸红。他现在竟然应声好，不会也像我一样被穿了吧？我让大勇进来帮你。看不出来，她瘦瘦弱弱的样子，竟然很能干。我想象不出她一个女人从深山中抱着一头狍子回来的画面。你没有看到，不管是野鸡、野兔还是狍子，都还是活的。嫂子，你带孩子回去休息吧，这里我来就行。哎，你抓着野鸡回去，明天杀了给孩子们吃。哎呀，不用，你留着给青雨好好补补身子，她这几天流了很多血。不差那一只，让你抓你就抓嘛，改天还要麻烦大勇哥帮我把狍子弄到镇上去卖呢。哎呀，嫂子是隔了几天不想与我交好了吗？竟然要与我斤斤计较了。好，你也端来这里吃吧，有火。不用，外面还有光，我也要把那些东西安排一下。总盯着我看做什么？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不成？你一个女人，以后还是别睡地上了。他睡不睡地上关他什么事儿？过2天闲下来之后，我自己弄一张竹床。你晚上到我这来睡。穆九月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响，猛地抬头，男人的耳根子都红了。哼，穆九月忽然就笑了，这才像他的偏执相公啊。但是他主动说出让他上床的话，还是着实令他很意外。你笑什么？你是我娘子，本来就该就该什么呀？相公莫非是忽然发现你爱上我了？你这女人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冒？相公莫非是现在想起亏了我，要给我补一个洞房花烛夜？如果你要我打住！相公莫不是忘记了我是什么样的名声？相公你好好养伤。九月，你做这个也能卖钱？这个啊，这个是我答应送到布庄里去的，应该能卖些钱。对了，上次卖竹席的钱我还没有给你们分呢，晚点我算算。哎，不用，你又是给我们送肉又送鸡的，哪里还能再分你的钱？而且上次你让我们摘的那个菌菇可是卖了5两银呢。大勇都跟我说了，还是你帮忙卖到大户人家里才卖出了好价钱的。按理来说是我们还要分钱给你才对，更何况青雨现在的身体还要一直花钱，你自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我明天送衣架到镇上的时候问问看看他们后面还要不要，大概多少钱一个。到时如果还要，那你就让大勇哥砍竹砍木回来，你自己做也算是个收入。好，九月，你说你这脑袋瓜子都是怎么长的？怎么就有那么多来钱的点子？这个算什么啊？你家大勇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也可以给他出点子去做些别的呀。真的成。九月，如果他真的能赚到钱，到时候我们分你一半。哎，说这些话可就见外了。哎，不过我感觉你家小男人可能不如你更会做买卖。做什么？还记得我之前弄的那些猪下水吗？猪下水的成本不大，你们买回来加工后再卖出去，中间肯定能赚些钱。这不好吧？你知道的，我要照顾家里嘛，没有时间去做那些。到时做出料包给你们，你呀也不必有心理负担。料包我是要收银钱的，否则我可没有那么多供应给你们。真的能成吗？放心，到时候呢，我先自己弄些出来，让大勇哥拿去试试。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再自己上手。成。如果这件事真的可行，倒是卖了钱，我们也给你分钱。那如果要做衣架，你要做吗？做。九月，有什么能做的，你只管跟我说，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大勇白天去卖肉，我在家里带孩子忙活，晚上一起做衣架也行啊。这2天闲着，我让大勇把你们这土墙先收拾起来。九月，这只野猫也是你从山里带回来的，这家伙速度可快了，你也能把它带回来，可真厉害。它呀就是一只馋猫，我在山上一个水塘里抓了2条鱼烤着吃，把它给引来了，非要跟着我回来。哎呦，它这是在反抗吗？听说有些家猫养的时间长了会有灵性，能听懂人话，它一只野猫难道也能听懂？谁知道呢？怎么这么臭？居然是他自己的澡盆里的水。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洗净发水？
看来明天晚上泡浴的时候要多备1桶水才行了。九月，是你吗？怎么了？没事。第2天早上，九月，你怎么这么早起来了？嫂子不也这么早吗？你怎么自己过来了？孩子们呢？没事儿，他们还在睡，我一会儿再回去看看。我们今天先把你这土墙筑起来。也好，那就麻烦你们了。九月，怎么看你似乎白了很多呀？不但白了，而且肤色也好了很多，人变美了。真的？这浑身都是滋润，是不是青雨做什么了？嫂子，你说什么呀？他这个样子能做什么？明明是我自己泡药浴洗清发水的结果，怎么就与那个男人有关了？你这是欲求不满的表现吗？嫂子，我一会儿要到镇上去一趟，联系药堂为青雨治腿，所以今天家里又要麻烦你们了。九月，青雨的腿真的能治啊？能，我今天要上街啊，会尽量早些回来的。银两够吗？我这里还有些。不必了，今天不会怎么花钱，就去看看。你自己小心些。你留在家里看家。嫂子，一会儿还得麻烦你帮我割些草，喂喂狍子与兔子。放心吧。穆九月背着衣架，提着2个篮子往外面走去。这些东西我先留在这里，晚点我再过来。师傅，不好意思啊，前2天有事没有来。我的东西做好了吧？好，没事，做好了，你来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师傅，太好了，正是这样。小娘子啊，能不能问问你这是干什么用的呀？你这里有木头吧？拿一些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试试。很轻易的就将木头锯断了一段。小娘子啊，你这个东西我还能不能再打造出来卖啊？我可以每把给你10文钱呢。可以，我是来卖药草的，可以见见你们的掌柜吗？等着，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意思，背着背篓转身往外面走去。他大步往前面的名药居走去。虽然不是赶集的日子，但里面抓药看病的人居然不少。小娘子是看病还是抓药？我是来卖药草的，可以见见你们的掌柜吗？你稍等，我去叫掌柜。小娘子要卖草药，能不能先让我看看草药？可以。小娘子家住在哪里呀？可是采药人。家住罗坑村，不知道我这些可是有什么不对？倒是没什么不对，这些草药啊，20文1斤。小娘子若是满意，可以让药童帮你过秤。敢问掌柜，你们这里可否收治重症病人？身为医馆，不管病情轻重，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是这样的，我家相公前些时间摔断了双脚，我想带他到镇上医馆住几天，看看能否有更好的治疗办法。不知道你们这里可否提供住宿？摔断双脚，你说的可是小腿脚骨摔断、骨头外错的那个青年猎户？正是。你们不是说不治了吗？怎么现在又想治了？当初我说用木板固定夹住，你们都不同意。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把人送过来我看看。你能治？他的腿骨已经完全断裂并错位，怎么可能治好？只能说帮他减少些痛苦。你身为他的娘子，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痛得吃不下睡不好？所以当初他的药也是你开的了？什么药？没有开药，我刚说了治不好，你们不是就骂骂咧咧的把人抬走了吗？那你这里可以提供养伤的地方吗？是什么样的条件？可否有烛台？当我没说。你想做什么？孙子峰皱眉看着他，自然是想为我相公治腿啊。我身为大夫，是希望病人好，你只管把人送来就是。你们有供病人休息的房间吗？后院有房间，一些特别重的病人可以在这里养伤，但时间不能长了。我可以先去看看房间吗？一个房间1天要收100文，其余的另算。成，你跟我来。小哥，你帮我把这个称称。成，掌柜，这个房间我预定了。先交200文的定金，你可不能再租借给别人了。小娘子叫什么名字啊？我家相公叫罗青雨。你什么时候送你相公出来？就这2天吧。看什么看？长着不就是让人看的吗？又不是什么金贵人物。只因为那位家丁端着的瓷盆里枯萎的植物，正是他想要寻找的辣椒苗。东家呀，你这植物根本就养不活，你这分明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野草骗人呢。老爷子，这可不关我植物的事情啊，而是你自己养殖不当。当初我也跟你说过了吗？这可是从海外运过来的神物，需要小心养护，还要定期的晒太阳呢。现在你养成这样，那可不关我的事儿啊。我不管，我花了15两银子买的，你得赔我才行。
哎，老爷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养护不当，把海外神物给养死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找我闹事啊？海外神物，在后市满大街都有的最普通的辣椒，到了这里竟然变成了海外神物。哎，你这是不愿意负责了？老爷子，我这做的是花草买卖，这随便什么人买回去啊，自己养殖不好都跑过来找我，那我这买卖还要不要做了？陈爷爷你好。你是谁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叫爷爷的啊。陈爷爷，我是李贺的孙女李婉莹啊，之前爷爷寿辰时还见过你的，你忘了吗？哎呦，原来是李丫头呀！哼，怎么？你是专门来看老头子笑话的？陈爷爷，怎么会呢？只是我前些时间也买了一颗这种海外神物给爷爷，结果爷爷这2天心情郁屈，所以小女子便想来看看能不能再买盆不一样的送给爷爷，让他老人家开心开心。这位老爷子你好，我这里有一种罕见的花，不知道老爷子可有兴趣？哎呀，走，真当我老爷子好欺负吗？任谁都想来，你这花怎么卖啊？老爷子，实不相瞒，我看上你这株枯萎了的植物了，想拿这盆跟你换，不知你意下如何？你认识这盆植物？老爷子，不管我认识与否，这盆植物在你手里也已经死了，你何必再执着于此啊？我这盆蔷薇虽然大众化，但想来以老爷子的眼光，也已经看出来它的不凡了。用一盆死植换一盆不平凡的花植，不是更划算吗？成，那我就跟你换了。老爷，你可不能上了他的当，之前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门外徘徊了。老爷，只怕他想要的不是这株枯萎的植物，而是咱们这个花盆。这个盆可是你花了大价钱淘回来的青瓷，哪里是他手里那种几文钱一个的普通瓷器能比的？哎，老爷子误会了，如果你不放心，只管把花盆换回去就是了。换。这边的泥土是穆九月刚刚浇了灵泉水的，移植过来后，原本枯萎的辣椒苗竟然隐隐焕发了生机。哎，等等，还是不换了，直接连盆一起。小娘子，就只有这么一盆吗？你刚才说是2盆啊？这2盆都是一样的，老爷子确定还想要？哎呀，相遇即是缘，那就一起送给老爷子了。走到没人的地方，他就连忙把辣椒苗移进空间里，浇上灵泉水，静待它活过来。哎呀，月妹妹，你这是要急死我吗？哎呦，这么大半天了，你竟然才来看我，还以为你已经跑回去了呢。这么大半天，你都跑哪儿去了？有些事情耽搁了一会儿，这不忙完了就连忙过来了吗？怎么样，我给你送过来的衣架还好用吧？好用，确实比我原来那些竹架子好用，取用也方便。这不，刚用上就被人看上了，想要买呢。怎么样，你这个还继续做吗？我暂时没有时间做。哎，不过我那个嫂子有时间，就说价钱吧，1文钱2个，成吗？这个，我回去跟嫂子说说啊，如果她倒是愿意的话，我让她直接做了给你送过来，没问题吧？月妹妹，这个价钱好商量，我可以给你3文钱5个，你总还要让姐姐也赚些小钱吧？姐姐还把这点小钱看在眼里吗？3文钱4个，你放心，她还带着2个孩子，家里也要忙活，做不了多少。到时候其余的人送过来，你给多少是你的事儿，怎么样？哎呀，妹子，你这也太能逛荡了吧！这都大下午了，我就在这里守着你了。哎，大哥，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除了我订的那些，你现在剩下的也还不少，你还收不了摊呢。妹子也说了，那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些你全部拿上吗？大哥，你这剩的可真不少呢，只怕我的钱不够了。你先说说多少钱，如果合适，我就一起拿下。那这样，全部加一起，连带剩下的这些猪油，共收你200文。这已经很便宜了。爽快的付了钱。9月，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累了饿了吧？给你留了饭还有汤，赶紧先吃些。嚯，大勇哥这么快啊，墙都快修好了。咱们别的没有，就剩一把力气了，可不得用劲使。果果、丫丫，来洗手，每人1个小飞天。你这2天好好休息，将状态调整好。过2天我带你到镇上去。辛苦你了，嫂子。你要是有时间，不如来帮忙一起吧，不然我一个人弄出来，天也黑了。好，9月，这些肠子你都是怎么弄干净的？也不是什么秘诀，嫂子，就是一把最普通的草灰而已。
九月，不好意思啊，嫂子这没事，一会儿他们还会来的。就算不来，这里也有2条了，明天都够吃了。哟，宋氏，你们家买了这么多肉啊，还抓了鱼，哎，你们是怎么抓的呀？什么肉啊，分明就是猪下水那些脏东西，真是穷鬼！吃一顿它就得浪费数顿馒头了，真是愚蠢。只怕他连面粉也舍不得，准备连屎尿一起吃下去吧。他现在跟扫把星走得近，迟早有他后悔的一天。可不是嘛，罗青雨那个废人不能动弹，听说罗大勇经常往他家跑，倒是爬上了床，看他往哪里哭去。兴许人家愿意2个女人服侍一个男人呢。你们不要忘记了，那个女人是个扫把星。罗青雨现在是因为废了不能动，听说2人没有睡在一起，所以才活了下来。如果罗大勇被他爬上了床，你猜他还能活吗？不对，前段时间不是说这个扫把星已经逃了吗？怎么又跑回来了？谁知道呢？兴许真的看上大勇了呢。九月，你不用把那些人的话放在心上，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好了。没事，这股香味儿勾得他肚子咕咕直叫。九月做的肉太香了，九月，你这肉做的比之前的几次都更香。嫂子觉得做出这样的肉拿去卖，能卖掉吗？九月，这么香的肉，你真的要教我们做？你知道的，我没有时间，而且我一个女子出去做这些也不安全啊。你家大勇会比较适合些，就算是这样也要防备。等你们买卖做好后，一些有钱人想要来买你们的配方什么的。那个九月呀，那样的话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呀？倒也不怕，我的配方我不愿意拿出来，还没有人能逼我。不过嫂子如果实在怕的话，也可以不卖肉的。衣架那里我已经跟庄家说好了，3文钱4个收你的衣架啊。不过这个价格你可不能说出去啊，有人问起你就说1文钱3个、4个这样的都没事。如果不愿意卖肉，我也还可以给你们出另外的主意。九月，既然你都不怕麻烦，我们怎么可能会辜负你的一片好心？你放心，我晚上就跟大勇商量，让他这2天忙完你家的事情后，就去买肉回来。不急，这2天我要做药，然后带青雨到镇上去治脚，到时候还得你们帮忙才行啊。这件事情你真的决定了？我们还有一点积蓄，明天我给你先拿来用了。不必，我们自己的银两还够用。怎么可能？分家的时候你们就只有那么点儿。也行，如果有需要的，你只管跟我们说。怎么样？是不是比你的牧人要舒服？舒服。舒服就好。真是见怪了，以前偷看小姨的美男杂志，什么样的美男没见过。嫂子，这2天得要麻烦你为我们看看房子了。你放心，大勇哥帮我把人送过去之后就会回来了。九月，你不用紧张，你是个有福气的好人，青雨肯定能好的。我知道了。婶婶，你们早些回来。好，婶婶回来的时候啊，给你们带糕点，跟妹妹在家要听话，知道吗？她好像很喜欢孩子呢。好了，赶紧走吧，一会儿太阳很晒了。好，那家里就交给你了。哎呀，那不是大勇与青雨那个新媳妇吗？怎么走到一起了？听说那个新媳妇与大勇一直走得很近，莫非真的因为青雨双脚断了，他们2人搞在一起了？这样明目张胆的走在一起，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大勇，你们这是干嘛呀？四婶、五婶，这不是青雨的伤又恶化了吗？我帮着送到镇上医馆去看看。月妹妹，你这是？哎，姐姐，这是我家相公，我带他出来治伤，顺便给你送些东西过来。我家没有碎布条了，你自己挑上些喜欢的颜色，请绣娘包边就行。不然就这样也可以。这衣架与竹枕呢，是这位大勇与他娘子一起做的，你清点一下数量，就按那天我们说好的价格给他结算就好。哎呀，这位就是你相公啊，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他这是怎么了？这也是你的主意？那当然，还是我亲手做的呢。哎呀，妹妹，你这真的是个宝呀！姐姐能认识你，可真是3生有幸啊！哎，相公，这位是孟长阁的东家，衣架这些就是跟他达成的买卖。我相公他前些时间啊，上山打猎的时候摔伤了腿，这段时间恶化了，我带他到棉药区看看。月妹妹，你答应我的成衣设计图，你不会忘了吧？你看看这些款式会不会受欢迎？怎么样，款式还行吗？好，我会尽快让人赶制出来。这些成衣如果卖得好，到时姐姐还是给你算抽成。哦，对了，听说你上次
卖了一种什么菌菇，听说味道很清香，还有没有？啊，你与哪位夫人交好啊？那是我姐姐，亲姐。哦，那我明天让大勇哥给你送来呗，顺便送些新鲜的口味给你尝尝。不过你可得付银钱啊，是他们夫妻做的买卖，不是我个人的。还怕姐姐托你那点吃的不成？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外面太阳辣，我先把我相公安排好，过些时间有空了再来看你。成，那你先去忙。哦，对了，你的钱够用吗？要不姐先给你拿些。暂时不用。到时如果不够了，再来找你借。姐姐，到时候你可不能把我赶出去才好。姐姐是你说的那样的人吗？赶紧走吧，晒坏你的小相公，你又得心疼了。大勇哥，你明天上街的时候啊，把你家里晒的那些菌菇给那位东家送来，到时再顺便切些卤肉给他尝尝味道。这价钱呢，你照着收就好。那位东家也知道我们那天卖的菌菇了。他与那天的那位夫人啊有交往，听他说起了那些菌菇的美味，也想要些，你只管给他送来就好。青雨的要钱不够的话，你只管开口，我那里还有一些。不必，你自己的钱自己收好，到时候也供果果去找叔叔。小娘子，这是把你相公带过来了啊？你们掌柜不在吗？在的，掌柜在后面，你稍等。这是怎么了？哎呀，他伤得太重了，也只能开些药消肿了。小娘子，你相公这腿……我明白的，我们这么大老远的路出来，想先把他安顿下来，可否方便？成，你跟我来，你们帮着点。青雨，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去吧，好好做事儿。那头袍子我就先给你处理了，一会儿把钱给你送过来。麻烦大勇哥了。先吃2个包子休息，晚点我去药堂的灶房给你熬些粥。你就吃了1个，可是不合你口味。1个就够了，你多吃点，养好精神，我明天给你治伤。好，吃吧，吃完了好休息。你也休息一会儿。小娘子，听说你相公送来了，我方便进去看看吗？可以。伤口比当初受伤的时候还要严重啊，是不是用过什么药了？看着似乎是2次伤害。我自己从山上找了些药给他用了。看得出来，你之前的药对他的效果还是挺好的，你为什么还要带他出来？因为我想把他的断腿正位，需要借助你们这里。你说要给他的断腿正位？相公，怎么这么快就行了？是不是把你吵着了？还好，这位是大夫。正是，他来看看你的伤。大夫怎么说？还能治吗？大夫还没有说呢。小娘子，你刚说的可是真的？你能给断骨正位？真不真？过2天不就知道了。小娘子，你什么时候给你相公正骨？届时我可不可以来观摩？只怕你不适合看。罢了，小娘子如果有什么需要，只管开口。相公，你再休息一会儿，我出去看看。我们平时收的水质呢是3两银子2斤，你这个质量似乎有些特别，而且你已经炮制过了，我给你3两银子1斤，如何？好。小娘子似乎对药物很有见解，炮制手法也很独特，不知道师传何人，可否让小子求见一面？师傅他老人家已经不问世事多年了。你的正骨之术也是师承同一人？小娘子，你的那些水质一共2斤半，共计付你7两5千银子，你清点一下。小娘子，以后如果你还有这些好药，可一定要先拿到我这里来，价钱不会亏待你的。你们还能再收？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有分行，你有多少我们都能收下。成。一般的猎物肉与骨头是分开卖的，骨头那些都很贱价，肉能卖上30文1斤。因为你抓的是活物，整体一起卖算到32文1斤，总共137斤，这4两多银两，你收好。谢谢。你照顾好青雨。那头袍子卖了4两多呢，加上刚刚卖药的，一共11两多了。月月，辛苦你了。月月是什么鬼啊？月月，怎么了吗？相公你先休息啊，我去给你弄些吃的。穆九月发现自己的小心脏在不停地冒着小泡泡，连忙落荒而逃。真是的，不知道他对美男没有多少免疫力的吗？罗小娘子煮了粥啊？不就是煮些粥吗？为什么会有这么香的味道？他竟然放了龟参煮粥，倒是个好主意。那个小娘子对药似乎相当有一手啊，如果她真的会正骨之术，来历必不简单。你说咱们能不能引给那位爷？这件事情
须得从长计议。你有没有发现，看的时间久了，那个罗小娘子似乎有些熟悉？你什么意思？看久了不熟悉，还能更陌生不成？你慢点，你别动，我去拿碗来。你去切了肉。这不是有银两了吗？给你加肉补身子。别，我来。你放心，明天做了正骨之术后，再养个2-3个月就能好了。到时候啊，这家里家外的活我可不会干了。好，以后我养你。谁要你养啊？赶紧吃了，早些休息，明天有你痛的。你辛苦了，这碗你吃，帮我重新盛过。好了，吃吧。还好，这样的女子来到他身边，既然到了他身边，他就不会再放他离开了。月月，怎么了吗？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红啊？我没事，你自己把你衣服脱了，我帮你把身上擦洗一下。好。笑什么笑？月月，毛巾是不是哪里招惹你了？哎呀，你脱好了没有？快！月月就那么迫不及待吗？相公在胡说什么呢？赶紧自己擦擦。月月，为父有伤在身。你伤的是脚，又不是手。看不出来，他看着不怎么样，身材却很精壮啊。月月，我痛，手没力气。这还是他那个禁欲系、偏执病娇的变态的相公吗？他刚刚是在向他撒娇吗？靠，相公啊，你这样作弊，谁能挡得住啊？这是麻烦。该死的，是因为前后两世都没有男人的原因吗？他刚才差点流鼻血了。哎呀，刚才那一刻呀，他差点就忍不住将人拥进怀里。那个小妖精啊，可真够折磨人的。相公在里侧轻轻躺下。可是他的瘫痪我能治呢。哎呀，穆九月，你要点量好不好？你以后还是要离开的。外面的花花世界，那俊男美女不计其数，你是有多缺男人？停！真是的，一个大男人，还是一个农村干粗活的男人，怎么这皮肤比女人还要细呢？偷偷看了女子一眼，又连忙闭上，将穆九月拉进怀里，让她枕在自己的手臂上。他的心跳得厉害，另一边大手哆嗦着，轻轻抚上她的脸。在他人生的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候，他像一道光强行闯进他的世界。这样的女子，他会用往后的余生好好的疼宠她，爱护她。他冰凉的唇瓣轻轻落在穆九月的光洁额上。月月，好梦。穆九月确实一夜好梦，他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家里，见到了想念已久的爷爷和爸爸妈妈，吃了好久没吃过的螺蛳粉后，躺在床上抱着自己的大抱枕，睡得香甜。刚睁开眼睛，就对上了一双幽深的黑眸。看到自己像个八爪鱼一样缠在男子身上的时候，他小脸爆红。我就是以前自己一个人睡习惯了。月月，你怎么样？很痛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顺便弄弄早餐。自己主动爬上男人的床，还抱着男人睡了一夜。关键是还被男人当场抓住。自己以前睡觉一直都很淑女的，怎么昨晚就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哎，还好自己没有再进一步，否则啊，他以后也不用再见人了。那个你自己小心些。真是的，不就是不小心抱着睡了半夜吗？睡月一直像一个仇人一样盯着我吗？请问有什么事吗？你这粥能不能分给我一碗呢？你自己拿一个碗过来。如风，你干什么？夜醒来会想要吃些东西的。真是见了鬼了，不过就是一碗加了些肉的粥，怎么就感觉很香呢？万一对方下毒？如下，那只是一名乡下妇人，她房间里还有一个重伤的男子，他们自己也吃。罗小娘子，你相公怎么样了？我来看看，一会儿我要忙起来了，就没有时间问了。你要不考虑给他用药？对了，孙大夫，今天上午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们。你想做什么？我家相公昨晚没有睡好，今天需要好好休息，不希望被外人打扰了。月月说为夫昨晚没睡好。你闭嘴，把这碗药喝了，好好睡一觉，醒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了。你就不怕我给你下毒吗？你不会，我相信你。既然相信我，那就好好睡一觉，放心，睡醒过来之后，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闪身进了空间。我长这么大，前后也赶了不少次集了，还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一样紧张期盼的。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娘子，你放心，我能行的。你真的能行？当然啊，不过如果娘子想要去长长见识，也是可以的。你等等，我把孩子弄起来，我们一起去长见识。娘子，你与孩子们一起坐上去。不用，孩子们坐着就行，我陪你一起走。东家早啊。你们好早。东家，
这是9月让我送过来的菌菇，你看看。好东西，这里大概多少？你们有数吧？差不多接近5斤，这里有秤，东家可以看看。如果东家要不了这么多，我们也可以分开的。9月说有什么好吃的？姨娘，我爹娘做了好好吃的肉肉，好香的，你尝尝嘛。他凑近去看，东家可以先尝尝，这可是9月的独家配方。嚼了2下就吞了下去，竟然有一股想要再尝一块的冲动。东家如果想要，这里也有些精瘦的肉，不过建议东家可以搭配着做个拼盘，每样都能尝到，味道可香了。啊，对了，我还给你带了些汤汁，浇上去味道更是一绝，别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成，你给我搭配一份，让我尝尝。东家，这里是20文一份，菌菇那里是9两银钱。你看，夫妻2人道过谢后，兴奋地推着车往街上走去。相公，这边上就有空位，我们就在这里吧。这里太多人了，我们还是去里边吧。相公，你不会是害怕吧？做买卖自然是人多的地方更好啊。娘子，那个女人说了，好东西不怕位置偏，我们的肉香在哪里都能卖出去。人家9月是为我们考虑，这样帮我们，还得不到你一句好话了。今儿就听我的，我们就在这里摆了。哎呦，你们这是什么呀？客官，这里有精瘦肉、猪头肉、猪下水，被我们精心清洗秘制而成，20文一份。什么猪下水那样的玩意儿？这样一份竟然就要20文？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兄台，你这话就不对了，买卖讲究的是你情我愿，我又没有强迫你买，怎么能骂人呢？哎呀，话是这样没错，但那些都是最便宜的东西，转身你就要20文一份，这里只怕仅有半斤吧。就是，这分明就是坑人！哎，你怎么不去抢啊？这些是大肠吧？这么脏的东西能清洗干净？哎呦，想想就恶心，送我都不吃，还要20文呢。这位大哥，刚才是你最先来问的，不如你尝一片试试。邓老大，味道怎么样？臭不臭？喏，给我来一份。大娘，你也尝一块。哎，这可是你让我试的啊，我可不会买的。大娘，这是试吃的，一个人只能试吃1块。小娘子，你这个能不能只买半份？我买回去给孙子尝尝味儿。当然可以。哎呦，罢了，给我装一份吧，让我家老伴儿也尝尝。大娘，你拿好了。好嘞。这位兄弟啊，你这些肉就只能这样卖吗？当然不是，还有整块称斤的。称斤的话35文一斤，能看看吗？客官，这些骨头里啊，也是35文一斤呢。对，你可以搭配买。这里讲究的是营养，老人与孩子吃了更好。便让罗大勇给他搭配2斤骨头3斤肉。你们明天还来吗？来的，明天还来的。都让开！小娘子，我是孟尝不装的，我们东家让我来再买3斤肉，还有吗？有呢，你等等，我让我家相公给你装。咱们这没有3斤的肉了。还有多少？你全部给我装了。哦，对了，明天你们还来的吧？东家说他先预定了。很快，夫妻俩带来的卤肉就卖光了。相公，我们真的卖光了。早知道这么好卖，我昨天就应该多买一些的。走，我们先去把明天要的肉买了，一会儿你买些包子或者糕点去看看青雨。你知道了，我来给他送些吃的来。对不起，今天你不能进去，赶紧走。小兄弟，我真的只是送些吃的，你就让我进去吧，我保证放下东西马上出来。那位小娘子今天特别交代了，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休息，所以你们先回吧。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把青雨怎么了？大勇哥，你怎么来了？你们没事吧？没事，你先回去，明天再帮我来接相公。这个给你们买的，那我先回去了，你好好照顾青雨。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小娘子今天不煮粥吗？我煮不煮粥关他什么事啊？不会是吃了我1碗粥后，想让我当他的免费煮饭婆吧？早上的粥钱还有今天的一起够吗？等着，怎么样？很痛吧？成功了吗？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娘子，这是做什么？你想干嘛？我身子没力气，你扶我起来，我相信你。相信我就对了，放宽心休养，我让大勇哥明天来接我们回去。好，这是大勇哥刚才送来的。对了，他们的肉一早就卖光了，想来应该还挺好的。这样看着我干嘛？发现爱我爱到不可收拾了？玉玉，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吗？是啊，不重要。怎么了？哦，早上隔壁不是住进了一个商贩吗？我煮粥的时候啊，他们应该是闻到你娘子我煮粥的香味儿，舔着脸讨要了一碗。你知道的，你娘子我善良大方，便给他盛了一碗。哎，结果他吃完后发现这简直就是穷粮玉液，刚才就又来了。这不，为了让我晚上专门为他们煮一大锅，还送银钱来了。哎呀，我这么善良大方的人，他们怎么能用银两侮辱我呢？对，我家玉玉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是贪财的那种低俗女子？罗青雨，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这怎么能叫贪财呢？我这叫取之有道。我煮粥不要费时间啊，我的米我的肉不要花钱啊。现在这么热的天儿，我坐在那里烧火不难受啊？玉玉，如果不愿意就把银钱退回去给他们，如果没钱了，我这里还有，我以后也会努力挣钱，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其实我也不辛苦的，真的，你看这钱多容易赚，不就是煮粥吗？有人傻，钱多花不出去，咱们总要做做好事，对吧？穆九月坐在床边打盹儿，罗青雨叫醒他。玉玉，上床来睡。我最近都是怎么了？做梦也总能梦到帅哥。罗青雨，你做什么？别动！你放开我！乖，好好睡一会儿。你往里面去，我就在边上休息一会儿。打扰你了，你相公的伤我可以看一下吗？罗兄弟看着今天的血色似乎差了些，可是很不舒服。你给他正骨了？以大夫的经验，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吗？罗小娘子，这药也是你自己熬制的，可是续骨膏。佩服。可否请问罗小娘子住在哪里？过几天可否让我上门为罗兄复检？就住在罗坑村西南面的山脚下，你去打听罗青雨就行。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你为他做了正骨术，过去看他的恢复情况呢。可以。希望下次我有事相求的时候，小娘子能看在今天这事的份上相助。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钱到位的份上也不是不可以啊。月月只是在怕为夫，我是你相公，你想如何都可以。想什么呢？赶紧休息，明天回去的时候又有你受的。你说里面去。月月，别这样叫我。娘子。罢了，你还是叫九月吧。娘子，我这脚真的能好？你这是不相信我的表现？我娘子可真厉害，能治好大夫都治不好的伤。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那，娘子，你是谁？我不就是罗青雨的娘子吗？娘子，我想抱抱。罗青雨，你怎么回事？今天晚上话怎么那么多？赶紧睡觉去。月月，好梦。罗青雨，是不是你搞的鬼？娘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肯定是你拉我过来的，是不是？娘子，你也看到了，我腿脚不便，翻身都做不到，怎么拉你？而且就算是我拉你，我也不会非要你把手伸进我。你闭嘴！是啊，就算罗青雨真的拉了我，他也不可能把我的手拉进他的衣袍里去吧？哎呀呀，我那里怎么可能是一个老色痞呢？不对，这肯定不是我，而是原主残留的意识搞的怪。对的，肯定是这样。可惜了姐的摇钱树。放心，这伤能好。我们今天下午回家，可能你的脚还是会很痛，忍忍啊，过2天就会好很多了。月妹妹，你相公的伤怎么样了？昨天想来看看的，这不店里忙，就拖到今天了。我让人熬了老母鸡的汤，你拿去给你相公补补。姐姐，你怎么来了？这弄得我们多不好意思啊。咱们是什么关系？姐姐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却跟我说这样的话，你这是拿刀挖我的心窝子呀！哎呦，我哪舍得呀？这不是看你忙吗？相公，莫姐姐来看你了。罗小兄弟，这伤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些？好多了。月妹妹，你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姐姐这里有些，你可千万别跟姐姐客气。妈呀，这一个银锭子据说是10两，他一下子给拿来了7个。哎，姐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们现在钱还够用，而且姐姐啊，钱财不可露白啊，你就这样挂着来，万一被人盯上，是劫财又劫色的。去你的！姐姐人老色衰了，哪儿还会有人劫？你真的还有银两？可千万不要跟姐姐客气。穆九月无奈，你看，我们真的还有银子。哎，你呀，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你这么点钱够用多久呀？一副药都不便宜吧？赶紧把姐这个先拿着，以后你赚了再还我就好。哎呀，姐姐，真的不用，我们下午就回家了。
后面的药也好对付，够了。你们下午要回家了，这么快？你们要怎么回？还是那天那样坐那个独轮车？对啊，不然怎么办？哎呀，你们那路啊，应该不太好走吧？坐那个车，你相公得多遭罪。这样吧，姐姐那里有辆骡车，让车夫送你们回去。相公你怎么看？坐骡车回去，你也能少受些罪。娘子抓主意就好。哎呦呦，你这是要酸死姐姐啦！成了，你们收拾好，姐姐先回去，到时候让车夫来送你们。那就麻烦姐姐了。对了，姐姐，你那里还有多少碎布？都给我带上吧。你又准备做什么好东西？有好东西可不能忘了姐姐啊！下次你看到就知道啦。成，那姐姐等着你。哎，那个肉真是你的秘方？怎么样，味道还能入姐姐的嘴巴？看你说的，姐姐是那样的人吗？怎么不认识我了？月月与那位孟长庄的东家似乎关系不一般呢。那是，你娘子我啊，可是个宝，谁不稀罕？我这里真的还有银钱。你看我像缺银子的人吗？好啦，你好好养身体就行了啊，其余的别操心了。来，先把鸡汤喝了，一会儿我们就回去。月月，你过来。怎么了？是伤口痛吗？来，吃一个，乖，张嘴。这一刻，他鬼使神差的张嘴，罗青雨将鸡腿送进他嘴里。你们今天要回去了，不多住一天观察？既然你们已经决定回去了，那我用马车送你们吧。不用了，我们有骡车了，一会儿就过来。也好，一会儿啊，你们收拾好了说一声，我让人帮你把你相公送上车。相公，你要不要再方便一下？怎么，月月要伺候为夫吗？你等着。小娘子，包裹里的碎布和布匹是东家让带给你的。很快，不到半个时辰就进村了。哟，那是骡车，这是去谁家的呀？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谁家有这样的亲戚呀。呀，这是往老柴那边去的。走，跟去看看。那是青雨家的，他们这是……那个扫把星真的把青雨送到镇上去看脚了？哎呦，青雨是个可怜人呐，如果那个女人真心跟他过日子，照顾他也挺好的。切，他一个被卖来卖去的扫把星，可别到后面把人家青雨……你闭嘴，回去干活去。伤口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给你熬些粥。怎么了？今天的买卖不好做？怎么会？那么好吃的肉，刚送出去，很快就卖掉了。那你们刚才那副表情什么意思啊？不知道是哪个杀千刀的，竟然抢先我们一步，去把所有的下水、猪头、猪脚都买走了。更可气的是，我们想买些瘦肉与骨头，那个屠夫竟然说要涨价了，肯定是眼红我们的买卖赚钱了，所以他们便合作起来想坑我们。哦，那既然被人抢了先，你们就先休息2-3天嘛，等那些人的风头过了之后，你们再去买肉回来做。放心吧，他们模仿不出来的。过2天你再让大勇哥去买肉就行了。不过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如果那些人模仿不出来，也不愿意让你们再赚钱，他们合计去把那些肉买了，或者以后你们买肉屠夫都涨价的话，对你们也不利。那可怎么办呀？你们现在买卖刚开始做，还没有稳定，也没有做大，你们可以跟屠夫签订文书啊，一部分肉只能卖给你们，这文书里还要定好价格，以免他后面见你们卖得好再继续涨价。如果他不同意，那你们就不要从他那里买肉了，咱们再另外想办法。从长远来看，想把卤肉做大，最好呢是自己养猪杀猪。罗大勇夫妻都张着嘴，自己养猪杀猪，这怎么你们没有信心啊？九月，这样会不会弄太大了？我不是说了吗，那是一个长远的计划，等你们的买卖稳定之后再考虑吧。你们先休息2天，也好晾晾那个屠夫，不然他日后也会涨你们的价格的。九月，真的不会有事吗？放心吧，听我的不会有错的。你们呐，就先继续做衣架，或者呢，我可以教你们做布花。大勇，你去帮九月挑水。九月，我去抓只老母鸡炖了，给秦宇补身子。不，嫂子不用了，我杀野鸡就行。老母鸡啊，你还是留着生蛋吧啊。野鸡也没多少肉，就炖老母鸡，我们还能蹭一顿好吃的。婶婶，兔兔是想你了。这个小家伙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想他，而是想念他的灵泉了吧？嫂子，咱们在后院建一个养鸡场和养猪场吧。九月，你说什么？我说我们把附近都弄起来养鸡养猪，你觉得怎么样？不是，九月，你怎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哎，你们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做腊肉这些啊？
腊鸡、腊肉、腊肠都可以做呀。大家平时连吃一顿肉都舍不得，哪里会有多余的肉去做腊味儿啊？年关近了的时候，肉也会涨价的。就算是有人家自己杀了猪，也想卖了得些银两过肥年。罢了，这件事暂时先搁着吧。你可以跟你家男人先商量再决定嘛，这是一个长远的买卖。嫂子，我先把水烧起来，添加了2味药材。你把鸡斩成块后焯了水，煸炒一下再加进去啊。老罗这一大家子都围在院子里，院子的中间装的满满的都是猪肉。老四，你真的看清楚了？真的能卖钱？放心吧，我都看清楚了。罗大勇那个杂种，昨天把2头猪都买了回来，今天一早推出去，不到1个时辰就全部卖光了。可是他那个秘制咱们也不会呀。什么秘制啊？不过就是加了一些酱肉，用水一起煮熟了出来，掩盖了其中的味道罢了。赶紧的，大家都帮忙把这些收拾出来，然后晚上煮好，明天我还要去卖呢。我把这些能买的都买了回来，还让屠夫在罗大勇那个杂种去买的时候涨价钱，我看他还买什么。对，你做的对，一个杂种凭什么日子比我们好过？听说那个扫把星把那个贱种疯子弄到镇上去了，真的能治？拉倒吧，都断成那样了，怎么可能治？当初我们可是跑了3家药堂，都说不能治了。算了，不说那个贱种了，咱们还是弄肉吧，晚上切一些，给爹娘开荤。娘，这样清洗下来，至少也要去掉2-3斤面粉了。为了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不值得。反正也不是我们自己吃的，你大概弄干净就行。到时用肉酱煮了后，就闻不出来了。一家人忙累了一个下午。没有想到啊，这个肉这样吃起来还真像回事。我家清河是老大，这件事就应该让他去。要不是狼哥他脑子灵活，哪里能来的这些呀？做买卖的事情可不是谁大就能行的。而且狼哥他平时也经常在街上转，街上他熟悉啊，他也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卖的，他去最合适了。他总感觉味道不对劲儿。明天的买卖，清河与青兰2个人一起去。九月，你赶紧回去看看青雨，他似乎有些不太好。青雨怎么了？九月，你慢点儿。大勇就是说他身上似乎有些发热。罗青雨，你是猪吗？自己不舒服不知道说的吗？你在忙？你把衣服解了，我给你擦。你自己擦。月月，我难受，手没力气。青雨，我正好看到罗青雨衣衫半解，穆九月那小身子伏在他面前，似乎在做些什么暧昧的事情。这2人这怎么大白天的不关门就……我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什么呀？他做什么了？月月，我是不是要死了？有我在死不了。先喝些水，我让大勇哥进来陪你吃饭。月月，你陪我一起吃好不好？大勇他又不懂，我怕自己……那个九月啊，我想起家里还有些事情，我带些饭菜回去吃。这对夫妻要不要这么八卦呀？竟然还带着儿女一起偷听。青雨是真的发热，我给他擦洗了一下。我知道的，你好好照顾他。我们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嫂子，这么多鸡肉不吃，到明天就变味儿了。赶紧的，我放门口了啊。大勇，我感觉青雨现在变了很多了，以前跟锦绣……那个女人已经跟青雨没有关系了，你少再提她。在青雨伤得最重的时候来退亲，那种女人谁娶谁倒霉。你行了啊，如果她不退亲，哪里会有9月的到来？都说福祸相依，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是什么样子。是，娘子，你懂得最多了。贫嘴，还不赶紧开饭，把我儿女饿着了，找你算账。你说，如果青雨的脚真的能好，那个锦绣会不会后悔？那种女人，让她后悔去吧。娘子，咱们不管别人，赶紧吃哦。月月，闭嘴，跟你吃饭。你辛苦了，多吃些肉。我不要，塞牙缝。谢谢月月，你对我真好。这个男人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呢？月月，为夫好看吗？其实大勇他们如果还想要做卤肉，也可以让他到隔壁镇上去把肉给背回来，顺着河流往上走出7、8里路，就有一个镇场，只是路不好走。平时你们走的那条小道，走出去半里，再往上走2、3里后，翻过2座山，也有一个小镇，都可以买到肉。哪怕不去那个屠夫那里，也仍然能够买到肉做买卖。后面那些人失败了，也不再去他那里买那些了，他才会害怕，才肯签订文书。你的兄弟，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这个主意是月月你提出来的，办法自然也是月月想出来的，与为夫可没有任何关系。你不逼我做这些，我也没有想做买卖的意思，要不然当初我就自己做了。那月月想做什么？月月，不管你想做什么，等我的脚好后，我都陪你一起。行，那你可得赶紧好起来，家里家外都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呢。大白，你跑哪里去了？你这是饿了，想吃烤鱼？爱吃不吃啊？
小样，真会吃。相公，你的脚这2天不宜再动，你先自己解决了，一会儿再把身上擦洗一下。月月，你也知道我现在不方便，不如你帮我。也对，相公你现在不方便，那我就帮你吧。月月，你在玩火？火？小样，还想撩我？姐还真就不信了，还搞不定你一个古人。我给你擦洗啦，换身衣服吧。这身材还真不错啊。月月，可还满意？怎么会持续发热？相公，我给你熬了退热的药，已经不烫了，你趁热喝了再休息。也不早了，赶紧休息睡吧，我出去收拾一下就来。一早醒来，你醒了？已经不发热了。月月，这个可以教我做吗？你能做？我可以学。行，一会儿吃过早饭后我教你。给他找些事情做也好，省得他整天胡思乱想。你先洗漱，今天我做了包子，很快就能吃了。青雨，你怎么样？有没有好受些？要不要？不用了，后面你不用再过来了。可真有你的，为了媳妇儿连脸都不要了。有本事你晚上不要抱着媳妇睡，这能比吗？滚！知道了，重色忘友的家伙，有什么帮忙的只管叫我啊。哟，大勇哥来了呀！你站好，捡些包子带回去给孩子们吃。不用了，这么能吃，我发现我要养不起了。以后换我养你。哎，九月，你去做什么呀？没事，到山脚那里砍2棵树回来。那你等会儿去。大勇啊，九月去砍树，你去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她一个女人，总有太多不便。罗青兰兄弟2人驾着牛车来到，远远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等着。大哥，看到了吧？那些人都是在那里等着买肉的。那位大叔可是客满楼的掌柜，他昨天自己就买了1大碗。咱们这些估计还不够他一个人的呢。那我们快点，别让人等急了。怎么不是那对夫妻啊？各位，我们是来卖肉的。你们这肉是什么肉啊？有那对夫妻的那么好吃吗？那是当然，我们可是一个村子里出来的。你们是在等那对夫妻吧？不用等了，他们家里出了事了，以后只怕都不会再来卖肉了。小伙子，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们真的不卖肉了？哎呀，可怎么办？我家孙子就认准了他家的味道呢。我们的肉食也不比他们的差，只是闻了一下，便都摇头退后。就你们这些肉，也好意思说不比他们的差？一看他们就是没有品尝过那对夫妻做的肉，否则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哎呀，只怕那对夫妻不是出什么事，而是他们抢了肉，让别人做不了吧？真是缺德玩意儿！走吧，估计那对夫妻今天真的不会来了。骂骂咧咧的转身走人。我这个肉你们都还没有品尝，凭什么说我的不好吃啊？掌柜，你来尝尝，尝过来告诉那些土包子，我这肉的味道绝对不比他们的差。大哥，赶紧切块肉给这位掌柜尝尝。停！你们就是这样做肉食的？不是这样做，那要怎么做？先不说你这些肉的味道怎么样，你刚才赶牛车竟然手也不洗就这样抓肉，而且昨天的肉闻着就让人有食欲，你们这肉闻着都是一股怪味儿。是啊，这肉似乎都已经臭了，一股酸味呢。你们的这是什么啊？不会是猪毛都没有洗干净吧？咦，你见过猪毛那么长的吗？那是人的头发，还是女人的头发？天哪，好恶心啊！就这还来做买卖？滚回家去吧！真当我们大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恶心人的玩意儿！大家走吧，可不要吃他们的肉了，到时候吃死人了都不知道呢。可不是，兴许连屎尿都没有洗干净吧？走，浪费老子的时间。这样的肉还没有李叔做的好吃呢，还敢让你品尝，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胆子。一群不识好歹的东西，到底是谁洗的这些竟然还落了头发，回去再收拾他们。自己闻了闻，似乎味道也是不如昨晚刚做出来的香啊。这里不行，再换个地儿就行了呗。老四，现在怎么办？怕什么？那些人不识好歹，咱们换一个地方卖，先检查一遍。客官，你看这些都是经过秘制的好肉，错过了可就没有了。你这是什么肉啊？怎么卖的？鬓毛哥，你可真问对人了，我这可是经过精细秘制的肉，不贵，1斤30文。鬓毛哥，我告诉你这肉下酒最好了，不信你尝尝。刚送进嘴里，一股恶心的味道直达胃部。臭小子，你耍我呀！被他一拳头直砸中鼻梁，撞上身后的牛车。你怎么能打人？打你怎么了啊？做出这么恶心的玩意儿，还想拉着让我买？臭小子，想学别人做买卖，也得学得像模像样的啊！今天老子没出事儿，打你一顿，拿些赔偿就算了。如果再有下次，老子打断你们的腿！两人相视一眼，猛然扑过来，每人抱起一大块肉就跑。你们站住！你们滚！这样吧，现在也快中午了，今天来不及了，明天你们到附近的镇上买肉回来做。对呀，
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镇上不给我们买肉，我们可以去别的镇上买啊？我现在就去。哎，现在都快中午了，你还怎么去啊？也不急这一天了，明天再去吧。没事的，我脚程快，晌午后啊能赶到。现在不是赶集的日子，肯定还有肉，我去看看。如果等到明天再去，把肉买回来收拾加工，就要后天才能卖了。那你路上小心，早些回来。哎，我早上包的包子还有些，嫂子，你赶紧包上给他路上吃。九月，谢谢你。嗨，嫂子，你这样跟我说话就见外了啊！我出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青雨又躺在床上，要不是你跟大勇哥，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呢。九月，你是个有福气的，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了，别这么肉麻，弄得我很不习惯呢。什么是肉麻？好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啊！傍晚的时候，村里闹腾起来。怎么回事？怎么感觉像是死了人一样？嫂子，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大勇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如果天黑前赶不及回来，晚上可就危险了。你别担心，他很快就回来了。爹爹在那里呢。他不会是早已经回来了，只是跑去村子里看热闹了吧？只怕是了。九月是老罗家，老大与老四借了村长的牛车去卖肉，结果肉与车都被抢了，还被打了一顿。老罗家现在可热闹了。这回你们放心了吧？嫂子是不是也在担心，会不会也遇到那样的客人？如果我猜的不错，他们的肉不但味道不对，还有可能已经有了臭味。好了，你别瞎担心，我们卖了2天，不是没什么事吗？罗青兰兄弟2人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明天到镇上去打听，应该能知道发生些什么事情。肉都买回来了，还是赶紧去忙活吧，不然放到明天变了味儿，你们也讨不了好。九月，我把2个小猴子留你那里玩一会儿，可以吗？哎，我也跟着去捞2条鱼回来，给青雨煮点汤。你们有没有拿2条回去养着，给孩子熬鱼汤，养人？就这样。现在你相信他是个有福气的了吧？好了，赶紧的，趁天黑前把这些收拾出来。次日一早，大勇去隔壁镇上买肉了，还以为昨天没有去，今天会不好卖呢，结果还是有人在那里等着，然后很快就卖光了。果然如你所料，罗老大他们昨天带去的肉不但味道不对，而且还有头发等，被人揪了出来，据说被人打了，还被乞丐把肉那些全部抢了，连村长的牛车都被抢了。昨晚啊，估计就是在闹这个事儿。孟长庄的东家让我们每天至少给他送5斤肉，2斤骨头，我做主给他优惠了2文1斤。九月，你不会怪我吧？买卖是你们在做，你们自己拿主意就好，问我做什么？怎么能说与你无关呢？九月，我说了，这买卖也有你的一份，每天的收入除了本钱，得到的收成分你1半。嫂子，你们真的不用这样。不行，要不是你，我们哪里能有这样的收入？以前大勇上山打猎，我天天担心，每次上山几天，也不过是这1天的收入。你知道我们现在1天能赚多少钱吗？这件事情穆九月还真不知道。第1天和今天，我们出了本钱，还能剩余2两多银子。第2天那天进的多，能剩下5两多呢。这才做了3天，如果一直做下去，1个月的收入会很可观。主要是大勇不用冒险上山，我也不会再无聊，感觉自己没用了。这么多啊！这样吧，每天的收益你还是就给我抽2成就行。九月，你的到来不但是青雨的福气，也是我们一家的福气。好了，我们也都别争了，大家退一步，就抽3成，如何？这回穆九月没有再拒绝。又跑去哪里演啦？还知道回来啊？下去吃你的。大白不是一般的猫，知道，一般的猫也不会像它这样，两边眼睛不一样。接下来的几天，穆九月都是待在家里做木工，在他的巧手下，一张实木大床慢慢呈现。九月，你这手真的太巧了。青雨的脚怎么样了？你们的自己就知道了。你们放心，再养些时间就能好了。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轮椅。罗小娘子，你相公的脚怎么样了？我是来复检的。啊，原来是大夫来了呀！哎呀，要你亲自跑一趟，真是蓬荜生辉啊！快进来，相公，大夫来看你了。哎呦，青雨这是买了新床啊！也没有看到送床的车进来呀。兴许是罗大勇帮他们从镇上拉回来，再组装起来的。哎，你们看那边，还有木的碎屑的。前几天还看到他们在山脚砍树了，不会是他们自己做的吧？谁？大夫在给青雨复检呢，你们都闭嘴。大夫，我相公的脚
怎么样？啊，恢复的比想象中的好，好好养2-3个月就能下床行走了。真的，大夫？那太谢谢你了。大夫，青雨的脚真的能好？能，原本是不行的，但他运气好，前些时候有一名军中大夫刚好路过，他擅长正骨之术。罗小娘子，有没有安静些的地方？我想跟你交代一些后续的注意事项。哦，各位叔伯娘婶，今天我们还有事情，就不留大家了，都先回吧。真是个扫把星啊！前些时间刚与大勇闹出那样的事情，现在竟然又与镇上的年轻大夫搞在一起了。要我说，那样的女人就不应该留在我们村子里，弄坏我们村子的名声。哎呀，可怜青雨那个小伙子了。你们说原本多好的一个人呢？啊，摔断腿后被分家那也就算了，还给塞了一个不安分的扫把星。哼！哎呀，李氏，听说你家广豪爱往那边跑，你可要小心了，万一到时候被那个扫把星勾去了，有你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误会了什么？那个扫把星不是说男人碰了都会死？总之，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哟，一段时间不见，她现在比刚来时啊都长好了不少呢。好什么好，更像狐狸精了。罗小娘子，你那个续骨膏，我能不能跟你买个方子？价钱随便你开。相比起卖方子，我更想卖药膏。你说那个大夫是不是想跟青雨抢人？不至于吧？你傻呀！现在的9月多好，有人想抢不也正常吗？不是，娘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这心里啊七上八落的，总感觉那个大夫看9月的目光不一样。这件事我找机会提醒一下青雨。我要这个方子也不是为了赚钱，你或许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还能这样平静，全因为无数战士挡在前线。每一次战争都会有无数人重伤致残，甚至直接死亡。如果这样的续骨膏能够送达前线，至少能挽救很多人的未来。月月，方子是你祖传的东西，如果你愿意拿出来，为父为你要一个合适的价格。你觉得他的话可信吗？可，月月。好，那就按你说的，我去拿药方，你跟他谈价钱。孙大夫请坐，不知道孙大夫准备出什么样的价格？500两银子，如何？如果此药方真的用在战士身上，这个价钱倒也值得，但如果孙大夫另外用来赚钱的话，这个价格便低了些。我再加200两。啊，他刚才给价500两，可能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又多加了200两。月月觉得如何？就500两吧。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药方不假，但你们做出来的药膏却达不到我这种效果。当然，断骨续接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会长些，具体的因人而异，你看看真假。谢谢，以后如果需要特效药的，也可以来找我。不知道孙某有没有机会见见领事？不可能，家事不见陌生人。也罢，如此，不知道日后有机会可否来向小娘子讨教？当然，我啊，并非闭门造车之辈。相公，我去送大夫。大夫你慢走啊。谢谢啊，等相公好起来了，我们一定会亲自上门道谢。怎么，相公是不是看到你娘子我也很能赚钱，心里有压力了？确实，月月太能干了，现在为夫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以后相公负责在家貌美如花，娘子我啊，在外面赚钱养家，如何？谁啊？赶紧开门！小五啊，听说你去镇上看过大夫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没有？哎呀，小五啊，你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做得可漂亮了，让大嫂看看。你们来做什么？看我死了没有？怎么，老娘还不能来你这里看看你了？现在看到了，托你们的福，我暂时还死不了，你们可以走了。罗青雨，你不要忘记了，我是你娘，就算分家了，我也是你娘。你这是不忠不孝！我这副样子，娘还想要我如何孝？娘知道你现在身体不好，不方便尽孝，但娘也给你娶了媳妇了，必须要让你的媳妇为你尽孝。爹娘睡的那张床已经很破旧了，你让那个扫把星给我们做一张新的。娘，还有我们的，还有家里的桌子也破了，也该换张新的了。啊，还有老二、老三他们的，家里的家具都是时候换一批新的了。听到了吗？让那个扫把星给我们做几套全新的家具。会做这些，竟然不先想着爹娘，哼，简直不忠不孝。手中拿着一把大竹扫。扫把星，你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我可是长辈，你敢打我一下试试？长辈？你算哪门子的长辈？你是生我了还是养我了啊？一来就理所当然的要我为你们服务，你们怎么不去上天啊？扫把星，你是我们罗家买来给青羽当媳妇的，就是我们老罗家的人，你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呸！我不过是你们买来想害死相公的道具，现在见到相公没死，又想上来打秋风。我刚来就被分家出来了，对你们可没有半分感情。现在赶紧给我滚，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什么你？还不走？哼，想挨打是吧？哎呀，扫把星，你这个杀千刀的贱货，你不得好死！一个命硬专克男人的扫把星，贱货，迟早有一天将你弄到部落院去，让你被千人骑万人斩！手中的大竹扫高高举起，直接对着陈氏兜头打下。杀人了呀！我让你嘴臭，我让你骂我，我让你跑来我家撒野，我让你跑来我家偷东西。陈氏被打得哇哇直叫。那个牧师啊，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就是呀，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动手打人？我们罗坑村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你这样不孝之人。你，哈，感情事情没有落在你们头上，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我们的家事何须你们来多言？一群不知所谓的无知妇人，真有那个信心？还是回去顾好你们自己家的那些破事吧！都给我出去！我这里不欢迎你们！你泼妇！果然是扫把星，这么凶残，难怪之前的男人都被你克死了。哼，怎么，我是克死你老爹了，还是克死你男人了？要你跑到我家里来骂我？你，哎呀，我们走吧。九月，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那个，他们来做什么？能做什么？听说我做了床，来让我给他们做呗。他们的脸皮怎么能这么厚啊？哎，你们的肉卖的怎么样了？镇上的屠夫还没有找你们吗？还没有。这几天相继又有不少人尝试着想做肉，都去他那里买呢。听说屠夫自己也尝试卤肉，不少人试过后还是来买我们的。还好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真正模仿出他们这卤肉的味道来。小子，你明天中午早点回来，帮我看着点，我到镇上走一趟。哦，你让大勇哥到孟尝布庄借骡车到附近的城里去拉肉回来。要不你跟大勇哥商量一下，你们自己买辆车，一辆骡车也就7、8两银子左右吧，以后也方便得多。这会不会太快了？你想想，大勇哥每天走那么远的路去背肉，他心中赶时间，你就不怕他会不会路上出什么事啊？或者有人眼红你们赚了钱，会不会在路上给他下绊子？这有了车以后，你们每天能省下来多少时间？能轻松多少？以后你家果果要上叔叔，你用车送他去，来回路上是不是也要省事很多？可是这买卖万一被……放心吧，就算这个买卖不做了，我也可以教你们做别的，不怕不来钱。那好，我晚上跟大勇商量。哦，怎么了？我脸上脏了吗？你没有生气？你就算没有看到，也应该听到声音了吧？我把那些人都打跑了，还有什么好生气的？话说回来，我这样对你的家人，你不生气？是他们过分了，而且月月做事很有分寸，我只是心疼，我什么都帮不上，要你一个女子独自面对。行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哎呦，痛死我了！那个杀千刀的扫把星，是真的半点也不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呀！哎呦，爹，那个贱人已经踩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不能什么也不做吧？青羽是什么态度啊？他说他还死不了，让我们可以走了。就算分家了，老子也是他的老子。老大，明天你去跟他说，让那个女人做好成套送过来。如果他敢不听，我自会去找族老。罢了，还是我找族老一起过去吧。娘，还有什么事儿吗？娘，这件事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个女人才行，否则以后她更加不把你放在眼里。你还有什么办法？娘，你可不能坏了耀哥的名声，妇道人家净说些有的没的，滚回你的房里去。是啊，桂兰，再怎么说老三能上叔叔，也是我们全家人节衣缩食送他去的，他还什么好处都没有带给我们呢，却整天束缚这儿束缚那儿。你们要真是那么厉害了，那也分家出去单过呀。我倒是想看看
没有父母兄弟的帮衬，他还能不能上这个叔叔？老大，你来说说，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可以教训教训那个女人？娘，打2顿就老实了。不过，正如老三家说的，不能败坏了我们自己家的名声。我们不要自己动手，但可以找些小混混动手。这件事交给老四来做是最合适了。老四，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娘，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我保准办好。听说青雨的脚真的能好？听那个大夫的意思是能好。明天我也跟着去看看，如果青雨的脚真的在好转，我们不如把他们接回来吧。是啊，当初分他出去他就很不高兴，现在要接他回来，他肯定会同意的。人都会有归根的依赖心理，这件事情可行，回家了他自己也有面子，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啊，好，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一会儿我跟你们爹说说，陈氏，你明天带人把柴房收拾出来。娘，我们知道了。夫没教养，这么多长辈竟然连声招呼也不打。小雨，你的伤如何了？我们来看看你。想不到你就算躺在床上也能赚些零头，手倒是比那些媳妇们的更巧了。谁都可以说这种话，唯有你们，我的好哥哥们，你们最没有资格说这种话。牧师，你给2位族老与村长送完水进来，再送2张凳子进来。小雨，你这是什么意思？没看到爹也在这里吗？看到了，可是当初分家总共也才给我分了这么几个破碗，自然是要先照顾着长辈了。爹，你说呢？不知道爹今天请来村长与族老又是所为何事？小雨，听说有大夫帮你的双脚做了正骨之术，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说呀？大家都是兄弟，我们肯定是要来帮忙照看你的呀。小雨，二哥知道你对于这次分家心里多有怨气，二哥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劝爹娘，爹娘现在已经松口了。我们今天来是想接你回家休养的。小雨，爹娘老了，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希望能儿孙环绕膝下，安享晚年。你从小最是孝顺，定然不会逆了爹娘的意思，对吧？当然，牧师是你的媳妇，自然也是一起搬回去。既然当初已经把我分出来了，我现在在这里也能活，就不必搬来搬去的麻烦了。小雨，你可要想好了再说。分都分出来了，还回去做什么？逆子，这就是你的态度？对，老五啊，有话好好说嘛，青雨还病着呢。这样的逆子，老子直接打死他算了。王大，小雨啊，你可是已经想好了？青雨啊，我们知道你心中有怨，但你想想啊，这段时间都是牧师自己忙进忙出的照顾你，你也要为他想想吧。七爷爷、九爷爷，二伯，青雨心中不敢有怨，只是你们知道的，当初我摔断腿的时候，爹娘要把我给分出来，那时候我伤得多重啊！你们能体会我当时的那种绝望的心情吗？我当时是真的想一死了之，如果不是牧师，这世上也不会再有我这个人了。七爷爷，我是一个人，不是一块木头。早在当初分家的时候，我就当自己已经死在外面了。爹娘再不是，那也是生你养你这么大呀，世上哪有做子女的言爹娘的过错？你这样说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三回来了，是罗青耀回来了。哟，这位就是五弟妹吧？果然长相不俗啊！嘿呀，难怪能将五弟迷得神魂颠倒的。你谁啊？长着人脸却说着鬼话，哪家鬼店的门没有关好，让你跑出来祸害人家？你什么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该不会是被我迷住了吧？那你可要小心喽，靠近我的男人，最后可都捞不到好，小心你今天上茅坑吊里面死了。哼，无知妇人。小耀回来了。小雨啊，三哥这段时间呢学业繁重，也没有时间回来好好的看看你，是三哥的不对。爹娘当初要求分家，那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嘛。你说我们当儿女的要体谅爹娘的不容易呀。听话啊，不要因为一个女人而跟爹娘闹脾气了。一会儿啊就搬回去啊。三哥从大勇那里割了些肉回来，晚上咱们兄弟陪爹娘好好的吃一顿饭，一切就都过去了嘛，是不是？好啊，贱人！我就说我家小雨当初那么听话的一个孩子，为什么现在却敢忤逆爹娘了？原来真的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贱人说谁呢？
贱人说你，我告诉你贱人，今天当着村长与族老的面，娘，你闭嘴。果然不愧是上了2天叔叔的读书人，这反应可比你这老娘快多了。既然三哥都这样说了，那就办吧。不过牧师不会跟我搬回去，当初我与他达成了协议，他找人帮我治脚，我还他自由。在他为我找到大夫正骨的时候，我便已经把卖身契还给了他。他现在也不过是看我可怜，留在这里照顾我。既然爹娘要把我接回去，那他也会离开这里，自此之后与我再无关系。对了，大夫说了，我这腿至少还需要休养2-3年，我还担心他离开之后我只能自生自灭了呢。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了。你说什么？你把那个贱人的卖身契还给他了？这个男人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娘，如果我不与他交易，谁给我找大夫做正骨之术？你们吗？而且他一个专门克男人的扫把星，我不把卖身契还给他，难道娘真的想看着他把我克死？这件事情啊，青羽做的没有错。二哥、三哥，你们还待着做什么？不是说要我搬回去吗？赶紧帮我收拾东西啊！放心，牧师说了，这张床与桌子送给我了，家里我原来睡的那张床，你们谁要可以搬去。怎么，刚才不是说要让我搬回去的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三哥，村长与族老都还在这里看着呢，你刚刚说完的话不会这么快就不记得了吧？你可是童生啊，今年秋要入场考秀才了吧？早知道如此的话，他就不会来趟这趟浑水了。小雨，你真的把他的卖身契还给他了？他如约为我找了大夫治腿，我也不好再一直扣着他的卖身契，对吧？毕竟我还要顾及三哥的名声。不是，我是亲眼看着他撕了卖身契的，而且我们一直没有同房，所以他早已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是看我可怜，在这里暂时照顾我罢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不跟爹娘商量就做主了呢？爹娘当初分家时那样，我以为爹娘都不要我了，而且这么久了也没有人关心过我的死活。你怎么跟三哥说话的啊？爹娘怎么会不要你呢？他们只是想考验你才会那样做的吗？这样，三哥，对不起啊，刚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这里跟你道歉。原来爹娘是要考验我，既然你们现在都来了，是不是代表考验期已经过去了？那就帮我收拾一下，把我抬回去吧。牧师正好说下午要去镇上，想来他也不会再回来了，不然晚上我可能要饿死了。你这个逆子啊，就算是死在外面也别再想回家。哎呀，小雨啊，你也太不懂事了，你看将爹气的。罢了，爹都那样说了，你就暂时先别搬回去了吧，免得把爹气出病来。娘，你不会抛下小雨的，对不对？以前你是最宠小雨的了，对吧？你好好养伤，娘改天再来看你。七爷爷、九爷爷、二伯，让你们看笑话了。你好好养伤啊，有什么事去找你二伯。错了呀！两位爷爷，外面天气热，还是先喝碗水再走吧。这水竟然比他们自家的水甘甜清凉。好好照顾青雨啊！好了，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相哥，我下午上街之后可以不用回来了，是吧？月月，我不这样说，我爹娘他们能放过我们吗？哼，算你识相。婶婶，我们想和果果一起玩，可以吗？等下午他的爹娘回来了，你们再去他家找他玩。月月，婶婶，叔叔找你。是吗？叔叔找我什么事啊？果果不知道，叔叔不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啊，这话不是应该我问你吗？外面一直没有你的声音，我以为你怎么了？果果，出去陪妹妹玩。罗青雨，今天你家人丢了这么大的面子，你说他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动作？这个男人腹黑着呢，你猜他们什么时候会有动作？只怕他们会对你下手，但他们应该不会亲自动手，很可能会找别人。这样的事情只怕会让老四来做，他经常往镇上跑，认识一些小混混。你现在极少出门，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那就只有晚上了。下午我会让大勇在后院布下几个陷阱，那些人不来还好，一旦来了，定然让他们付出代价。相公，可以呀！想不到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保持人间清醒，不错啊。想要算计他，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月月，对不起，让你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些，是我太没用了。我去后院再看看。妈的，到底谁是男人谁是女人呢？为什么他变得越来越娇弱，还会撒娇卖可怜，而他却总想着安慰他宠着他，真是见鬼了。九月，我回来了。看你这么高兴，莫非这么早就把肉都卖光了？九月，你还真的猜对了，屠夫真的熬不住了。他今天早上来找了大勇，要大勇去他那里买肉。按你说的，大勇跟他约定好价钱和规矩，到时候签了文书后再去衙门盖章。这事儿能这么顺利，孟长庄的东家可是帮了忙的。他在衙门有认识的人，屠夫似乎也怕他，这事儿就成了。不过这是屠夫一家的肉，只怕不够了。怎么来了大客户了？一家客满楼，那家掌柜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这些日子啊，只要我们去卖，他就一定会买，而且每次都很大的量。不过另外一家酒楼找到大勇想要买方子，大勇不肯，他们似乎很生气。月月，还不赶紧去？怎么了？我与嫂子正聊着天呢。你过来。干嘛？坐下来，我和你说说话。嫂子还在外面呢。我知道，我就是有些想法想跟你聊聊，看看对你们会不会有些帮助。你说这个卤肉的方子你应该不准备卖吧？就算卖了，他们也做不出这个味儿来。既然如此，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让大勇尽量能与衙门达成合作，每天给衙门送上一定量的肉，哪怕便宜些也可以。这样等那些人闹上门来的时候，大勇背后也算是有些依靠。再者就是明药局的那位大夫，让大勇与他也打好关系，真要是有人下绊子，他或许也能帮上忙。哎呦，大勇哥那就是一个乡下汉子，他要如何与衙门达成合作？只怕他还没有进去就被赶出来了吧。这件事儿当然还要我聪明能干的娘子出马了。你那个穆姐姐只怕是来历不简单。你也看出那个女人不简单了？相公，我怎么感觉最不简单的那个人是你吧？你相公再不简单，也是你相公。这颗心此生只为你一人而跳动。你瞎说什么呀？我去跟嫂子说。大勇哥还在镇上吧？在的。你说让他去孟长庄借车，我让他把事情忙完了就过去。听说老罗家的人又来闹事儿了。想让相公与我搬回去住。那你们怎么想的？嫂子，在你的眼里，九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九月自然是这个世界上顶好的女子。月月，你今天只需要带些出去，跟东家商量好价钱就好，其余的可以让大勇他们明天顺便捎带出去。这些是不花不重。哟，好稀客，渴了吧？来，喝点水，这里有些水果尝尝。还想着等赶集后再去看你呢，你就来了。怎么样，你相公的脚恢复的如何？挺好的。你这边赶得如何了？可有准备好了？差不多了，你过来看看。10天时间，你竟然已经做出这么多了？这里只是一小部分，姐姐可是请了20多名绣娘赶工的呢。怎么样，可还行？漂亮。月妹妹，这3身是我让人按照你的尺寸做出来的，你试试看。这怎么还给我做上了？你知道的，我在乡下穿不上这些的。别跟姐姐客气，干活的时候不穿，但像这样逛街的时候可以穿呀。总穿着这些土里土气的衣裤，平白把好好的容颜埋没了。你说你在乡下每天里忙活，可你这肌肤比闺阁里的大小姐都还要好，你都是怎么保养的？姐姐，这个你暂时先别管了，这次妹妹可是给你带来了好东西。不花，月妹妹，你的心思可真灵活，这手也太巧了。这个莫非是蔷薇花？蔷薇花中的一种，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玫瑰花，怎么样？漂亮吗？姐姐，那些布花一会儿再看，我给你带了2身内衣，你来试试是否合适。这是穿的？嘿嘿，姐姐来试试。月妹妹，姐姐啊，你还害羞啦？你看我这可比你们那肚兜好多了。你别看不少，却将该挡的都挡住了。而且这一法能把你的这儿托起来，避免日后垂落影响美感，也更好的保护了我们。保管啊，姐夫看了以后对你更加疼宠。你这丫头，我管你没有与你相公同房，这些话你是怎么说出来的？就这样张嘴就说出来了呀。姐姐，这可是我为你专门做的，你当真不要？这也是穿的？嘿嘿，这个可比你们的包裤舒服，姐姐敢不敢试试？姐姐，这个穿在里面，除了你相公，
外人可看不出来，怕什么？真不想要变美？你想想，再过10几20年，你这垂落萎缩多难看啊！是就是，姐姐还怕你不成？这个要怎么穿？月妹妹，你来哟，姐姐，你这本钱丰厚啊！这个要怎么弄？我绑不起来。哎呦，姐姐啊，妹妹看着都好打呀你！以后让你相公好好帮你滋养，你的可要比姐姐的本钱好多了。姐姐，这个可是一套的哦，保管姐夫今晚逃不掉。姐姐，你看看这些布花呢，可以搭配不同的颜色，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花做成花束，想来那些夫人小姐们会感兴趣的。姐，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说，你还有什么好东西没有拿出来？姐姐，你确定现在还想要？你让我先缓缓。好，你先把这些内衣裤做出来，可以先从你身边的女性推起，等大家接受了，我再给你出别的主意。月底后结账了，我再去找你。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做出来的？错，这些啊都是我相公一个人做出来的。他现在脚受伤，躺在床上也没事可做，就教他做这些，也算是解解闷儿。可真有你的！聊完这些，孟红长才提起卤肉的事情，表达了想让罗大勇与衙门达到合作的意愿。月妹妹，这事儿你放心，包在姐姐身上。据我所知，衙门的人经常也会前往买卤肉，只是县令大人叮嘱他们不得泄露身份，怕给那汉子压力。那成啊，那这件事我就拜托给姐姐啦。我还有些事就先走了，有时间再来看你啊。你这么快又要走了呀？我们姐妹还没有吃过一顿饭呢，晚点儿姐姐请你去客满楼吃饭如何？客满楼？下次吧，我今天还要赶回去呢。这个肉我是怎么吃也吃不腻。表哥，你也调不出这个味道吗？沈飞灵一边吃一边问。唉，明明里面的那几种药味我已经配出来了，但比例却怎么也弄不合适，以至于做出来的口感总觉得差了不少。哎，要不我们把那个乡下汉子抓来，逼问配方？如果你不想被抓回去关禁闭，就做吧，到时候可别求我帮你说情。哎呀，表哥，我就是说说嘛，又不会真的那样做。但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把这爵位带回京城，就做不到了。这件事急不来，我没办法，但或许这位罗小娘子有办法，她的医术更在我之上。表哥，你逗我玩的吧？有人的医术更在你之上啊！你们先吃饭吧，我不急的。罗小娘子应该还没有吃吧？过来一起吃些吧。不必了，我从家里吃过后才出来的。表哥，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长得还真是不赖。菲林，休要胡说！罗小娘子已经成亲，夫家姓罗啊。罗小娘子，还望不要介意。我表妹自小被惯坏了，说话有些不知道收敛，我代她向你道歉。罗小娘子，最近镇上出了一道肉食，不知道你尝过没有？尝过的，味道一绝。那小娘子可能品出其中的配方。这位是？我叫沈飞灵，是我表哥的表妹。哈，你们想研究这个配方，是抢大勇哥的买卖？罗小娘子，这份配方不会是你弄出来的吧？这位姐姐，这个肉的配方真的是你弄出来的？哎呀，姐姐你放心，我们不跟他抢买卖，我们是想送到其余地方卖，而且我保证，哪怕是这边客满楼的货，也仍然由你那个哥哥来供给，我们不抢这边的市场份额。好姐姐，你就把方子卖给我吧，求你了好不好嘛？你是客满楼的东家？我是东家的女儿，但这里的客满楼是我娘交给我打理的。姐姐，你就把方子卖给我嘛，我保证给的价钱能让你满意。你想不想减肥？姐姐，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你想不想减肥啊？哎，我可以帮你。我不要喝苦药，不要减吃禁吃，不要剧烈运动。哼，这丫头全占了，难怪看着年龄不大，这吨位已经差不多200斤了吧？那这样说来，那你还是保留这副身材吧。不过我目测你这样下去，再过2年，你连走路都会困难了。别呀，姐姐，你的药真的管用？哎，掌柜，我这次带了这些药材来，你看看，给估个价。姐姐，你就把方子卖给我好不好嘛？姐姐，你说要怎么样才能卖方子？姐姐，你真的会减肥的办法？这个真是你表妹？罗小娘子，
其实做买卖本来就是双赢的局面。子家国很大，你这肉食可以走出更远的地方。对对，姐姐，这和平镇甚至是德云城的市场，我都可以不要，我只做外面的，绝对不会跟你们抢买卖。你们想要做这个买卖也不是不行，不过需要换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呢，我不卖方子，但我可以卖卤水给你们。每个月呢，你们要派人来找我拿一次卤水。卤水什么意思啊？卤水是我自己给肉食起的一个名字，叫卤肉，是在料汁里煮出来的，关键就在那些料汁里。好，这个卤汁你要怎么卖？卤汁呢，只收第一次的银两，我为你们配出一家店的卤汁，你们一次性支付我50两银子，后续的续结不再收银两，但后面的卖肉收入我要抽取1成。啥？你说什么？你不要太过分了！我们小姐给你买配方，已经是给足你面子了。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知道我们客满楼有多少分店，一天要卖出多少肉吗？你要抽1成，你怎么不去上天啊？哼，真是不知死活！喂，碧玉，你说话太过分了。小姐，是她自己不识好歹，竟然想要抽成。她知道我们客满楼多大吗？虽然只是1成，但这1成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天价了。你闭嘴！表哥，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做成这笔买卖，也不会有那1成的收益。表哥，那我要怎么办？这件事不是小事，你自己考虑清楚，或者与你娘、你姐他们商量后再做决定。这位大哥，你的这些植物准备怎么卖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要买？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想买回去试试。看这些好像都没有见过呀。这些都是海外运过来的，你没有见过也不奇怪。你真的要买？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想买几盆试试。你要哪些？要多少？这3种我看着很特别，如果合适，我就都要了。娘子，这些盆植每盆至少也要10两银子一盆，那还是因为现在这个样子，不然更贵。哦，原来这么贵啊！那算了吧，兴许山里也有这些品种呢，我在新山找找。喂，小贱人，你以为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刚才已经问了价了，就必须把这些植物都买走。哼，想强买强卖啊！姑奶奶开始打架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贱人，贱人，你赶紧放开我，否则有你好看的。哦，是吗？我倒想看看你要我怎么好看，也不看看姑奶奶是谁。这方圆10里8乡，谁没有听说过姑奶奶的名字？你倒是长了狗胆，讹人讹到姑奶奶头上来了。痛！怎么？还要姑奶奶买你的盆栽吗？还要10两银子一盆吗？不干了，不干了，再也不干了。下次看到姑奶奶，最好肉一点。你说，你这些盆栽准备怎么卖？让你偷袭我！姑奶奶，姑奶奶，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干了。哼，姑奶奶，你要的话，我送你好了。你卖给他是多少钱？你直接说，姑奶奶我不欺负人。他给我100文一盆。你一般多久送来一次？还有没有其余不同的品种？我离得远，住在海边，至少20天才能来回一趟。也就是说，你下次来也要20天后了。大哥，饿了吧？先吃点东西吧。你想干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想让你如果再发现这种特别的海外植物的时候，能不能给我送来？我多出些钱也没事的。如果你能够带些海特产过来，我也会养。真的？可是我要去哪里找你啊？你所谓的海特产是指什么？你都说差不多20天左右能来一趟是吧？我差不多的时候就到街上来转转，如果你有合适的，就到对面那条街道，看到吧？在那条巷子附近等我，或者我会在那里等你1个时辰。我家里还有一些海外来的植物，却不一样。当时那个番人说能在土下结果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便没有带过来。如果你要的话，我快赶回去再过来，约莫14、15天就能来了。好啊，我要，你给我送来。有什么海产能不能送来？那个海藻、海带之类的，给我带些过来，到时我一起给你算钱。好了，哎，你把这个收下，到10几天之后，我尽量每天都来转转。如果你来没有找到我，你就到罗坑村去找我。哟，小娘子来了。小娘子，我告诉你啊，上次你那个铁条呀可好卖了，共卖了26把嘞。这里头都是分给你的。啊，叔，你怎么还记着呢？我都忘记了。哎呀，忘啥忘？如果不是你的图纸呀，我也赚不到这个钱呢。那行，那叔这些我就收下了啊。图纸我卖给你了。成。以后你要买什么呀？
叔算你便宜些啊！哎，叔，你这里有没有那种钳子？是这个吧？叔，你这样头部呢再小点，可以打造成尖嘴或者平嘴。这里面打磨线防滑的。对了，叔，如果有时间，你还可以多打几把先放着，兴许后面便会有人来问了。成，你明天过来拿。我明天可能没有时间。我让我邻家大哥来帮我拿，就是之前陪我一起来过那个。我夫家姓罗，平时人称罗小娘子，到时你就给他就行了。成啊，这个铁钳算叔送你的。不行，你不收钱我就不要了。哎呀，要是我那个闺女有她这么懂事，多好呀！婶婶回来啦！好啦，婶婶回来了啊，你们也回去吧。婶，丫丫，你什么时候会说话了？来，再叫一声婶来听听。婶，丫丫，你什么时候会说话了？快叫哥哥！之前他一直都没有说话吗？没有。婶，哥哥，婶，娘，叫娘。婶，好了，不急啊，以后啊，慢慢就都能说了。先回去吧，一会儿天就要黑了。婶，再见。婶，我回来啦，你再等等，我去做饭。就是这样平淡的打声招呼，他觉得也是一种幸福。这莫非就是恋爱的感觉？哎呀，他都在想什么呀？竟然是要下雨了吗？月月，怎么了吗？没事，晚上可能会下雨，我把这些柴收拾一下。也不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吧？不对，连雷声都没有。好吧，我收回我刚才的话，赶紧吃饭吧，都凉了。脑海里诡异的闪烁着一些特殊的画面。月月，你怎么了？月月，不怕，我在。竟然怕雷！月月，我刚才那雷太吓人了。月月，下雨了就知道回来了，赶紧去休息吧。怎么还不睡觉？月月，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洗头了？坐过来，我帮你把头发擦擦。月月，乖，过来。今天晚上下雨很凉，你头发不快点擦干，会容易头痛的。月月，不怕，我在。这一刻，他发现自己沉沦了。罢了，也不是没有一起睡过，就睡吧。月月，我没事。月月我真的没事，睡吧。月月，如果有事儿，不要瞒着我，好吗？待我腿好了，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陆金宇，你不会也是穿的吧？穿什么？没什么，睡吧。行了。我去看看嫂子他们。嫂子，有没有要帮忙的？九月起来了，没什么事儿了，就是2个孩子，要麻烦你了。我还留了肉，你切个青鱼吃，也补补身子。行，我知道了。昨夜下了一夜的暴雨，只怕路不好走，你们慢点啊。对了，大勇哥，你们卖完肉后，转到铁匠铺那边，帮我带把钳子回来。我昨天跟师傅说好了的，你去到就说是罗小娘子让你去的就行，钱我已经给了的。好。婶，这丫头，第一个叫的竟然不是爹娘，而是婶。谁让你以前不多给他买好吃的？婶，好了，下雨路滑，你们慢点啊。婶婶，这是什么呀？这个叫饺子，一会儿果果要多吃几个，知道了吗？婶婶做的东西都很好吃。好了，可以吃了。叔叔妹妹，婶婶说是饺子，很好吃的，我们开始吃吧。还有些烫，慢点吃，还有呢啊。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上次上街的时候从一个老爷子手里换来的，说是什么海外神物，这不还结了果子，你试试。赶紧喝点汤，辣的感觉被放大了1倍不止。月月还辣。婶，婶，这是让叔叔帮我尝新品种的。没事，赶紧吃吧。怎么饺子不合你的口味？那我一会儿再给你煮些粥。月月，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赶紧吃，孩子们还在看着呢。赶紧吃饺子，能吃的婶婶肯定会给你们吃的，但这个小孩子不能吃，会咬肚子的。对了，大勇哥，钳子拿回来了吧？从空间里捞了一盘螺丝带出来，开始剪钳尾部。婶，晚上莫九月熬了清粥，之前腌制的塔儿菜已经可以下饭了，再炒个香辣田螺。果果，带妹妹出去。婶，好香。好了，
先带妹妹出去啊，这个也不适合你们小孩子吃。婶婶一会儿给你们另做好吃的。青雨，你现在做这些小娘们儿的事情，倒是越来越熟练了。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女工做的比别的女人更好。有事说事儿。哎，你那娘们儿又在弄什么好吃的？这香味儿，我肚子里的馋虫都开始闹了。闹死你得了。你的脚怎么样了？真的能好？快了，那就好。以后你打算做什么？还是上山打猎，还是做买卖？月月似乎很想上山采药，我自然要陪她一起。放心吧，现在有了她，我会更小心的。啊，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记住啊，别给孩子们吃这个，这个才是给孩子们吃的。这个能吃？你也可以不吃。要，谢谢。怎么，你也不吃这个？怎么会？我娘子弄出来的，就算是毒药，我都要吃。毒药，我才舍不得给你吃呢。我就知道月月对我最好了。我是怕你浪费了我的毒药。月月，罗青雨，你哪来的这个定情信物？好啊。你在想什么？这是我从那些碎布里挑了块最大的做成的。你缝的？哦，原来相公这么能干啊！刚好上次木姐姐送的布料还在我那里放着，不如交给相公变成衣服，给月月缝小兜。罗青雨，你明天把布送过来，我先看看。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这个你要不要搞起来？味道真香。哎，你也这么觉得是不是？我想明天早起炒一些出来，让大勇哥带到镇上试试。如果可行，我就去村里收那些田螺过来。可以试试。有什么我能做的吗？哎，还真有。你赶紧吃完，我叫你做。今晚给我做出来才能睡。这个菜也好吃，脆辣爽口。上次去挑水的时候在那边看到，就顺便挖了些回来。这个就是早上你给我吃的那个。怎么样？是不是特别香？辣。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辣椒。好听。怎么舍得回来了？你倒是潇洒，把我这里当成客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给你留着呢。等到的收拾好了，又洗了个澡。你竟然已经夹好了，好快啊！你先解手，我一会儿弄些水过来，帮你把身上擦洗一下。把田螺搬进灶房，换了干净的水后，你自己擦洗浑身衣服，你身上这身都臭了。月月，你说帮我擦洗的。罗青雨，你伤的是脚不是手，而且你的脚现在也不是那么痛了，少一天天的在我面前装。早些睡觉啊，不要费那么多油，要养不起你了。月月，闭嘴，赶紧睡。看来这个练气是个好事。嫂子，你们等等啊，我这个马上好了。今天啊，你们带到镇上试试看。九月，你说把这个也带去卖？是啊，你们昨晚吃着感觉怎么样？好吃，好吃就对了。哎，你想想，这些要不了几个钱，如果能卖出去，可也是钱呢。九月，你的主意可真多。那这个用碗盛，1碗15文。最好呢是让顾客自己拿碗来装，盛些汤汁一起，味道会更好。如果想更美味些，可以自己再加热。啊，这个也要15文一碗，这会不会太贵了？值这个价，你可以让他们先试吃1、2个嘛。如果有酒楼想问这个买卖，直接让他们来找我就好了。对了，嫂子，如果看到街上有人卖书类，看到质量好的就给我带些回来，多少都没有问题。九月，你要什么颜色的？豆类都可以啊，有什么样的就要什么样的。行。这是什么呀？昨晚的炒罗龟子？对，九月说带去试卖。好了，我们走吧。婶婶，那里有个叔叔一直在看你。叔叔，刚才外面有个坏人一直在看婶婶。果果，叔叔，怎么了？你去叫婶婶回来，叔叔有事情要说。好，婶婶，叔叔叫你了。啊，知道了。怎么了？月月，你会不会做弓箭？要那个做什么？果果说看到外面有个男人，只怕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啦，只要他敢来，我定然让他竖着来，横着出去。月月，杀人是要偿命的，不知道？谁说我要杀人了？我可没有那样的胆子。九月，我告诉你，那个田螺也卖光了。哟，这是买新车了？现在每天的量有些大，我与大勇去买了骡车，然后他去买肉了。九月，这是帮你买的黄豆与黑豆，还有花生、绿豆。哎，对了，这里有些红豆和大扁豆，不知道你要不要？哦，没事，都可以。嫂子，这些多少钱？这个值不了几个钱，都是1文1斤，嫂子送你了。嫂子，这俗话说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这怎么能送？而且我后面还会一直都要的，你能送多少啊？啊，有这样的古话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哎，你别岔开话题。
赶紧说多少钱？这些一共是22文，大勇那里还有些，一共是58文。9月，你是一个女人，不要那么凶嘛。又凶不到你家去，你怕什么？你不用给我拿钱，卖田螺的钱还没有给你呢，买书类的钱就是从这里面拿的，剩下的都在这里了，还有100多文。也好，谢谢嫂子。9月，你要这些是要做什么呀？以后你就知道啦。嫂子，你知道哪里有石磨卖吗？石磨？村长家里就有石磨，村里人要磨什么都是去他家，你问这个做什么？我想自己买一个，把这个豆磨成浆，这些暂时不管了，咱们中午吃面，吃完后你陪我一起去收田螺。宋氏、穆氏，你们俩人跑到这边来做什么？兰婶儿，你们这禾苗长得好呀。好什么好，这些罗龟子都烦死人了，你看那边一片都被咬了，这不捡都捡不完。婶子，你把这些罗龟子捡起来给我，我给你付钱。这种小篮子一篮2文钱，可愿意？你此话当真？当然，我就在这里，你捡一篮子我就付你2文钱。我们捡了有，你看看，你等等啊，我们再去捡。牧师，我这边也有，你还要不要？要的，我都要。你们有的都可以卖给我，一篮子2文钱啊。当然了，踩死了的我可不要了，只要刚捡起来还没死的，清洗了送到我家去。叔婶们，如果你们能抓到泥篓子、皮那些，我也是收的。牧师那个要怎么卖呀？1文钱10条，都送我家去。要活的，来多少我要多少。好嘞。牧师，你还要收罗龟子吗？要的。那个，我们的田离得远，刚才听到村民们说，所以就送来了。没事，我都要的。哎，不知道这位嫂子怎么称呼啊？如果你有时间，能不能帮忙清洗这些罗龟子？我给你付钱。我姓程，牧师，这个要怎么洗？就这样啊，那用力搓洗啊。清洗几次才行？婶婶，我也可以帮忙做的。好，你也帮婶婶洗啊，做得好啊，婶婶也给你拿钱。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哎，你们是什么关系啊？这是我闺女，叫枝花，我们住在南边沟里的山脚那边，你不认识我们不奇怪。我去帮你挑水。相公，我想打1口井。好，你让大勇找人来做，我这里拿银子。打1口井要多少钱啊？看打多深出水吧，普通的井约莫700至800文，如果加舀井也是900文差不多了。哦，好的。这个工钱要怎么算啊？乡下人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一名成年男人在外面干1天的活，最多也就是18文到20文一天，女人的话更廉价，一般只能在镇上接些缝补和浆洗的活，一天好像也就7、8文吧。你劳动力这么不值钱啊？只要是值钱的活，一般不会要女人做。当然，也不是说女人就赚不到钱，像那些绣娘等，她们的收入就很可观。这里也不会排斥女人抛头露面做买卖，但真正去做了，却是诸多麻烦。明白了。娘子，你过去看看她在忙活什么。那行，你接着看火啊。牧师，我这没有做多久呢。拿着吧，后面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过来帮忙，1天10文钱。谢谢。这村里有没有人烧瓷的？村里没有，要隔壁村才有。你想要弄什么样的瓷缸？你倒是知道我要瓷缸了。哎，那要在哪里才能买到石磨啊？大勇不是买了骡车吗？你明天用板车把我带上，我带你去买。哦，感情是想让我带你出去游荡啊？奶，月月说这话可就不对了。我怎么是去游荡呢？为夫是陪你出去忙活。嘴巴倒是会说话。给你吃饭吧。你自己推着青雨，不会有事吧？放心，不会有事的。那行，你自己要小心啊。次日一早，相公准备好了没有啊？我来抱你了。辛苦月月了。罗青雨，你现在可是半点脸面都不要了。这个男人现在的脸皮越来越厚，可不好调戏了。男人已经先将双手搂上她的脖子，头也往她靠近了些，一副柔弱的样子。这画面太美。月月，小心了。月月，你没事吧？我去收拾一下。尼玛，这差点流鼻血了，真是见鬼了。月月，这上面有遮阳的，我不用，往小路这边走。牧师啊，你这是干嘛呀？我有些事情要带相公出去半天，你们家罗龟子洗掉泥浆后，下午再送去给我。风大哥，我们想来买几个瓷缸，不知道可否方便？进来吧。你是罗坑村的那个？正是我，风大哥，又见面了。你小子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说来话长，我们想来买2个瓷缸。想要什么样的？只管看就行。
这位小妹，你想要买什么样的瓷缸啊？疯了，刚才在外面听村民们说，你们准备要离开这里。是有这个想法。小娘子，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怎么都没有合适的吗？疯了，你们要离开，这些东西应该不好处置吧？小娘子呀，可是有什么主意啊？你这些东西我都要了，不过呢，我需要你分批次悄悄送到我家。这真是你娘子。疯了，我娘子的意思也正是我的意思。银钱的事情你们不必担心，一分也不会少你们的。既然罗公子这样说了，伯等自然会让你们满意。我这里大大小小共有58件，罗小娘子真的全部都要啊？还有后面你们的那个石墨只怕你们也不会用了，不如也一起卖给我，如何？你们可是还要忙别的事情，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还真是，我们想要打一口井，不知道你们可有认识的人？有啊，我大哥就会打井，就是我们没有打井的工具，还需要2-3天的时间准备，不知道你们可能等等。既然如此，那就拜托你们了。外面路边有3口野水塘，你们知道吧？那水塘的野草下长着一串串的像牛角一样的水粒，你们呢可以收些回来煮熟了，也能当粮，对身体有益。这另外那水塘里的什么罗龟子、水蛭、泥鳅、鱼虾等，如果你们能抓捕，也可以都送到我那边去，我都收的。那位小娘子可真是我们家的贵人呐。他刚才说要收罗龟子、水蛭那些，是吧？图图、袁心，走，我们去捡罗龟子。爹娘，我们也去帮忙。他刚才说水蛭那些也要，水蛭喜欢血肉老大呀，你去找你朋友的时候顺便买一块肉回来，傍晚我们去抓水蛭。青鱼也出去了呀，瞧好些了吧？牧师，这个罗龟子你还要的吧？你们把罗龟子表面的泥浆清洗了再送来。婶婶，你这里需要人帮忙吗？我能做很多活的，给我吃2个馒头就行。罗小娘子，你们这房子也太破了，需要收拾修缮吧？我们也可以做的。好，工钱人数那些我让我相公给你量。好嘞。你还这么小，能背起1篓这个吗？可以。相公，我到河边去洗罗龟子，如果有村民送来，你直接让他们送到河边给我。放心，你呀帮我干1天活，我管你吃1顿饭，还给你算工钱。这工钱多少呢？就看你的表现啊。谢谢。哎呀，牧师啊，你这是送到河边去清洗。好，牧师啊，他是谁呀？看着面生着呢。青雨朋友的侄儿，欠我自己忙不过来，快来帮忙2天。朱花，你也这么早捡到了？来，背下了我看看。婶，你还要人洗这个吗？你能来帮忙正好，今天这是大白天，我招待你们吃1顿，钱照付，开始吧。谢谢婶婶。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别碰我，身上还有腥臭呢。你把我弄出去，我也能帮忙看看。轮椅还没有坐好呢，你在床上好好躺着就是帮忙了。对了，你是不是与风清扬说好了修土墙的事情了？现在这个样子不安全。他们烧瓷的，想来肯定会有很多废弃的碎瓷。你问问他，弄下来，然后一头弄成尖锐，倒插在墙上。还是月月的脑子好用。这事就交给你了，我先去忙了。婶，这个你要不要啊？竟然是大半桶小虾和一些小鱼仔、小螃蟹等。要，这些我给你们5文钱，一共是10文。芝花、梦然，天快黑了，你们先回去吧。婶，我还能洗的。让你们先回去，你们就先回去啊，赶紧的。芝花，你赶紧回去，晚了你娘他们会担心你的。婶婶，明天还要人吗？要的。谢谢婶婶。你叔应该来了，你去跟他一起回去。婶婶，我明天能不能还过来？其实你也去捡罗龟子或者捉鱼虾，不是能得到更多吗？我们家里干活的人多。成，那你明天再过来。你把米淘好，让我去烧火好不好？相公，你说你出来帮忙，万一又不小心弄伤了自己，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我就是帮忙看火，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让果果烧火。9月，这弄得会不会太多了？不急，这些能养，慢慢来。月月，你辛苦了，多吃些。吃过饭后，还是将东西送进空间里。忙完这些后，他才开始练气。另一边，今天来的那位罗小娘子你有注意看过吗？好啊，你个糟老头，竟然还盯着别人的媳妇看，你找死！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面相似乎有些熟悉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你的意思
莫非是他是从京中出来的？这事你给我烂在肚子里哦。我也不确定，只是看着熟悉，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呀。哎呀，今天我去打听过，那个女娃的名声并不好，是被买过来硬塞给罗公子的。你的意思，莫非是？我什么也没说，就想着一把年纪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走了。走之前呢，想再回去看看。你若真要去，让老大陪你去。哎，不妥，老大要去帮他们打井，老三现在去那边谋了个活儿，我让老二陪我走一趟吧，也有可能万劫不复啊。睡吧，天刚蒙蒙亮。嫂子，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啊？是不是我们把你吵醒了？嗨，没事，我也是时候起来了。你们先进来吧。月月，你干嘛？外人在呢。月月，你去叫大勇过来帮忙搬石墨。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不要动手。月月，正因为有外人在，你一个女人不好太过表现，明白吗？我去叫大勇哥来帮忙。他说的也有道理。范大哥，你稍等啊，我叫隔壁大勇哥过来帮忙。罗小娘子，这是你昨天说的那个水塘里扯起来的东西，我们吃过了，真的好吃，给你带来一些，还望你不要嫌弃。将菱角拿出来，穆九爷笑笑道谢。嫂子，你们也还没有吃早餐吧？我们不饿的，我去割茅草。婶子，我来帮你磨吧。那位罗小娘子做的什么吃的？好香啊！香兰，对不起，是我没用，害你跟着我受苦了。相公，你瞎说什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不怪你。而且罗小娘也不是靠男人养着的。哎，你别瞎说。秋月，好了吗？好了，剁馅儿包包子，然后开始煮。大锅下面煮豆浆，上面蒸包子。香。再等一会儿就能吃了。香哥，你想不想去读书？不必。月月是不是想要我去读书？你读不读书关我什么事？当然，如果你能考个状元，让我当个状元夫人什么的，似乎也很不错。你赶紧洗漱，我去叫方大哥他们一起吃些早餐。默然，不要去挑了，去叫你叔婶他们一起回来吃些早餐。好香，嫂子，你们啊尽管吃啊，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谢谢。香。好，那我们现在就吃。来，这是我早上刚磨的豆浆，你尝尝味道。月月做出来的食物一直都是最美味的，好吃就多吃些。月月，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为夫这段时间被你给养肥了吗？你这叫什么肥啊？这叫壮实，懂吗？赶紧吃吧。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收罗龟子？门外站着一群人。是的，我这里要收，进来吧。有泥鳅、黄鳝、鲶鱼、虾、螃蟹等。你们不是这附近的人吧？不是，我们是5里外方家村的。我听村里六婶子的女儿回去说，然后便捡了送了来。方大哥，看来啊，得麻烦你抓紧时间，先把大缸都给我送来了。成，我现在就回去送来。九月，客满楼的掌柜来了，你先去招呼他，这里我来。哎呀，罗小娘子，幸会呀！抱歉，家里简陋，只能这样谈事情了。哎，罗公子说笑了，能来到这里是我们的荣幸。我观你们都很忙啊，我也就不再多话了。我等此来的目的，想来罗公子也是心里有数了。这道炒罗龟子的方子，你们可否能卖与我们呢？这方子想来你们已经明了，你们缺的不过是其中的诀窍与辣椒罢了。哎呀，罗小娘子爽快，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辣椒，也可以教你们炒田螺，但田螺要从我这里收。当然了，如果你们的需求量更大，需要自己从其余地方收，我也不限制你们，至少我有的时候你们要收下。这个可以，不知道这个价钱怎么算呢？田螺12文一斤，辣椒200文一斤。你啊，不要以为辣椒贵了，估计现在整个子家国都还没有。你这是拿的第一手货源，1斤田螺里只要放2-3颗，提味就行。1斤辣椒能用很长时间了，而且这辣椒也不仅仅只能炒田螺啊，好多菜里都可以拿来提味，味道都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其余的菜，这件事想来你们的大厨会比我更有想法。成交。不过呢，辣椒你只能供给我们一家。田螺这东西啊，因为常年生长在泥田里，不但表面全是泥浆，这内里也都是泥浆。这螺捡回来之后呢，将外面清洗干净后，再用清水扬起，
可以往里面滴入1-2滴石油，引诱它们吞吐泥沙。这每天呢还要定期换清水搓洗，再滴油，如此反复4-5天后才可以炒食。炒食之前呢，把它的尾部这样用铁钳钳掉，一来炒制的时候更入味儿，这二来呢也是为了吃的时候方便，再清洗几次后炒制。你们这些罗龟子都是已经养育了几天的？不全是，里面的时间长些，这外面这些啊还很新鲜呢，你们自己带回去养育也可以，不用每天跑来跑去，还能随时采用。哦，成啊，我回去安排一下，下午让人过来拉回去。其实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夹，我可以帮你请人夹好，但要你自己支付工人的工钱啊。对了，夹田螺的尾部啊，要用这种小铁钳更方便，结尾的铁匠铺那里就有。下午的时候，穆九月收到的罗龟子，转手就卖给镇上的别人赚大钱的事情，就在罗坑村里传开了。啊，那个东西竟然能吃！想不到那个扫把星啊，竟然还懂得这么多。老罗家呀，只怕现在肠子都要悔青了。可不是嘛，这次捡罗龟子的事情，似乎没有看到他们家在捡吧？捡啦，让别人帮他送去换钱的，他们自己没脸去了。可不是嘛，前几天还闹出那样的事情，丢脸呢。听说啊，那个肉食的方子也是牧师拿出来的，而且酒楼花大价钱，他还不肯卖呢。不会吧？天哪，那个牧师不是扫把星吗？他哪来这么好的方子？那个牧师也真是的，这样的好事儿为什么不帮帮我们呢？大家都是一个村里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啊，他入了我们村，就是我们村里的人了。有好事怎么能只顾着罗大勇？这件事儿，要不我们去找村长说道说道。老四，你让那些人抓紧时间动手，给那个女人一个教训，但是不要弄死了啊！至少呢，也要把她身上的方子都炸出来。老大、老二，你俩也到村长家去看看，关键时刻该怎么做、怎么说，你们应该都懂。哎，你们这是怎么了？那个二伯，罗青雨家的那个牧师，二伯应该也听说了吧？他有那么多弄吃的方子，为什么不拿出来帮助大家一起改善生活，带领大家一起赚钱？你们也都是一样的想法？本来就是嘛，村长，你曾经也说过，他进了这个村子就是村里的人了，有好事凭什么不帮大家？是啊，他随便教教我们村里人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这以后二伯你的名声也好听不是？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他只帮罗大勇却不帮我们，太过分了。牧是自己的东西，他想帮谁就帮谁，不是我说呀，就算衙门老爷也说不上他的错。他是我们村子里的人没错，但他们被分家出去，家里日子那么艰难的时候，你们谁伸出过援手了？有人吗？啊，罗大勇进进出出帮他忙活，你们还在后面说闲话，就凭这些，人家牧师凭什么要帮你们呢？哎，罗龟子你们往年捡了直接踩死，甚至扔河里去，不一样还是要捡吗？现在捡起来还能顺便挣些铜吧。哎呦，你们既然觉得他赚了你们的，那你们不要卖给他呀，哎，继续留在田里吃禾苗好了。牧师过分，他要真过分呀，他随便走出去，哎，哪个村子里的人不愿意捡给他？他为什么要先从我们村子里收起呀？啊，这些难道不是帮大家增加收入吗？哎，你问问村子里那些镇上帮工的男人，东家赚了大钱，是不是要拿出一大半来分给他们呀？啊，东家赚钱那是人家东家的魄力，你们敢去跟他们闹？让别人也教你们赚大钱吗？说到底啊，还是因为牧师是你们身边的人，你们眼红他现在日子过好了，都想扑上去从他身上咬下2口肉来。我警告你们呀，牧师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本分啊！如果你们谁敢生事闹到我的面前来，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啊！月月，累坏了吧？先喝碗汤。谢谢啊。月月，我们是夫妻，以后不要再对我说谢谢。我怎么记得当初有人说他不需要媳妇的？月月，我那时候的迷糊话，你不要放在心里，我也为我当初的态度郑重向你道歉。好了，跟你吃吧，你今天也出了一身汗，要好好洗洗。相公，你的脚也养得差不多了，再过半个月就可以下地尝试走路了。以后你有什么打算？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你想做买卖，我陪你去；你想上山采药，我也陪你去。我都不想，只想买一辆马车，四处游山玩水。好，我一定会努力挣够足够的钱，以后带着娘子四处游山玩水。你要如何赚钱？
继续打猎。娘子如果有什么好主意，为父也会照做。如果没有，我有一身力气，可以打猎，也可以当差、走镖，都可以。只是，如果是当差或者是走镖，为父就不能一直陪着月月了。谁要你陪了？做那些啊，虽然也能赚钱，但这其中的风险肯定也大吧？不如你把这附近的地都盘下来，修建鸡舍、猪舍，养鸡养猪如何？好。唉，只是要盘这些地方要不少钱吧？还要修建鸡舍、猪舍，买鸡仔、猪仔，这些可都要本钱呢。我这里还是有些银两的，到时候如果不够了，月月再借我点，如何？相公，你老实跟我交个底，你到底有多少私房钱？只要娘子愿意用，要多少我赚多少。话倒是会说，我自己也能挣钱。月月，你是我的娘子，你花我的钱是天经地义的。花呀，这不是你一直不给我花吗？娘子，我暂时就这么多了，等我好了，我会再努力赚钱的。500两，罗青雨，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我说过，我能跑镖，这是我这2、3年来偶尔跑镖赚到的钱。你家人不知道？不知道，我只说上山打猎，10天半个月不回来，也没有人会问，只要回来的时候给点碎银就行了。罗青雨，你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孩子？23年前，他们确实生了孩子，村里的人都能作证。生的也不一定是你吧？那你有没有可能与他们断亲啊？月月，我知道他们不对，但断亲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三哥说的对，子不言父之错，哪怕他们真的在我重伤之时将我赶出来，我也没有权利开口言断亲的事情。自家国有一条律法，不得轻易断亲，违者3代不得再考取功名。三哥要考取功名，肯定不会允许断亲的。月月，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在，我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的。而且你之前说的也对，如果他们当年生下的不是我，那我们这亲就不用断了。罗青雨，其实你自己也是怀疑的，对吗？总之，以后我不会让人再欺负到你的。那条律法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当今那位定下的吧？不可轻言那位，一旦传出去，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据说是开国的子皇定下的，有传言他亲哥当年因故与父母断亲，具体没有人清楚，但在他创立子家国后，就定下律法，任何人不得轻言断亲，违者重罚。好了，赶紧吃饭吧，菜都凉了，你自己收好。月月，哎，你是如何躲过你家人的检查，藏了这么多钱的？抬手把银票往他的头发里塞去。好了，赶紧吃饭吧。月月，以前我是一个人无依无靠，现在有你在，这些银票我也不用再费心要怎么藏了，你帮我收好不好？罗青雨，你还是不是男人？这么多银票你让我一个女人带着，你是想另类害死我吗？赶紧吃。月月，晚上留下来睡好吗？罗青雨，你想什么呢？就不怕我真把你克死了？月月，你想什么？我估计这2天那些人应该要动手了，你过来我这边睡，到时候也能有个照应。不要。月月，月月，罗青雨，我想过了，如果我不在，万一那些人抓住你来威胁我，我是不是落了下场？所以为了我自己着想，今晚本姑奶奶陪你睡了。又不是没有睡过，是怕谁啊？罗青雨，你找打呀！别吵，睡觉。月月莫非是现在就想补洞房之夜？补洞房之夜？这个男人他还敢不敢再撩一点啊？不，这个男人不会是不行的吧？他都这样躺在他怀里了，他竟然还能不动如山。等我讲好拳后，我会补你一个盛大的成亲礼仪，然后再给你补上洞房之夜，好不好？原来罗青雨心中一直感觉亏欠的，竟然还想要给他补成亲礼。谁要给你成亲啊？月月，罗青雨，据说你以前有个未婚妻。月月是吃味了吗？啥吃味？别瞎说。那是爹娘当初给定下的。长得美吗？不知道。你没有见过吗？怎么会不知道？见过的人多了去了，哪里能每一个都有印象？不过肯定没有我娘子好看。娘子？你娘子在哪呢？月月，你都把我睡了，难道你想不负责任就跑吗？我青雨，你说清楚啊！什么叫我把你睡了？月月，我们现在难道不是睡在一起吗？不是你自己走进来的吗？月月，不要抛弃我好不好？这个男人有毒。房间里同时睁开眼睛，在黑暗中相视一眼。月月，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后面的一个男人小心翼翼地翻过。穆九月快冲数步，手中又是一把石子射出去，2道倒地的声音传来，2人吃痛却不敢吭声。什么人？快速消失在黑暗中。怎么样？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拿上油灯去看看。放心，
大勇哥起来了，让大勇绑了交给村长，明天送衙门那里。不怕把你家人牵扯进来？那也是他们活该。大勇哥，是你吗？发生什么事情了？没事，你不要过来了。哎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啊？这2天因为收罗龟子收的多，来的陌生人也多，相公怕我出什么事，就让大勇哥在这周围布下了陷阱。结果今天夜里就听到了声音，我吓得不敢起来，还是听到大勇哥的声音才敢起来的。我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这可怎么办啊？他们不会死吧？牧师，你这2天弄得大，只怕是遭人眼红啊！哎呦，青雨现在脚伤还没好，你一个女人还是小心些为好。暂时死不了，这俩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呢，你们也不必心有愧疚啊，不关你们的事儿。放心，这里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家都看着呢，没事的。就是你这围墙也像前院那样围起来吧，这样太不安全了。还好有陷阱，不然被人进了屋。我知道了，相公已经找好人，这2天就回来学围墙了。如此最好，不然你一个妇人真的危险呐。这个人伤得太重，不知道能不能熬到明天。可是这么晚了也不好去找大夫啊。金明，你去扯一把臭气扫来，先帮他止血。月月怎么样了？哦，村长他们把人带走了，没事了，赶紧睡吧。月月，你已经没事了，我回那边睡，你赶紧睡了。暗夜里，果然是大家伙。大黑家伙也发现了黑暗中的穆九月。大伙计，我这里有好喝的水给你，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月月，穆九月，青雨，你现在这个样子，出来也帮不了忙。你们都给我安静点，不要过来。青雨，他没事，你别担心，我去看看。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喜欢喝就喝。你先跟我回家，我给你拿些吃的。低声咆哮一句，吼声中似乎有些烦躁。啊，别怕啊，没事的。大勇哥，你先回去，怎么样？你应该是很饿了吧？来，跟我回家，我给你拿吃的喝的，如何？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可以做朋友啊，跟我回去好吗？走，我带你回家。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连这么凶残的猛兽竟然也能和她和平相处？等等，她的意思不会是想要养这头大家伙吧？这里啊，就只有一些血腥，又没有肉吃，还沾了泥土了，难道比刚才的水更美味？月月，是我，你赶紧睡觉。不要，没事了，大勇哥，你赶紧回去睡觉吧。罗青雨，你就这样不爱惜自己的双腿吗？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必再费心思了。月月，我担心你，赶紧回床上去，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月月，我脚痛，痛死你活该。月月，没事，我带他回来的，以后他也是我们家的一员了。吃饱了你就先去旁边休息一会儿，白天你回山上去，傍晚的时候可以再来找我，以后晚上就在我家睡觉了。大白，你住手！连忙倒出一碗灵泉水喂他喝下去。大黑在狂躁地咆哮着，他的耳朵被大白伤了，穆九月还打他，他非常生气。大勇哥，你先回家，帮我关上门，一会儿帮我应付一下村里的那些人啊，别出声。月月，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再多睡一会儿吧。月月，没事吧？好啦，一会儿大白又被闷死了。他怎么了？他刚才与大黑打架，两个都受了些伤。他的眼睛能发出强大的能量攻击，将大黑伤了。应该养一段时间能好。月月，我脚痛。活该！一会儿我再给你弄些药敷敷吧。现在先休息，可不能再乱动了，否则真不管你了。牧师，你们没事吧？谢谢村长关心，我们没事。村长，昨晚那2人……哎呀，你不用担心啊，我会让人送他们到衙门，严肃处理。刚才的猛兽声音你听到了吧？以前啊也发生过猛兽下山伤人偷吃的事情，估计也是你这里的那个血腥味将夜里觅食的猛兽吸引来了。青雨找来的人什么时候来上工啊？要不要我让那个管豪他们也先来帮你们修起来呀？谢谢村长，不用了，今天他们过来就让他们先修围墙了。也好，有什么事情去找我啊。大勇，怎么了？九月出什么事了吗？只怕我们出了事，他也不会出事。你什么意思？你说清楚。梅香，我们今天把孩子带着一起去卖肉吧。罗大勇，你什么意思？跟我说清楚了。还有这事儿？在哪里？我去看看。梅香，那猛兽会伤人的。九月受伤了？看着不像。那不就得了？你在怕什么？你陪我去看看。我以后就叫你大黑，没意见吧？你晚上来找我，白天你回山上去。这大
大家伙是真把他当成孩子了吗？你尽量自己在山上觅食啊，我的负担很大的，但好喝的水我可以一直供应给你。九月，别闹，是我嫂子夫妻呢，你先回山上去。九月，这大家伙你真驯服了，你怎么做到的？就跟他聊天啊，其实吧，万物皆有灵，只要你对他表达善意，他也会对你和善。得了吧，你少来哄骗我了。你这是让他回山上去？是啊，怕被赶走呢。只要他不伤人，倒不至于。你让他留在家里，以后就安全了，没有人敢再来找你的麻烦。嫂子啊，他是肉食动物啊，每顿要出多少肉，现在还不知道呢。压力山大呀！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找我啦。自己在山上找吃的。会的吧？那个，家里那些小猴子没事作弄的。哎呦，嫂子说的什么话？你们还能给我送来，是我的荣幸啊。昨晚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们那边已经没事了，这2天把围墙修起来就好。早餐我煮了粥，先吃吧。我们今天先把围墙修起来，我大哥他们今天会过来看打井的位置。月妹妹在家吗？姐姐，你怎么来啦？怎么不欢迎姐姐来？月妹妹，你这住的就不能重新修一座大院子吗？能住就行，没事。木姐姐，你怎么有空来了？姐姐，这是这是你这个月的抽成，你说的内衣内裤我也做了不少出来。现在呀，我们店里的女人都穿上了，绣娘们也都穿上了，都说舒服着。我卖了不少，还是私下里的，反响很好，所以姐姐我准备想直接大量售卖了。谢谢姐姐。姐姐这里也有银票，你要是怕银锭子不安全，姐姐给你换。我就是想着把银锭子也带来，让你体会一把有钱的感觉。姐姐，以后你都给我分银子，零碎的可以，像这样整锭的也可以。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这些铜板是专门给你兑换的。太感谢了，姐姐，既然来了，那中午就在这里吃顿饭，如何？成，那姐姐就等着吃好吃的。这里面是我托人寻来的一株50多年份的山参，给你家相公补补身子。姐姐，这个我们不能要，我相公他现在已经好多了，再需要些时间就可以下地行走了。这个你带回去。这是跟姐姐见外了，这可是姐姐的一点心意，你可不能拒绝。这株只是几10年份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重。哎呦，姐姐，我家相公的身体真的好很多了，真不骗你。他好了，那就你吃，你要是不愿意要，那就丢了吧。好，那姐姐这份情9月就记下了。姐姐，你先歇会儿，我去做饭。兔子红烧1条红烧松子鱼，1道清蒸鲶鱼，摆成盘龙状；白灼河虾，油炸泥鳅，红烧黄鳝，炒了一大盆田螺与青菜。月妹妹，你这手艺不去开酒楼可惜了。姐姐，尝尝，给些意见。月妹妹，你这不是为难姐姐吗？这么好的菜，你还让我提意见？好了，大家都不用拘谨，我也是来做客的。月妹妹，你是主人，你先吃，快点儿，姐姐都快馋死了。9月做的菜是最好吃的，我家2个小家伙都被养肥了。吃完了，穆9月还给穆红长打包带了2条鱼回去。9月，这是这1个月来卤肉的抽成，你数数，这是我记的账。嫂子，买车的钱你不会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出了吧？这车子不是我们在用，肯定我们出啊。好啦，你也不要跟我们客气那些了，如果不是你，我们现在哪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辛苦你了。说什么傻话？相公，你看看这是什么？月月，你真是为父的福星。你明白就好。来，我帮你过来试试。你推过来些，我自己试试。漂亮，自己试试推动轮子。这下面啊有个小圆柱，你按一下试试。哇，叔叔好厉害！哎呀，这椅子做的可太妙了，以后罗家兄弟自己也可以出来了。好了，这回好了，你呀也不用整天闹着要出来了。今天就完全完工了，静置2天就能用水了。好，一会儿我给你们结清钱款。你是要让我弄熟给你吃？好吧，既然大黑带了食物下来，那我今晚就给你们弄烧烤吃。青雨，你去叫嫂子他们，今晚不用弄饭了，过来这边一起吃烧烤。9月，这大晚上你哪里来的这个？嫂子，这个味道还可以吧？比我们平时自己烤的好吃太多了。有点呛喉，
喝碗粥能舒服很多。唉，这种时候如果能有一罐冰冻啤酒就舒服了。吃饱喝足后，四人一起收拾。陆青雨，你要干什么？月月，明天我陪你上街买一套柜子、香笼，好不好？好啦，我的事情你不用管，已经很晚了，你赶紧去洗洗睡。月月，你也早些休息。罗小娘子，罗小娘子，我去看看，你们是？罗小娘子，是我明药局的掌柜。你们怎么来了？罗小娘子，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一个病人，与你相公的情况有些像，想请你出手。罗小娘子放心，钱肯定不会少的。你等我一下，你在家里看守，我出去有点事。月月，我陪你去。清月，要不让梅香陪着他去？不必，我陪他去就行。我自己能行？不行，我陪你去。大黑，你今晚就留在这里，不要让陌生人靠近，但也不能随意伤人，知道吗？罗小娘子，还要麻烦你了。罗小娘子，病人身上的血怎么也止不住，你有没有办法？剑上有毒，毒素我清理了一些，仍然没有清理掉，血流不止，我怀疑也是与毒有关。娘子，怎么样？没事，相公，要不你先到隔壁房间休息等我，好吗？不必，我陪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相公，你不必担心，不会有事的。血骨膏可有弄出来了？还没有。一份血骨膏500万，如果需要可以去找我。天色大亮后，这场手术才告终。止血的药粉你有的吧？你为他包扎一下，手臂是接上去了，但想要断骨重生，必须要用到血骨膏，你跟他说清楚。月月，没事吧？罗小娘子，这是给你治病的钱，辛苦你了。接下来也没有我们什么事了，我就先带我相公回去了。掌柜，可否送我们回去？罗小娘子，稍等。罗小娘子，我家爷还没有醒来，还请你在这里等他醒来再走啊。穆九月扶着罗青雨到床上，让你先休息。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听话了。月月，辛苦你了，都是值得的。这么半夜就得了100两，这1000两。相公，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看错了？果然是1000两的银票，这都是月月应得的。半夜3更的不睡觉，跑来救人呢。你收起来，现在赶紧睡一会儿，有事我叫你，我陪你。迷糊间，听意思是那个男人醒了，想见穆九月一面。罗青雨，你如果再次上了腿，我马上就收拾东西走人，你别想我再继续照顾你。娘子，你要抛弃为夫了吗？乖，当初说好的，等你脚好了，我也就可以离开了。既然你现在已经能自己照顾，我的脚好痛。这丫的腹黑的很呢。相公，你在这里等等我，我去洗就来。是你救了我一命。没有什么事，我便先回去了，家里还有一堆事情呢。公子，罗小娘子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情，半夜被叫过来为你接手，正疲累着，可能有些小性子。刚才你说她有血骨膏？对，500两一天。邢三，你跟她去拿药膏。怎么，我救了你们主子一命，还要监视我不成？啊，小娘子误会了，我是跟着去拿药膏的。哦，原来是送钱啊。牧师，你没有在家里？牧师，一大早的你去哪里了？还坐陌生人的马车？不会是背着罗青雨在镇上勾搭上别的男人了吧？贱人，早就说她是个狐妹子扫把星，是不是自己跑去勾搭了野男人，然后让野兽来吃了我家青雨，你好独占这处房产？二哥，你可一定要为我家青雨做主啊！这种女人就该进猪笼啊！对，进猪笼前要先关祠堂，让她把奸夫与那些疯子先交出来。小雨呀，你这是去哪儿了？你可把娘吓死了，还以为你……怎么，我死了不正如你们的意吗？又何苦在我面前演戏？罗青雨，再怎么说，老娘也是你娘，生你养你这么大，有你这么跟娘说话？你这个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的逆子，都是你这个贱人！扫把星，老身原本好好的一个儿子，现在却被你唆使的六亲不认，你这个贱！杀人了呀！扫把星杀人了呀！苍天哪！来一刀雷轰死这个女人吧！你想做什么？罗柳氏，我早已经说过，你对我啊可没有半点生养之恩，我呢也没有吃过你半粒米。你说你都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没有活明白呢？有些人啊，不是你能左右的，懂？你牧师，你过分！牧师，你这确实过分了。再
再怎么说，你现在也是与罗青雨一起生活，她是罗青雨的娘，你怎么能打她？就是啊，再不对那也是老的，我们小的怎么能动手打人呢？那是不孝，该进猪笼的。一头漆黑巨大的家伙出现在众人面前。大黑冲着众人呲牙。不要吃我！我一把老骨头了，不好吃的。你要吃就吃它，吃它！子家国以孝为天，这事儿我得承认，孝是好事，是美德，我们必须响应。但孝却不是愚孝。你们看他有半点做长辈的样子吗？先不说我与他们老罗家现在没有半点关系，就算我真的是他家的晚辈，也容不得他那样指着我的鼻子骂。进猪笼？哼！我穆九月自认来到这罗坑村2个多月，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有伤害过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相反，我照顾残疾、被父母兄弟赶出家门的罗青雨，我拿方子助罗大勇做买卖赚钱，我帮你们解决了田里的虫害危机，还让你们赚了钱。这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上门来找我的麻烦了，合着我就该站在这里被他们打骂，被他们占便宜？他是生我了还是养我了？或是说教导过我哪怕半天的时间都没有？既然没有，我为什么要尊这种长辈？罗坑村离镇上也不远，刚好这里也有马车，我们不妨一起到衙门去找县老爷评评理，看看所有的长辈是否都如他们一样。罗青雨以前如何我不知道，也不想再去说，但在他重伤不过几天的时间，就给他买回来一个远近闻名的扫把星当媳妇，将他分家赶到这山脚边来，这真的是亲生父母能做出来的事情吗？青雨的三哥还在镇上上叔叔吧，我们不如也去找那些学子们评评理。这样的行为真的是读书人的行为吗？这种家庭养育出来的孩子，就算读书出来考上状元，那样的人为官，是百姓之福还是百姓之祸？原本还在跟青雨商量，是不是在村子里修建一个农庄，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呢？现在看来是没有必要了。罗坑村容不下我也没事，我随便离开到哪个村子里，你们猜猜会不会有人能容得下我？你说要修建农庄？可惜我所做的一切大家都不领情，既然如此，我会搬走。月月，我陪你一起。诸生哥，这件事儿牧师确实与我商量了一次，但还没有成熟。娘，之前我就说过，从分家出来之后，我便是我的生活如何不需要你们再来指手画脚。说我不孝也好，说我逆子也罢，如果不是你们之前那样做，也不会有今天的种种。真逼得我把事情给闹大了，三哥的前途也就全毁了。我与牧师大不了离开罗坑村，哪怕躲进深山里，我们也一样能活下去。但我在这里当着村民与二伯的面再说一次，若再有下次，可别怪我半点不留情面。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贵客，就不留大家了，都散了吧。大黑是以前我在山里打猎的时候意外救过他一次，前几天因为血性的原因将他引来了，事后他又来了2次，竟然认得我，便留下来了。以后他就养在我家了。一般情况下他不会伤人，但如果你们谁不识好歹招惹他，生死自负。二伯，村里应该没有规定不能养动物的吧？月月，我们回去吧，还有客人呢。哎呀，青雨呀，你这样养一头凶兽在家里，我们都没有安全感呢。哼，没有安全感？你们是都搬到这边山脚来住了，还是他往你家门口去转悠了？罗青雨，话也不能这样说吧？你家现在在收田螺，万一被伤了，你要赔我们吗？这位婶子，如果我记得没错，你已经2天没有捡田螺来了吧？难道我们家大黑还能追到你家去伤你？真那样，你也没有机会说这样的话了。二伯，那天晚上的那2个歹人，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了。也罢，但你一定要管好他呀，千万不能让他往村子里去了。只要没人挑衅他，他不会往村里去。但如果有人心生歹意被伤了，可就怪不到我头上了。那你们还收田螺吗？说话，招娣、默人，你们都进来干活吧。姐姐是不是知道我们来了，出来迎接我们的？沈飞灵迈着沉重的大步朝他冲过来，苏婉琴也在婢女的搀扶下下了马车。姐姐，你家里这地方真心不太舒服，我也没有请你来。姐姐，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妹子还请见谅，小妹自幼被家里人惯坏了，说话有些不好听，我在这里跟妹子道歉。不知道妹子可否有时间，咱们一起聊聊。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啊，盯着穆九月打量一会儿的功夫，他似乎在哪里见过穆九月。不知道可否请教妹子的姓名？姓穆，名九月。穆九月啊，穆小姐以前在京中待过吧？叫我九月吧，你见过我？抱歉，是我的错，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婉琴，夫家姓沈，是菲灵的二嫂。我们这次前来，想来9月应该明白我们所谓何来。我沈家客满楼想做这份生意，不知道9月可有合作意向？不好意思，我高攀不起。9月姐姐，那天是我的婢女说话过分了，你看我这次都没有带她来。好姐姐，我二嫂从京中出来，可是专门为了你而来，你就同意嘛。你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你了。不一定非要做鹿肉，我可以另外卖2道菜方子给你们，关于辣椒的做法，保管你们生意同样火爆。这个是直接买断，不需要分成。9月，卤肉方面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我暂时不缺钱。苏婉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好一句不缺钱。她住在这样的茅草屋，吃着糙米野菜，竟然敢说不缺钱？苏东家如果不赶时间，不如留下来一起吃顿午饭如何？好，那就打扰9月了。哪位嫂子家里有酸菜的吗？可否给我买点？牧师，我家里就有，也别说什么买不买的话，我这就回去给你送来。这忽然想吃酸菜哟，牧师，你不会是有了吧？哟，牧师，真的吗？哎，那你可要当心点啊，平时这出入都注意这些啊。牧师，你怀有身孕，这些活还是不要干了，我明天过来上工吧。青雨啊，牧师都怀了，你怎么还让他做这些活啊？女人怀了要静养，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只管说啊，大家乡里乡亲的都可以帮忙的。他只是想做一道酸菜鱼。嫂子们都说的什么话呀？我家相公这身体不好，我怎么可能怀孕？就是家里来了贵客，想做2道好吃些的菜罢了。哎呀，青雨啊，我看牧师不是那种扫把星，而是福星啊，你可要好好对他呀。是啊，如果不是他，只怕你的脚现在还没有好吧。他不但是你的福星，也是我们大家的福星。有以前的事情啊，谁也说不清，你别放在心上。我们看你的脚现在也好了很多了，你可得早些圆房，赶紧生个孩子啊！这女人呐，只要生了孩子，心就彻底定下来了。9月姐姐，你准备做什么好吃的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出去，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你再不减减，都要比我家大黑还重了。9月姐姐，你之前说的是真的吗？你可以不相信啊。不，9月姐姐，我相信你。你什么时候帮帮我吧？穆9月做了酸菜鱼、酸辣松子鱼、香辣炸泥鳅、红烧黄鳝段、炒田螺，还有一份辣子鸡丁，一碗拼盘卤肉，还做了一份粉蒸排骨，炒了2大碗青菜。饭后，苏东家，不知哪几味菜可以入得了你的眼？嫂子想聘请你为我们客马楼的特聘大厨，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苏东家，我卖艺不卖身的。9月妹妹，苏东家如果一直装不出来，不若先回去冷静冷静。9月姐姐，我感觉就算是得了方子回去，我们也做不出你这种味道啊。外人又没有吃过我做的菜，哪里知道有什么不同？行，那就卖方子，50两一个方子行吗？连带卤肉的方子。穆9月同意了。姐姐，不要忘了我的事啊。上次见了你之后，我就准备好了，每天早上空腹吃1碗，这里共30碗，1个月后应该差不多了。这里一共收你200两银子，绝不反弹，而且减下来之后，你的肌肤也不会松弛。好姐姐，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姐姐，是不是说以后我随便怎么吃都不会再肥了？你最好吃东西还是有些禁忌比较好，就算不会再胖，也会容易得某些毛病啊，到时就麻烦了。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玉玉，忙完了吗？吃点东西收拾一下，早点休息吧。我还没有感觉到饿呢。我煮了些稀饭，就着塔儿菜吃点。好，我来。玉玉，我能行。好了。所以相公还不出去？莫非是要帮我搓背不成？玉玉有需要，为夫也是可以的。泡在温热的水里，穆9月感觉全身放松，舒服的他忍不住闭上眼睛，不大一会儿，竟然迷糊的睡着了。玉玉，怎么啦？我还没好呢，你怎么还不去休息？你刚才在浴盆里睡着了？没有啦，就是迷糊了一丢丢。哎呀，好了，我没事，你赶紧去休息。说着，罗青雨，你怎么了？怎么还不去睡觉？我今晚陪你睡。罗青雨，你今天又发什么神经？赶紧回去睡觉去。罗青雨，你今天受什么刺激了吗？怎么？罗青雨就忽然站起来，直接弯腰将他抱起，往房间里走去。罗青雨，你的脚什么时候全好了？还痛。喂，罗青雨，你没事吧？玉玉，我没事。哎呀，你让开！玉玉，你跟别人说我的身体不好，
不能让你怀宝宝。啊？什么嘛？我们之间是什么情况？别人不知道，你自己还不知道吗？赶紧放开我！穆九月只感觉脑袋里轰然炸响，不知道是谁最先抿了唇，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回过神来的穆九月猛然用力，罗青雨，你明明说了要给我补成亲礼在圆房的。原来我家月月喜欢在上面啊！你胡说八道什么？罗青雨侧身将他紧紧搂进怀里，凑过来又往他唇上啄了2下。好，是为父胡说八道，那就是我家月月迫不及待的想要圆房了。罗青雨，乖，今天也累了，好好睡觉，等为父好好布置一番，再请村长与族老做见证。该你的，为父一样都不会少了你。月月，到时候我们也生一个像丫丫那样可爱的女儿，像你。说要给你生孩子，你想了没？月月不是很喜欢孩子吗？别人的孩子总是别人的，哪里有自己生的好？谁说我喜欢孩子了？我只是嫂子他们忙不过来，我才帮忙看的。好，月月说什么就是什么，先睡觉。罗青雨，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罗青雨凑进来，抱着他的头来了个早安吻。月月，早。这个男人太腻歪了。走，你先洗漱，田螺我已经准备好了，粥也已经熬好了，一会儿就能吃了。罗青雨，你那么早就起来了，竟然把活都做了。哎，你的脚还不能搬重物，你要是再弄伤了，我可不管你。我哪里舍得再让娘子那样劳累？你知道就好，你要是再伤着了，我肯定马上就带着我的银票走人，去外面找年轻貌美的小奶狗。月月喜欢小狗，我日后为你寻一只回来养着。傍晚的时候，家里现在你也能弄得开，我明天上街去转转，陪你一起去。洛清雨，你的意思是要我一路推着你上街？我们可以坐大勇的骡车去。洛清雨，你别闹了，我上街是有事儿，而且家里也要有人看着才行啊。正好，我上街也有点事儿，家里有大黑在，风墨人他们3个就能当事儿了。洛清雨，你有什么事儿？月月想知道。谁稀罕知道？次日早上起来，穆红长当初为他做的3身新衣裳，他到现在还没有穿。今天难得上街，自己打扮的好看些。哎呀，九月，你今天可真漂亮。神漂亮，神漂亮。我平时不漂亮吗？平时也漂亮，今天更漂亮，像个闺阁大小姐。不对，是像富家太太。哎呀，也不对，嫂子嘴巴不会说话。九月，你可别怪。行了，咱俩谁跟谁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九月，青雨的伤现在好了这么多，你们也是时候圆房，赶紧生个孩子了。家里的买卖，你现在做的这么大，就怕一些不安分的人会起些歪心思。这个家都是你一手支棱起来的，可不能被某些人占了。什么歪心思啊？总之你当心着点儿。这段时间看青雨的4哥总往镇上跑，就怕他们暗下里又搞什么事情。你要在这里等他，我有点事情。对了，今天送衙门的肉，我帮你送去吧。你要去衙门？顺便罢了。那就麻烦你了。你去忙吧。成，那你自己小心。兄弟，是有什么事儿吗？来办点事情，顺便帮兄弟把你们今天的卤肉送来了。原来是罗兄弟，你有什么事情吗？想找主簿大人办些事情，不知大人可否已经到来？到了，我送你进去吧。嘿，你这椅子倒是奇特啊，在哪儿坐的？家里人帮忙做的，倒是没有仔细问。什么事啊？大人，我是来消除我家娘子的卖身文底，同时办理婚约文书的。你的娘子谁呀？卖身契呢？卖身契被我不小心掉水里了，没了，所以来这里销底，同时把婚约文书补上。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啊？哎，罢了，在你的份上，老夫就帮你查查底啊。你娘子叫什么名字呀？哪里人啊？咦，你家娘子的底怎么没有生成呢？只能麻烦大人了，还请帮我娘子重新上一份户籍文书，就上到我的户籍里。我与父母已经分家了，这是当初的分家文书，还望大人帮我把我的户籍独立出来，再把我娘子的一起写上了。我娘子的生辰就5月初9吧。那一天正是穆九月来到他身边的时候。好说好说。哟，你看那个是不是你相公？罗青雨，你怎么在这里啊？怎么走这么快？
哎呦，不得了啦！我的眼睛啊，要长刺了。罗青雨，你就不怕别人笑话你吗？我给我娘子擦擦汗，碍着谁了？你说有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去给你买桂子香笼，再买些饰品。我家月月身上太素了。怎么，你嫌弃我了？胡说什么？我嫌弃我自己，也不可能嫌弃月月啊。只是月月为家里劳累了这么久，为夫要是什么都不做，心里愧疚。柜子那些我自己能做，做的还比买的结实好看。我知道月月本事大，但我们现在不差钱，月月也不必再那么辛苦了。不到你那个穆姐姐那里看看吗？难得上街来，就去看看吧。九月妹妹，今天是吹什么风把你吹出来了？九月妹妹，你这相公越长越俊美了呀，都是被你养的。那是我的厨艺，你不是见识过吗？是啦，知道你现在幸福。你今天怎么有空出来了？家里不忙了？嗨，家里有人在忙，我就出来散散心。中午怎么也得让姐姐请你吃顿饭了吧？成。九月，你这天生丽质，哎呦，姐姐都要羡慕死了。这换了一身衣服，真是完全不一样啊！来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再挑几身回去换洗。罗公子，你找我？穆东家与我家娘子姐妹相称，不知道姐姐的真心有几分？我与九月的感情自然是真真的，我可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如果你敢欺负她，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既然如此，现在有件事情想要麻烦穆东家，不知道穆东家可能做到？什么事？我家九月的事情，想来穆东家也听说过了。曾经的我那样，与九月至今都没有一个成亲的礼仪，所以你要为她补一个礼仪，让她穿上大红嫁衣成亲。我家九月忙，没有时间绣嫁衣，所以放心，嫁衣的事情包在姐姐身上。你们什么时候成亲？九月到时候从我这里出嫁，她可是有娘家之称的人。你日后如果敢欺负她，我们不会放过你的。如此就麻烦姐姐了。这件事我家九月还不知道，姐姐可否在不惊动她的时候得到她的尺寸？这个男人可真是够了，动不动就我家九月，用得着一直这样挂在嘴上吗？而且刚才还是穆东家，现在直接改口叫上姐姐了，可真会来事儿。成，这件事就包在姐姐身上了。姐姐，你们在聊什么呢？怎么，怕姐姐把你的俊夫君给抢了？我家相公虽然长得还算俊美，应该还勾不动姐姐这种成熟又有韵味的女人。也不知道你是在夸姐姐我，还是在夸你的相公。都夸着呢。姐姐，你忙你的，我们出去转转。姐姐也很久没有好好逛街了，今天就厚着脸皮跟你们一起逛逛。月妹妹不会嫌弃姐姐碍眼吧？哎呀，姐姐说什么话？那就一起走吧。两位东家，罗小娘子来了。在哪里？快快请进来！不，我去接她。不是的，罗小娘子带着她相公，还有孟尝不庄的东家一起来吃饭的。哦，他们在哪里？他们点菜了吗？九月妹妹来了，嫂子这里也不说，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哎呦，嫂子可错怪我了。今天啊，是我这位姐姐请客，我可不敢打扰你们。难得九月妹妹来一次，这顿说什么也得让嫂子请。这位姐姐应该不会介意吧？哎呦，这位妹子我是这客满楼的东家婉琴，原来是沈家二房的夫人呐。那这顿我就不跟你抢了。九月妹妹不介意嫂子也坐一起吧？不关你的事，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要放在心上。唉，我知道，只是穆姐姐今天本来心情很好的，现在这样。月月有启知，她没有其余的因素在内。好了，我们不说他们了。月月还想去哪里转转？就去前面转转吧。客满楼的菜品不如我家月月做的好吃。你怎么说话的呢？还好现在已经远离了那边，不然人家大厨啊得拿刀出来追着你砍。本来就不如我家月月吗？哟，公子，我们还真是有缘呢，这又见面了。是你，公子真是好记性。李长生定定地看了他片刻，视线落在轮椅的罗青雨身上。这位就是你相公，竟然还没被你克死！呸！你会不会说话？这能怪我吗？谁让穆九爷的名声那么响亮来着？不对，他如果真的是扫把星克男人，那他这个男人早就应该死了。你现在已经不克男人了？你想试试？不，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你们了。
月月呀，相公是吃醋了吗？那位公子啊，长得还没相公你好看呢，你怕什么？就算长得比我好看，月月也不能。那就要看相公后面怎么做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月月，下次吧。院子里的屋檐下，你是罗坑村的？哎呀，2、3个月没有见锦绣，长得越发标致了呀。罗青雨的前未婚妻。谢谢大嫂夸奖。呀，还是锦绣懂事有礼，不知道锦绣现在可有说亲了？哎呀，可惜我们家青雨没有那么好的福分，也怪爹娘当初气急，给他随意买了一个扫把星回来。谁能想到青雨以前竟然藏了那么多银两，现在不但将双脚治好了，还做起了买卖，日子越过越火了。就是可惜呀，那个扫把星不但名声不好，还是个败家的泼妇，不敬爹娘，竟然还请了下人，过起了阔太太的日子。我们这些当兄嫂的还说不得，可把我娘都气病了。大嫂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都与我们无关了。大嫂跑这一趟又是什么意思啊？唉，锦绣啊，我知道当初退亲也不是你自己的意愿，对吧？其实你心里也还是有青雨的，对吧？其实啊，青雨心中也是有你的，只是当初你们家非要去退亲，他拉不下面子，爹娘也是心急了些，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大嫂这话当真？看你说的，就冲你这一声大嫂，嫂子还能骗你不成？可是你也说了，青雨现在已经娶了那个女人，大嫂又来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娶了那个女人？那是当初买来的一个扫把星，他们之间既没有拜堂成亲，也没有婚约文书。买来的女人，说好听了是媳妇，说难听了就是一个低贱的妾，一个下人。你再怎么说，以前也是与青雨有过婚约，只要你愿意，爹娘自然会为你做主，正经的迎你进门。大嫂，你说他的脚真的治好了？可不是嘛，当初他运气好，刚好一个军中会接骨的大夫路过，为他接了骨，据说再养2、3个月就能好了。罗家大嫂，你今天来这趟可真是来对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家锦绣当初也是不愿意退亲的，这不是父母之命吗？我们家锦绣啊，自从退了亲回来后，便一直茶饭不思。你看看，她这都瘦了一大圈了，有心想去看看青雨吧，这不是碍着名声吗？现在得知青雨那孩子能好，又还有心于锦绣，这事儿啊，晚上我就跟爹娘他们说说，保准能成。罗家大嫂，你放心，我们家锦绣是个听话孝顺的孩子，等她过门以后啊，保准会上敬爹娘兄嫂，下有爱侄子侄女儿。只要有她一口饭吃，就绝对不会亏了你们做长辈的。我就知道锦绣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那行，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罗家大嫂，你这是……哎呀，你还不知道吧？青雨他呀，不是遇到贵人了吗？人家教他做买卖赚大钱。现在呀，他在家里收罗龟子呢，我们附近的村庄都捡了送到他家去，多少也能赚些银钱。哦，对了，现在镇上卖的挺好的那个卤肉，你们听过了吧？那幕后的东家呀，就是我们家青雨呢。他现在呀，还与大酒楼有合作。你们要是不信呐，可以去镇上打听打听。锦绣，这事儿你怎么看？二嫂，这事儿也不能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了。也对，这事儿晚上我就跟爹娘说说，让你兄长明天往那边去打听一番。婶，你可算回来了。相公，今晚我给你做一道新鲜的吃食。要怎么做？我来帮你处理鱼也好。相公，明天没有什么事，我想上山去转转。月月，再等等好吗？等我脚好了，我陪你一起上山。不用，我就在附近山上走走，很快就下山了。但如果你傍晚不下山，我就上山去找你。罗青雨，我这还没有嫁给你呢，就没有一点自由啦。月月，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好啦，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如果傍晚你没有下山，我就上山去找你。罗青雨，你找打是不是？行了，我知道了。罗青雨，你现在可真出息了啊！你自己的脚你不爱惜，以后你也别在我面前装可怜，我不会再管你了。月月，我真的是担心你，你一个女孩子在深山那样的地方过夜，有多危险，你知道吗？知道了，会傍晚下山的。对了，你经常上山打猎，知道哪里有漂亮的花吗？你想要什么样的花？从泉水口那个位置上山，往右边走过去，就能看到不少花。好啦，赶紧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月月，你之前照顾了我那么久，难道不想换过来吗？这个男人，他感觉如果在现代啊，绝对是那种情圣级别的男人，哪个女人能受得了啊？反正他感觉自己的心在渐渐沦陷。罗青雨，都说这男人有钱就变坏，你也算是个有钱人了，以后会不会三妻四妾啊？用力将他拉进自己怀里。月月，看着我的眼睛，月月，看到了吗？我的心就和我的眼睛一样小，只能装下一个你。月月，我说了，此生我这颗心只为你而跳动，这不是骗你的，而是我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现在或许不会相信，我会用今后所有的日子来向你证明。脑袋昏昏沉沉的，差点迷失在男人的甜言蜜语中，直到男人的唇凑进来的时候，他才受惊似的跳起来。天哪，这个男人越来越撩了，他已经彻底沦陷了。月月又睡着了，你回去睡吧，我自己睡下了。月月，我帮你倒水。不要，我一会儿自己倒。哎，罗青雨，你放开我！我脚还痛，你再挣扎，我们就要一起摔了。已经与男人一起滚落床上了，循着他的唇，房间里的温度似乎都在升高。乖，月月，睡觉。这个男人，古人有古人的好。罗青雨坚守要在成亲的晚上再与他圆房，就真的一直坚守。相公，我刚才那事情怎么样？月月，你知道你在玩火吗？爸，不逗他了，睡觉吧。月月，那衣服成亲后再穿。你感觉好看吗？我准备让穆姐姐做出来售卖，只穿着睡觉的。月月，你这脑袋瓜都是怎么长的？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我这不是不会做衣服吗？那样简单，不需要多费时间。下次你想做什么样的，跟我说，我给你做。好啊好啊，马上要到中秋节了，中秋过后就要冷起来了吧？哎，你帮我做2身冬天的睡衣吗？好，你跟我说说都是什么样的，我给你做。中秋节？是我发音不好吗？我明明说的是中秋节啊。月月，是不是想家了？你要是想家了，待我好了，陪你回去看看。好了，睡觉吧。月月，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啦？就是想着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份礼物。礼物啊，你有心的话，天天都是我的生日。却在此时，他的脑海深处忽然闪过一幅画面。今天是你的生辰，给你加蛋了，赶紧吃。贱人，给你吃你还真吃啊？就你也配？月月，你怎么了？月月，你怎么了？你不想说就不说了，我不问了。你别说话。他静静把脉，果然是中了毒，是一种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的忘忧散。月月，怎么了？男人的唇凑进来，吻上他的唇。月月，如果我说我没有前面16年的记忆，你相信吗？月月，既然没有了，那我们就不去想了，好吗？你不好奇吗？只要你在我身边好好的，以前那些都不重要。好了，月月，别想了，早点睡。一个晚上，穆九月都在做梦，梦里面要么是被打，要么是被逼着学琴棋书画，要么是逼着他做些粗重的活。女孩子好几次想逃，都被抓回去拳打脚踢，简直惨不忍睹。月月，又做噩梦了吗？月月，可以跟我说说吗？会不会是你本身是大家闺秀，被养在乡下，然后那些仆妇欺负你，再或许被人替换了你的人生？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想逼你学习琴棋书画，这是大家闺秀的作为，莫非是怕某一天你被人发现的时候不至于太过，或者是想要让你去替换某人？月月，你想去寻找真相吗？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我的事查不查都没事，但你的最好去查查，不然有那样的家人太糟心了。他总感觉罗青雨不像老罗家的儿子。其实我以前也查了一下，但村里人都说当年娘是怀孕生了孩子的，后来抱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家里面那么多人，兴许坏了呢？这可说不准，会不会他们生下来的是死胎，怕传出去晦气，所以就换了你来？这件事其实如果想查，还是很容易的。去附近打听那些年有没有人生下死胎，或者婴儿没出生多久就夭折的事，应该能打听出一些。再者，可以找当年给老柳氏接生的稳婆，或许也能得到一些消息呢。好，待我脚好了，我便去打听。罗新宇啊，你说我们2个是不是同病相怜？我们这叫缘分天注定，所以上天才会将你送到我身边来。是吗？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一直要赶我走，还说什么不需要娘子，你现在倒是让我走啊！不让，这辈子我都不会放手的。月月，我那时候刚摔断脚，遭遇了那么多，对于我来说前面是一片黑暗。我那时候脾气是暴躁了点，但当时那样对你，也是想让你离开，不想你被我拖累了，不然我也不会给你几两银子让你上街。不是还让嫂子跟着我一起了吗？如果你真想走，嫂子肯定也看不住你的。听说那时候你还单独进了醉香楼的。哼，要不是因为卖身契还在你家人手里，倒是想走。所以啊，其实有时候我心里还是感激他们的。如果不是他们握着卖身契，可能刚搬过来我就把卖身契还给你，让你走了。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哪里来这么懂事能干又善良的娘子？懂事能干我能接受，他善良与我搭边吗？我可是把你娘、你大嫂他们都打过了，估计全村的人都在骂我是悍妇吧。那是他们该打，外人如何评论我不管，只要我知道我娘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行了。你明白就好。穆九月也不计较别人怎么看的。月月，那今天就去找村长商量买地的事情。要不再等等，这村里的人似乎很不友好呢。都是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我们不必理会她。村里的男人们还是很正的，相信二伯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二伯的为人我还是信得过的。万一你不是老罗家的亲生儿子，那以后你要不要离开这里？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月月愿意，我就陪你留在这里。我们生几个孩子，过着平凡而普通的日子，只要有你相伴，在哪里都是家。说得好听，男人有钱就变坏。等买卖真的做起来之后，那些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对你投怀送抱，你能不心动吗？再美再好的小姑娘也比不上我的月月。你少跟我来甜言蜜语。哎，鸡猪那些养多少，你有数吗？刚开始没有多少经验，不如先养100头猪，1000只鸡，如何？可以。养猪也是有技巧的，这些等到时我再告诉你。可以让村民们大量种菜，我们收来喂鸡喂猪，也能长得快些。如果村民们愿意，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养只鸡猪，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收。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他连忙爬起来，罗青雨已经做好早饭，还蒸了馒头。什么味道？你不会是把田螺也炒了吧？你自己炒的还是嫂子炒的？婶，是叔叔炒的，爹娘就带走了。看月月炒了几回，就试着炒了。这里还有些，月月一会儿尝尝，看看味道对不对。还别说，罗青雨炒的味道还真不错。相公，看来以后连炒田螺我也可以放手交给你了。以后你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不用急着那么早起床了。你去洗漱了过来吃早饭，要上山就早点去，也好早些下山。月月，你一定要早点回来，不然我真的会上山找你的。青雨啊，二伯可想死你了。二伯，你说话注意着点，怎么说也是一把年纪了。走，咱们爷俩好好聊聊。青雨啊，你这个车轱辘也是牧师亲手做出来的吧？二伯，是这样的，我们想将那附近的旧宅地都买过来，修建一个大的鸡舍猪舍，准备养鸡养猪。你们准备养多少鸡猪啊？暂时养的不会太多，1000只鸡左右吧。猪先养100头。哎呦，有气魄呀！那买地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与大家商量过了。按村子里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你们。不知道广豪兄这段时间有没有忙活？他这2天呀，还在镇上做些小工啊。晚上回来，我跟他说，让他明天去找你。还要麻烦村长在村里再找几个人，暂时只找男工。男工按外面的价格，每天20文，加1顿午饭。广豪兄的，明天我再跟他说，不会亏待了他的。对了，2个嫂子如果有时间，能不能过去帮忙煮1顿中午饭？2个嫂子的话，煮1顿中午饭，再帮忙收拾一下，10文1天。要不让广豪夫妻去？另外，在村子里再寻一个妇人帮忙一起煮饭。二伯，你知道的，村里的那些嫂子们对我家娘子多少都有些意见，我不乐意见着他们。不过我家开始养鸡猪之后，肯定需要大量的青菜，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多种些青菜，我们按市价收。如果他们愿意自养鸡猪，到时候我们家也收。二伯，还有一件事想要麻烦你帮忙。什么事情啊？你说。你也知道的，当初我那样与牧师还没有个仪式，所以想在中秋节的时候重新办一个成亲礼。现在我与家人闹成那样，我也不准备让他们帮忙，这事儿想麻烦二伯帮我。应该的啊，应该的。牧师一直以来对你照顾都有加，你是应该为他补一个礼节，还是说你想让他入宗祠啊？这件事就麻烦二伯帮忙了，这些银子还麻烦二伯帮我疏通一下，还有中秋节时的宴席也得麻烦二伯帮忙张罗，如果不够你再跟我说。买地的事儿你先写好文书，让那几家人按好手印后，我再付银子。哎呀，放心，这些事情就交给二伯了。牧师，你也上山来啊？
有什么事吗？两位嫂子，这山上莫非有什么水塘不成？对，再往上面有一个野水塘。牧师，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好啊，这么多杂草，哎，你们可得小心，会不会有蛇了？得嘞，放心吧，我们有经验了。你们就这样下去，不怕被水蛭盯上啊？我们还怕他们不来呢。其实水蛭喜血气，你们可以用一小块肉绑在木板上丢进去，这一夜之间啊，就能捕捉到不少呢。牧师，你现在的情况与我们不同，我们自己都不舍得吃肉，哪里舍得用来喂他们呀？阿春子，你拔一把水草给我看看。这下面这个怎么长得像笋？是不是能吃啊？这些叫莴笋，确实可以吃。牧师，你是不是想要我给你扯一把？牧师，你喜欢吃芋头？哎呀，我家山脚边种了有，你要喜欢，我改天给你送些过去。这些苗子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苗子丢了呀，猪和牛都不太吃，养喉咙。牧师，你是不是喜欢？下次我给你送过去。你们在这里慢点弄啊，我再去别的地方走走。哎，山上蛇多，你小心点儿。两人抬头看着他，很快没入树林中，才又低头干活。阿秀，你说这个牧师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呀？谁知道呢？这些莴笋咱们两人分了，你可不能再回去告诉给别人听啊。还有山茶花，嘿嘿，刚上山来就有收获了，运气不错。哇，袖珍版的小金毛猴哎，怎么会在这里？莫非是山里有一窝猴子不成？来，请你喝水。还想要？你赶紧回去吧，我再走走也差不多要回去了。你是想让我跟你走？小家伙连连点头。好，你指路。树上结的芭蕉好些都被鸟啄了。谢谢你啊！才发现那边长了一棵柚子树。好宝贝，你可堪比寻宝猴呢。算了，既然这么酸，那我们还是不要了吧。好啊，你都学会骗人啦。不错，我摘些回去，剩下的留在这里给你哈，你自己应该能开吧？你说你要跟着我？小家伙很人性化的点头。你父母呢？他们会担心你的。小家伙摇头。穆九月不知道他摇头的意思是父母不担心呢，还是没有父母了。这小家伙比大白还可爱呢。两小只打够了，刚见面就打，真是够了。照这样子下去，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艺人学些兽语回来？你如果想，我让人打听一下哪里有那样的艺人。算了吧，或许养的时间长了就能沟通了。哎，大白，你不能总是欺负新伙伴，下次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赶走。大黑，你回你房间去。有给他喂了吗？啊，喂了。月月，你看看还缺什么？你说，我再去定做。为什么不直接让人把这些都摆好啊？等把隔壁房间修缮出来，再摆那边去。还要怎么修？我想让人把地面铺上青石板，墙壁也再修亮一些。哦，哎，既然这样弄了，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房子推了，修成青砖黑瓦房不更好吗？月月想住青砖黑瓦房，但现在修房子来不及了呢。什么来不及？穆九月还不知道罗青雨定了中秋节成亲的事情呢。月月，我想在中秋节成亲，你愿意吗？我这个人心眼很小的，容不下一粒沙子。娶了我也代表你以后与别的女人无缘了。你真的确定要娶我？月月，能遇见你是我前世烧高香求来的，再多的女人也比不上你。往后的余生里，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我会努力挣钱，让你过上好日子。只要你愿意留在我身边，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月月，我们成亲好不好？罗青雨，如果你以后敢欺负我，我会马上离开，以后老死不相往来。月月，我不会让你有那样的机会的。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去给你弄水，洗了澡就休息。你们两个自己去把自己打理好了，自己寻地儿歇息去。相公，怎么不让人进屋说话呀？不急，我们去旁边看看。月月，要不要一起来？相公，你把旁边买下来了？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也好。月月，相公，不如我们把房子修这边来好不好？我就说说，今天也晚了，我们先回去吧。青雨，现在还早，不如我们去你父母家看看。怎么，有人之前还保证说不会让我受委屈的，难道你还能让他们当着你的面欺负我不成？你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他们怎么说现在也是你明面上的父母，我们要成亲总要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吧。月月，我怎么感觉你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们多走两趟，你说能不能让他们早些飞升？月月，你不是说今天在山上带了很多好东西回来的吗？在哪里？
都有什么？哎呀，刚才都忘记让他们也带2个回去尝尝了。这个叫柚子，是小金毛带我摘的，还挺好吃的呢。这个芭蕉也是，就是现在还没有成熟，还不能吃，要等几天。你在家里啊？我给嫂子送过去就回来。你去哪里啊？我来接你，已经很黑了，早些休息吧。明天还上山吗？我明天再上山去转转。第2天，这回他回了老罗家。至于他与那家人都说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哦，你找罗坑村呢？哎，街头那个卖卤肉的就是罗坑村的，你去问他吧。啊，大勇，那边那个人盯着我们好久了。别怕，应该是一个饿坏了，被我们的肉香吸引过来的。他走过来了，哎，他推着那么多，那些是什么东西？不会是见我们的买卖好，想把那些东西卖给我们吧？这位大哥，我想打听罗坑村的罗小娘子家住在哪里啊？他们说你是罗坑村的人，你找罗小娘子有什么事？这些东西啊，是他让我给他送来的，说送到罗坑村找他就行。那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谢谢大哥。看你这样子，应该一路都没有吃东西吧？这里还有2个包子，你先吃了。你这些是什么？先放到我的车上吧，路还挺远的。青雨，你家那位呢？青雨，有个人找9月，说是9月让他送东西来的。他不在家吗？我家娘子上山还没有回来，只怕得要到晚上。你如果不赶时间，可以在这里等到晚上。如果赶时间，我不赶时间，不赶时间，晚上随意有个地方歇脚就行。莫名的他就感觉那个女人似乎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改变。这里有人起房子，谁啊？不会是三叔他们家要回这边起吧？不是，听说是外来的人买了这块地修房子。外面来的人，看这修房子的架势，不是一般人呐。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买地修房子？罗青雨，你是不是都很闲啊？有个从海边来的人找你，我便到这里等你来了。真来了？现在在哪里？我让他在家里等你了，放心。别怕，我家大黑乖着呢，不伤人的。你去叫大勇哥过来，帮忙收拾出来。罗小娘子，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就都带来了一些。这是红薯、土豆、百香果、柠檬、洋葱、胡萝卜，太好了，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你喜欢就好，我寻了好几个番人，分别从他们手里弄到的。辛苦你了啊！这会儿天色也暗了，晚上你也不必赶路了，先在我们这里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再走。本来是带了一些特殊的海鱼和虾的，但天气太热了，路途远，都没有活下来。这种我们叫墨鱼，它肚子里装着黑色的墨汁，弄的时候要小心些。如果有冰就好了。冰？等到时候天气冷下来后，如果你还想要这些，到时候我再给你送来。从这里到海边来回要多少时间啊？我是说如果坐骡车的话。月月，中秋节后我陪你去。坐骡车的话能够快很多，约莫7、8天就有一个来回了。晚上，月月，男女有别，不能让外男睡你闺房。月月，你心里有什么想法都跟我说，好不好？跟你说了有什么用？你又不会支持我。他想明天跟杜海一起去海边，罗庆宇会同意吗？我知道你想去海边，等成亲后我陪你去。现在家里脱不开身。对了，月月，鸡舍猪舍你有什么想法吗？明天我画个图给你看。哎，对了，我昨天说的修房子的事情你怎么想？你跟我说说你都是怎么想的。罗青雨，我跟你说啊，那边那块山坳利用的好了，那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我不敢说会不会成为财主富商啊，但住在那边人肯定会少生病。哎，罗青雨，你可不能小看这点啊，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什么时候小看了？你既然想，那我们就住那边好了。所以我们可以晚点再成亲啊。不行，成亲的事情不能再晚了。相公是怕我跑了？我是想让月月早日生下宝宝，以证我的清白。月月说为夫不能让你怀宝宝。感情你想娶我哦，是为了以证你这点清白啊？你随便找谁也能生宝宝？宝宝哪里是随便找人生的，只有我的娘子才能给我生。我们还没成亲呢，所以才要抓紧了。那个房子我们可以慢慢修，修成青砖黑瓦的大院子，以后我们的孩子能有地方玩。能不能别再说孩子了？等一切进入正轨后，我陪你四处去转转。其实外面很危险的，远远没有在家里安全舒服。月月，你是怎么认识那么多海外的物种的？而且家里的东西总能少也总能多。这个男人，他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呀。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秘密，你都是我此生唯一认定的娘子，一生一世。那你说说我是什么人？我想我的月月一定是从天上下来历凡劫的仙女，是来救赎我的，有着神奇的能力。可万一我不是仙女，而是一个孤魂野鬼呢？一时之魂，算是孤魂野鬼吧。
刚好我也是孤魂野鬼，我们可以做个伴了。哪里有人咒自己是孤魂野鬼的？如果没有月月的出现，现在的我早就已经成了孤魂野鬼了。别闹，我真的是个孤魂野鬼。这么漂亮善良的鬼，就让我此生都陷入你的鬼目中，再无翻身之日。罗心远，你不怕我？我疼爱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怕？月月，我说了，不管你是谁，现在你都是我此生的唯一。你能做到才好。那个渡海，我想让他以后帮我天南地北的搜集各种奇异珍品，给他买一辆骡车。这件事不急，人是老实人，但他这样跑南闯北，并不是长久之计，不安全。他现在只是运送些花花草草，别人不会看上眼，但如果真发现别的好东西了，那就是个事儿了。那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先跟我说说，那些海外物种能否大面积种植？我家月月懂得可真多，这件事儿是一件利民的大事儿，可以让渡海与村长商量合作。现在村里示众，成功后再献上衙门，到时候他应该能封个官职，有了官职在身，他再跑南闯北搜集物种就容易多了。这件事以后再说吧，现在苗种极少，想要大幅度种起来可不容易。次日莫九月起了个大早。月月，这么早你去哪里啊？我就去那边山脚走走，很快就回来，你先弄早饭。这里面莫非有一条所谓的灵脉？身周都形成了一股气势，衣服无风自动，体内的那团灵气在这一刻长大了1倍不止，一拳冲旁边的一棵树砸去。成人手臂粗的树直接从这砸的地方断裂，轰然倒地。罗青雨轻轻拍掌，双眼黑得发亮。罗青雨，你什么时候来的？这个时候你还没回去，我不放心你，过来看看。哎，罗青雨，你的脚还有些痛吧？回去我给你针灸一次，保证你可以正常走路，不会再痛了。好，大飞，怎么了吗？青雨，赵锦绣来了。还真有意思呢。爹娘，你们有事吗？哼，小五，你现在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爹娘来了，你竟然不将人请进去坐？家里脏乱，想来爹娘也坐不住，对吧？小五，你还认爹娘是吧？爹娘明白，当初锦绣退亲给你买了的这个扫把星，你心中一直很不舒服。反正也只一个买来的扫把星，名声也不好，当不得你的媳妇。爹娘商议过后，还是为你再订回锦绣这桩姻缘，你们两人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爹娘也把日子给你看好了，3天后的8月初5就很好，到时候你请上8抬大轿，把人迎进门吧。我先回去忙了。大黑，你今天啊把门守紧了，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你贱人！之前听娘说挨了打，我们兄弟几个还不相信。青雨，既然你管教不了这个女人，那哥哥们便帮你管管。女人呐，就是没有打2顿还不听话的。刚好他修为晋升，这2个男人正好给他练手。月月，这里交给我好吗？感觉这个男人终究还是向着他家人。罗青雨却忽然站起来，往前猛冲2步，双拳同时往前冲去。罗青雨，你看来爹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罗青雨，你这个逆子，竟然敢打兄长！贱种，敢打我们，今天就把你这双腿再打折了！罗青河，你住手！你不顾罗青耀的名声了吗？我们家的事情不用你们管，滚一边去！手中出现一枚银针，绕过面前的3个大男人，射向罗清河。没有他帮罗清河逼出银针，罗清河下半辈子就躺在床上吗？他整个人都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被定住了。你们都让开，事情我自己能处理。伯母，你别生气，青雨心中有自己的想法，母子间哪里有隔夜仇？让2位大哥赶紧回来吧。打！给我狠狠的打！广浩哥，你们让开，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叔，你可要想好了，今儿这事闹出去，秦耀哥连入场求考都做不到。罗青雨，你要记住你姓什么，今天只要你还叫一声爹娘，就得听我们的话，把这桩亲事成了。我已经有目视了，不会再娶别人。目视名声不行啊，当不得当家主母，而且你们之间也没有婚约文书啊。看在他照顾了你这么久的份上，再离开呀，只怕也没人敢娶她，那就许她一个妾的位置吧。妾？去死吧！爹这话就错了，我早已经去衙门将婚约文书补上，而且
我的分家户籍也已经分出来了，以后我与老罗家不会再有任何关系。爹如果不信，只管去衙门调查好了。今天我还有事，就不招待你们了，你们都去忙吧，我这里没事了。青雨，你等等。青雨，我赵小姐请慎重，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这样直呼陌生男子的名字，有损规誉。早在退亲的那一天，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哪怕你此刻巴巴上门要做妾，我也嫌弃。罗家大嫂，是你亲自前往，说罗青雨对我家尽孝，还欢喜，让我们过来结亲的。现在这样，你们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我呸！当初要不是你们急吼吼的来退亲，现在坐在里面当少奶奶的人就是赵锦绣了。看到没有？刚才那头大家伙是罗青雨以前打猎的时候救的，现在来报恩了，出入多威风！这一切呀，只能说明你们家锦绣有当少奶奶的野心，却没有那样的好命。我呸！早知道你们这么没用，还不用白跑那一趟。大哥，走了，你还站在那里干嘛？清河大哥，锄头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他发现不管他如何努力都动不了。老四，我动不了的，你背我回去。你动不了？怎么会动不了的？我要是知道，我还用站在这里吗？哎，赶紧把我背回去。怎么会这样？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莫非中邪了？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会不能动了？是不是刚才那个剑中打伤的，还是那个贱人把你克了？杀千刀的呀，竟把自己大哥打成这个样子，真是没人性了呀！爹，你不能为清河做主的话，我要去找村长、找族老、找衙门，必须赔钱。再闹就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还不把你大哥背回去呀？都怪你这个贱人！月月，你这是要干嘛呢？干嘛？收拾东西，给你的未婚妻让地儿啊！罗青雨，我告诉你，你别想我真的给你做妾，这辈子都不可能。月月，那些都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做法，可不关我的事儿。你是我的妻，这辈子都只会是我的妻，唯一的妻。我哪敢啊！我就是一个名声不好的扫把星，又没有婚约文书，哪里配得上你？谁说的？你看这是什么？罗青雨，这个是什么时候弄的？我怎么不知道？就那天上街的时候去弄的。我怕那家人会搞事情，便提前将这些都弄好了。你放开我！我不放。月月，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你当初说了的，嫁给我了以后都是我的妻子，生要同欢，死也要同穴。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说过了，你就是说过的，你可不能耍赖。罗青雨，月月，此生我只有你一个妻，其余的女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相信我，好吗？你最好记得你今天说过的话，如果日后你胆敢欺负我，月月要如何？我可以让相公当女人。月月怎么舍得？哎呀，赶紧放开，陆大哥还在外面呢。月月，好了，我相信你了，我也不走了，你赶紧放开我。月月，你说能让我的脚不会再痛的？活该你痛，把裤脚捞起来。好了，你下地走几步试试。罗青雨听话下地，脚上果然不痛了。他又跳了跳，还直接弯腰将穆九爷抱起来。月月，你真的是为父的福星。等我有时间给你治些祛疤的药膏，保准你以后看不出曾经受过伤。罗青雨又吻了他一下，才轻轻地放开他。月月，有你真好。好了，出去吧，陆大哥应该急着要赶回家了。对了，在人前你还是给我把轮椅坐上，听到没有？不用了吧，之前我都站起来了。罗青雨，我不是会让自己吃亏的主，你以后不必再那样。我知道月月很厉害，但在外人面前，月月能给为父留点面子不？杜大哥，如果你还发现有什么新品种，不局限于这些国语植物啊，还可以是其余的那些什么特别的石头的，海鱼、海虾、海藻之类的，都可以晒干了运送，那样会更方便。路上小心。谢谢你们。罗小娘子，你跟我去一趟镇上吧，卖肉的罗大兄弟受伤了。罗小娘子，你们来了，伤得很重，肋骨断了2根，应该刺穿了内脏。如果不能，嫂子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看看。放心，我不会让大勇哥有事的。我去看看他。大勇，大勇，你怎么样？你出去。我不出去，我陪着你，我不要出去。嫂子你先让开，我给大勇哥检查。如果我不行了，你
把我照顾没想孩子。你自己的女人孩子你自己照顾，我又不是圣母，凭什么帮你照顾？看来是伤了肺部了。嫂子，你先出去，我要为大勇哥医治，你不适合留在这里。他的一边手都被斩下来了，这是在现场找到的断手。嫂子，你们出去，不要影响我救人。九月，救他！月月，有把握吗？孙大夫，你们先出去，我相公留下来帮我就行。相公，你把这个给大勇哥先喂进去，他很快就昏迷过去。罗青雨，我要帮罗大勇做手术，如果你不怕，就留下来帮我忙；如果你怕，我留下来帮你。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穆九月将他的秘密袒露在自己面前，代表已经真心接受了自己。你相公还等着你照顾，家里还有2个孩子，你如果自己再病倒了，他们怎么办？想想9月他是怎么自己一个人熬过来的。穆红长说的不错，他不能被打倒。九月，大勇他已经没事了，你可以进去看看他，但现在不能碰他。晚上嫂子要辛苦点，如果他发热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九月，我能不能用热水帮他擦洗一下？给他洗洗脸就好，其余的先别动。罗公子的脚已经全好了。好了。你们也饿了吧？先吃饭。从现场来看，似乎是魏才，因为他的肉卖得太火了，别人想要劫财，身上的钱被抢了不少，肉也被抢了不少，剩下来的据说是他拼命抢回来的。真魏才就没有必要斩断他的手，这个举动看着是不愿意让他再做买卖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方子的原因。仙老爷是怎么说的？抓了2名混混，被罗大勇打断脚的，现在还在衙门里，据说痛昏迷了数次，还没有来得及审问。孙大夫，不知道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那2个人？嫂子，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你要坚强。月月，睡吧，这些事情也不是你想的，你不要放在心里。你说是为方子，还是想故意废掉他，让他以后再也不能做买卖？又或者2者皆有，却又故意伪造成为钱财的样子。这件事情等明天问过那2个歹徒应该就能知道了。等大勇醒过来，想来他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之前嫂子跟我说过，醉香楼也想要方子，还曾警告过他们。哎，你说会不会是醉香楼搞的事情？月月，你先休息，明天我再去查房。罗清月，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月月什么时候想说了，自然会与我说。第2天，官差上门告知，那2人昨晚在牢里自杀身亡。孙大夫，你在镇上的时间长，对醉香楼应该很了解吧？你是怀疑是醉香楼所为？如果真的是醉香楼，只怕罗大勇这顿打就白挨了。醉香楼背后的东家是穆家。穆家？莫非是孟尝布庄的穆东家所在的穆家？与他有关也无关。穆家是京城的世家大族，更是皇商世家，生意遍布整个紫霞国。那孟尝布庄应该与他关系不大，但罗小娘子可以亲自问问他。醉香楼是穆家一个分支的少爷所开，为人确实阴狠，手段毒辣。如果不是客满楼有些实力，早就被排挤掉了。这客满楼的东家是不是与穆家有仇？应该算吧。客满楼的东家沈家也是京城的一大世家大族，他们的商业不差穆家多少。穆家背后有皇公主与太子妃。你去找穆东家，我去一趟衙门，自己小心。你也小心。9月妹妹，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吃早饭了吗？姐姐这里还有些吃的。穆姐姐，我们聊聊吧。9月妹妹想聊什么？姐姐可知道罗大勇是被谁打的？9月妹妹，莫非是在怀疑姐姐？倒不是怀疑你，只是好奇你与醉香楼东家的关系。看来妹妹是听到些什么了。唉，我姓穆，确实是穆家人，但穆家家大业大，我们那一脉在穆家里并不受宠。我们姐妹在家里也只是庶女，父亲为了讨好嫡系，听信嫡母的话，要将我们送去讨好嫡系子弟。我姐妹俩不甘被利用，偷偷逃出来，与穆家已经10来年没有联系了。醉香楼的东家我们查过，是一个比我们还不如的分支弟子，为人阴质，手段狠辣。如果真的被他盯上，你可真得要小心谨慎才行。妹妹，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如果我真与醉香楼有关系，我开口跟你买方子，你会不给吗？但这么久了，我连半句声都没有，甚至请你吃饭，我们也是去的客满楼。我没有说不相信你。那你与苏婉晴之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不对付，
只是因为我曾经的家族，所以见面后有些尴尬而已。现在已经没事了，罗大勇他不会有事吧？不会的，姐姐，刚才对不起。我明白你的心情，你能将话直接问出来，而不是背后里误会猜疑我，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太子妃是穆家之人？不是，太子妃是紫小公主唯一的女儿，是定国公府的嫡长孙女。一会儿你先回家吧，这家里都没人也不行。还有果果那2个小家伙，你先带回家里去。好，下午我先回去，明天我再来看你。你别多想，要注意休息好。我回家休息可以的吧？月月，要不我们就把他带回去吧，反正有车。你现在这身体哪能受得了颠簸呀？还是再休养2天吧。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没事的。回去吧，也能安全得多。就怕我们都在外面，到时候那些人把主意打到大黑的身上。那下午就回去吧。爷，你怎么来了？准备前往西北。听说你这边出现了陌生人，便来看看。谁受伤了？一个病人，昨天打架的已经离开了。爷，那伙人已经离开了。当时我的人被打昏，失去了他们的踪迹。你跟我详细说说那些人的特征。爷莫非怀疑他们就是东梁的太子？他不会那么倒霉吧？你还在这站着呢，怕什么？最好是把他的画像给我画出。爷，这次你去西北，我跟你一起去。你是怎么了？竟然想着去西北那样的苦寒之地？爷都能去，我有什么不能去的？更何况我这段时间学了不少东西，也想去实践一番。秦叶墨见他不似说假，便点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我自然是放心的。那你收拾收拾，夜里我们就出发。爷，要这么急吗？怎么还有你舍不得的人？爷，晚上请你去客满楼吃饭，那里新出了不少菜品，保管能合你胃口。你说表哥要请客吃饭，是不是漂亮的女孩子？我只知道是从京里来的。京里来的，表哥亲自陪吃饭，莫非？这位公子，你尝尝这个吧，真的很好吃的。放肆！这个胖妞站得离爷近就算了，竟然还不知廉耻的给他喂食，把爷当成什么人了？如渊，你怎么回事？爷都还没有说话，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什么呀？有病吧？你看，我先尝过了，没有毒的，而且非常好吃。你真的确定不吃？你当真不尝尝？好吃，真的非常好吃，真的好吃。不信你试试，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不会吃，真是可惜了。算啦，你不喜欢吃，那我帮你吃好了，你试试别的吧。喂，你别光顾着看我呀。虽然我知道自己长得圆润漂亮，但你这样盯着我看，我会不好意思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肉可是非常好吃的，我的珍藏版。听说那个卖肉的被打了，后面再想吃可没有了，也就是你来我才送一份上来，别人可就别想了。犹豫了一瞬，他还是张了嘴。是不是很美味？味道极佳，他想起来了，是当初那个农女煮的粥的味道。爷竟然真的吃那个胖妞家的菜，好吃是吧？你再尝尝这个，味道也很好吃的。好了，吃吧。对了，这个青菜你也一定要尝尝，错过这家，你以后再想吃都吃不到了。可是我们每天跑远路抢来的少许。大勇怎么样了？还行，就是短时间内不能再做事儿了。可知道是什么人所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说，我们都是一个村子里的，谁也别想欺负。不知道，人都逃了，衙门还在查呢。哎呦，肯定是大勇买卖遭人红眼了。哎呀，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呢？这个还做吗？做呀，他们要是敢跑到我家里来闹，我定然不会放过他们的。卤肉的事情，我想这样，大勇已经将市场打开了，我继续卤肉。二伯，你问问村里面有谁愿意做的，来我这里拿肉去卖。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是2、3个人一起。好呀，这件事可行，我回去后会好好的谋算啊。价钱上怎么算呀？卖肉的人要每天把肉给我背回来，中间我们做的工序抽取10文1斤，然后村民们带去卖，仍然卖35文1斤。不得涨价，这中间至少还有8、9文的差价，这便是大家赚的钱。成，这个事儿就交给二伯了，多的是人想做呢。青羽，你的脚是彻底好了吗？已经好全了。今天大夫也说了，说我恢复得很好，任跑任跳都没有问题了。月月，你自己没有留下首尾吧？罗青羽，你不应该关心你那个好四哥会有什么事吗？月月，你做的是对的，只是下点毒让他养，还便宜他了。如果换成今天是我看到，我会当场把他打一顿，再扭他上衙门。衙门迟早会找上他的，放心吧。下次这些危险的事情让我来做，你这双手以后只管救人就好。早上莫九月很早就起床。那个逆子与他朝夕相处都没有备课，清河才去几次啊？
你再敢闹事，马上就滚回你的娘家去！罗青兰睡到日上三竿了，竟然还没有起床。老柳氏怒了：老四，你这个懒猪，赶紧给老娘起来干活！你听到没有？罗青兰不耐地翻了个身，她昨晚身上痒了一个晚上，也抓了一个晚上。娘，我不舒服，再睡会儿。死小子，还连你也敢装病不去干活？难道家里家外还要我们两个老家伙来伺候你们不成？你这个好吃懒做的混小子，今天你不给老娘下田，就别想吃饭啊！娘，疼！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昨天从镇上回来后，总感觉身上痒，结果越抓越痒了。你昨天到镇上，是不是遇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人或事了？没有啊。那你赶紧自己上山，扯些止痒的草药回来弄弄。罗青兰在家吗？在呢。谁找我？3位官爷，你们有什么事吗？你就是罗青兰？对啊，我就是罗青兰。官爷，带走。官爷，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家青兰一向安分守己，从不做坏事，你们凭什么要抓她？她涉嫌谋财害命，你若再敢阻拦官府办案，将按同犯处置。官爷，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我们青兰怎么可能谋财害命呢？哼，是与不是，县令大人自有判断。现在你们都让开！你们放开我！我没有谋财害命，我什么都没有做，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好痒啊！你们这些狗官，吃着我们上交的粮，还敢胡乱冤枉我们！安静点！你害死了3条人命，人证物证俱在，还敢在这里诋毁老爷的名声啊！金宝啊，赶紧去田里叫你二伯回来。今天你在家里，我到镇上去一趟，也顺便查查当年的事情。好，你自己也小心些啊。这个你说好，是我自己研制的药粉，必要的时候或许有用。还是我家月月最疼我。罗青兰预谋毒打罗大勇，还毒杀了3个人的消息传回罗坑村的时候，所有人都炸开了。哎呀，爹娘，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月月，你猜猜我都查到了什么？哟，才1天的时间就查到你的身世啦？身世倒是不知道，但我找到了当年接生的稳婆。柳氏当年生下来的是女婴，而且那个女婴现在就在镇上。所以是把你与那个女婴换了吗？这件事现在还不知道，得问柳氏他们才行。我悄悄走访了那个女人，她已经成亲了，与柳氏至少有6、7分相似。不过她娘家那边我还没有去，也不知道是否是我的父母，据说条件还不错。所以老柳氏是想让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去享福吗？这件事情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却可以去与那边敞开来说清楚。小雨在家吗？三哥怎么来了？你的脚已经完全好了。三哥很失望。哎呀，小雨，我知道这段时间呢，娘来你这里闹了几次事儿，你心中有怨也是正常。但是我们怎么说也是亲兄弟嘛，大家心里呀，其实还是关心你的。只怕未必吧，这么晚了，不知道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哎呀，老四的事情想来你也是知道了吧？啊，我们大家呀都没有想到你说老四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但你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去怨恨他也没用啊。现在我们要去想的呢，就是怎么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是不是？三哥这事儿找错人了吧？四哥伤的是大勇，就算要道歉，要求得谅解，也应该是去找他。三哥来找我，所谓何意啊？哎呀，大勇那边啊，我们自然也是要去看望他的。但三哥今天晚上来找你呢，却不是因为大勇的事情。那个你也知道的哈，我马上就要入场秋考了。老四呢，这次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呀，如果不理会，我连入场都不能。我呢已经找了人了啊，想先把老四啊从里面给捞出来。你也知道的，这样的事情要花费不少。这个家里现在已经没钱了，所以呢，老四怎么说也是你四哥呀。这件事情你不能置之不理吧，是不是？你真的确定我是你们的亲兄弟？小五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这段时间对你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爹娘怎么说也生你养你这么大吗？你就是这样回报爹娘的？三哥与镇北街杂货铺的东家娘子，当年娘生的小五就是那位东家的娘子吧？三哥，你早就知道了，不是吗？
我怎么了？这么多年来，你们大家都把我当牛当马一样使唤，从来没有把我当兄弟过，更是在伤了腿的时候将我分家赶出来，哪怕是分家出来了，也没有让我好过。3天5天跑来找事情，真当我没有脾气的吗？现在见我脚好了，日子好过了，又打着亲情的牌子来要钱，我看起来就那么像傻子吗？哎呀，现在怎么办呢？看那个贱种的样子，是不会同意再拿钱的了。回来啦，那就吃饭吧。月月，一会儿我想去找村长，这段时间让大黑回山里待着，暂时不要下山了。要不我给他们全部下些药，让他们都躺在床上不能动算了。傻瓜，一个人可以归为中邪1万，但全部一起的话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到时候查起来可不是好事情。我知道了。月月，你要一起去吗？好啊，我跟你一起去。走吧，二伯陪你走一趟。哎，你们去请2位族老也一起过去。扫把星，你还敢进我的家门？我家的老大和老四都是被你克的。月月，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小雨啊，你这是做什么呢？啊，咱们自家人再怎么闹，那也是自家人的事情嘛。这么晚了，你说你还麻烦二伯做什么？自家人？你真确定你们有把我当过自家人？逆子，你现在翅膀硬了啊！老子打不了你了，是不是啊？老子再怎么也是生你养你这么大，你就是这样跟我们说话的？七爷爷、九爷爷，这么晚了还要你们走这一趟，真是不好意思。你这孩子说这些话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晚找我们来，是因为青兰的事情吗？七爷爷，也不全是，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小雨呀，可是他们又欺负你了。七爷爷，你也知道的，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如果不是牧师，可能就再也没有我这个人了。家里兄弟5个为什么要那样对我？我心里难受啊。小雨，你别急，七爷爷为你做主。是这样的，七爷爷，我今天上镇子的时候，无意中遇上了王稳婆，她当时也在衙门那里看热闹，我便与她聊了几句，结果……小雨，你也长大成人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要考虑清楚啊！荒唐，这就是读书人的气度吗？小三啊，看来你这20多是白搭了。把我当透明的就行了。哼，透明人要有透明人的觉悟啊！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着我的面嘲笑我，竟然还好意思说是透明人。娘，23年前你生下来的老五是个女儿吧？荒唐啊！你们真的很荒唐！你这个白眼狼！爹娘，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们，你们确实对我有养育之恩，可这份恩情也仅限于前5年。从我5岁开始，便要上山捡柴、摘野菜，夏天捡麦穗、捡落龟子，全都是靠着双手双脚做事，才能换来每天一碗稀到可以照清人影的米汤。我从12岁上山抓野鸡野兔，15岁打猎，所得全部上交宫中，整整8年，也将前面5年的养育之恩还清了。早在你们把我分家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之间便已经再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件事情我原本也没有在意，但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过分做法，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今天请二伯与2位爷爷过来，也是想将此事摆到明面上，以后你们是你们，我是我，与你们再没有任何关系。逆子啊！当年要不是我们好心收养你，你现在早成了一堆白骨了。当年的收养只怕也是利益所趋吧。据我所知，也是在我出生后3哥与4哥才有银两去上书塾的吧。我很想问问你们哪来的银两供2个儿子上书塾？那个当年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家里现在因为4哥的事情急需要一笔银两，你给我拿100两银子，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别，罗叔，那事你还是别说了，留着在土里去吧，我不稀罕。我只要知道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这就足够了。二伯、七爷爷、九爷爷，事情的真相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希望能开祠堂，把我从里面分出来。小雨呀，你别冲动，人啊不能做无根的浮萍啊。可能你不是我们姓罗的亲孩子，但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家都把你当成族人照顾着的。哎呀，是啊，小雨呀，这事儿呢不怪你，你现在也无处可去。
族谱上还是有你的名字。我们做主让你上谱了。对了，你不是说想让牧师也上宗祠吗？这事儿啊，我们也同意了。你可千万别冲动啊！什么？你们要让那个扫把星上宗祠？凭什么？不行，我不同意！我们商量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一个无知妇人来妄议？你看看你们做的都是什么事？是人做的事吗？想要好好的前途，就这样被你们全部毁了。竟然还敢杀人，真是丢尽了我们罗族祖宗的脸面了。姐呀，青兰没有杀人。一旦他认罪，老夫以为你也在这里坐不住了。如果事情啊不能完美的解决，那你们一家就搬离罗坑村吧。到时候你五爷爷一家就第一个会将你们除族。拿50两出来，我与你断绝关系，而且将你的身世告知。好，那就写下断亲文书，按下手印吧。罗青雨看了文书后，第一个往上面按了手印，随后他拿出一包银两摆在桌上。你急什么？还有事情没有说清楚呢。你扫把星，这是我自己的银两，关你什么事？你们还没有把事情说出来呢，怎么就能算是你们的了？扫把星，一切都怪你呀，否则我们家不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这还不是你们自找的？明知道我扫把星的名声，还要把我买回来，不是自找是什么？再者，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不是你们一直作死找事情，贪婪成性，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吗？你的身世如何，我们也不清楚。当年我们还住在那边山脚的时候啊，一天意外闯进了一名浑身是伤的男人，男人就抱着一个男婴，他当时啊给了我不少好东西，让我帮他照顾孩子，然后他便离开了。原本呢我是不乐意的，但是那些东西都很值钱呢，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大笔的财富。刚好那时候我们的女儿也出生了几天了，想说生的双胎也没好意思说，为了那笔财富，我便忍痛将小五给送了出去，为他寻了个好人家，对外呢还是说生了个儿子。九月，这事儿是真的。九月，他们说是青兰找人打的大勇。嫂子，恶人总会有恶报，你不必再放在心上。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啊，是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说说。罗青兰那个小子的事情，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啊。因为眼红大勇卖肉挣了钱，铤而走险的砍断罗大勇的手，这样的恶劣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大家身边，大家心中都是恐慌的。我也能理解这次的事情呀，罗青要出面做了担保，以后会严格管好他。如果再有下次，将会驱赶出村，剔除出族的严重处罚。至于杀人的事情，他自己一直没承认，衙门也没有更多更直接的证据，所以暂时被保回来了。基于这次的恶劣事件，罗奎刚一家要赔偿罗大勇20两银子，限你们3天内集齐送过去，否则你们一家人也不必留在村子里了。再者，大勇手断了，家里家外的活都不能做了，你们家呀要派出1人去帮忙照顾，直到大勇康复为止。听到了。大勇因为受伤啊，肉食买卖是不能做了，但肉食的买卖其实已经做开了。现在青雨与我商量后，决定把这个好事分给大家啊。以后你们家谁愿意的，可以自己去买肉回来，送到大勇家，由他们将肉食做好，你们早上再备去卖，价钱那些都与我商量好了，谁愿意做的，一会儿散会后去我家里找我报名。今天召集大家来，除了这些事情外，还有2件大事要宣布啊。经过我们多方的查证确认，罗青雨并非罗奎刚的亲生儿子，再加上早就已经分家出去，所以昨晚呢，在我与族老的见证下，他们已经正式断亲，自此之后再无瓜葛。二伯，青雨还会留下来吗？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青雨自幼是在罗坑村长大，对村子里也是有感情的。经过商议，之前的事情仍然会继续。那边山脚下一带的地方已经买下来了，修建大型养鸡养猪农庄的事情呀，仍会继续啊。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罗坑村来说是一件大事呀，我不允许再有任何人去搞破坏。被发现后，一律驱逐出村处理，严重的送衙门，绝不姑息。青雨与我商量过，请人都会从村子里请，还是长期稳定的供啊。也就是说，以后村子里会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都能过上稳定的日子了。除此之外呀，青雨还向我承诺啊，他们养猪养鸡需要大量的菜，大家可以大量种植，种多少他抽多少，价钱方面和外面一样啊。可能有人会觉得，既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那他应该再给大家更好的价钱。只是你们要想明白呀，这是一个长期的买卖，你们种的菜卖给他们，不但稳定，还省时省力啊，比你们自己背到这上去守半天再廉价卖掉要好得多得多呀。种蔬菜需要的时间周期短，这其中的收益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其中的好处啊。青雨还说了，你们谁家自己愿意养鸡养猪的也可以啊，以后他们也会一起收，价钱不会亏了大家的当然必须要健康的啊。大家都知道啊，罗青雨此前分家出去的时候，自己并没有什么银两，而且身受重伤，躺在床上生活都不能自理。他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能再次站起来带领我们全村人一起致富，全部都是因为牧师。牧师来到我们村子里已经有3-4个月了，大家对他多少都有些了解。大家应该也知道，不但卤肉是他提供的方子，他还与克满楼大酒楼合作，这才有本钱在村子里修建农庄吧，带领大家一起过吃饱穿暖的好日子。
罗青雨能有今天啊，全是靠他。我们村子里以后能不能致富，也全是靠他啊。经过我与族老等人的商量决定啊，罗青雨的族名将从罗奎刚家分出来后单独起户，牧师的名字也将会添在他身边。月月，能给你的，我都会为你努力争取的。请酒的事情我已经在准备了，就着中秋节的好日子，摆上1天的流水席。到了那天，还希望有时间的婶娘们能去帮忙。好嘞，我们一定去帮忙。那是肯定的呀，沾沾喜气，没问题。这件事情啊，青姨确实已经与我商量过了，因为她与牧师当初的特殊情况啊，所以准备在中秋节的时候将宴席补上。那天有时间去帮忙的，也到我这里去报名啊。回到家里，嫂子，卤肉你自己做得过来吗？不行的话，我让知花与招娣帮你。先看看多少吧，如果多的话，到时候我再让那2个丫头帮我。大勇哥的伤势恢复得很好，你不要担心，他静养一段时间就不会有事了。九月，谢谢你。嫂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青雨，我记起前面16年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弄明白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什么。他所能活动的地方也就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不同的老师出入，教他琴棋书画。不学习的时候，他的日子都是悲苦的，那里的人都可着劲儿的折磨呢。就在2年前的一天，他偷听了一些事情被发现，结果就被灌了1碗药。再醒来的时候，他就是在人牙子那里了。那些不好的记忆就不要再去想了，我们只要将日后的日子过好就行。罗青雨，我身上只怕还担着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月月，我以为我的心思你早已经懂了。踮起脚尖往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走，我们再去那边山脚走走。九月，青雨，我怎么感觉嫂子似乎有话要说？你看错了，你昏睡1天，大家都以为我晚上把你闹得没休息好。我们走吧，去那边山脚下走走。月月很喜欢这边，可有想好房子要怎么修？有啊，就修在我平时修炼做的那片坡地。工程会很大，很麻烦，山还不属于我们的。你要往上面修房子，我们只能把那一片山头买下来。一座山头要很多钱吗？明天我去镇上问问，这事儿要到衙门才行。哎，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不要弄得太多太大，树大招风。也罢，有一座山头也足够了。就在这边修房子了，把山头的手续办下来后，就请人来开地，500两够不够？月月，我这里还有。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说不是你以前脚不好吗？你身上或许还有钱，但你也不知道买一座山头要多少钱，对吧？这不是一笔小的花费，你的心意我明白。不然这样，这座山头与房子记在我名下，如何？月月不说，我也会把事情办好的。对了，快要入冬了吧？这里冬天是不是很冷啊？家里还有很多东西要置办吧？我都已经准备了。罗千羽，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修炼？好。穆九月让他也学着自己的样子，在对面盘腿坐下，然后跟他讲解运气的秘诀。夫妻2人竟然就这样坐着修炼了1个晚上，直到太阳升起。罗千羽，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气感？罗千羽笑着往侧边打出一拳，拳风烈烈，威势十足。啊，罗千羽，你竟然这么快！哦，不对，这股气势不同。我以前跑镖的时候跟一个老师傅学过内功心法，这些年来也没有落下修炼。不过我这种与月月教的不同，我们是要靠打熬身体修炼出的内力。好啊，原来你还是个高手，竟然一直都瞒着我。月月也一直没问啊。哎，那你是不是还会飞檐走壁的轻功？古代的武侠好像都是那样的吧？不会，我现在啊也只是力气比普通人要强大，做不到那样的高人。我们这种是要靠从小打熬身体修炼，经历长时间累积，才有可能成为高手的。回到家里，好小子，你们这爱好有些特别呀。吃完早饭，他跟罗青雨提了一声要上山。好，我陪你一起去。罗青雨，你忘记了你今天要上街吗？那我们一起去，反正有车，也很快就能回来了。明天再上山。昨天就已经有村民们背肉来了，想来一大早他们就已经背到镇上去了。我们走吧，他们能处理的。罗小娘子是要往镇上吗？是啊，怎么你们有病人要我帮忙？是的，一位女病人，如果罗小娘子能治好，价钱绝对不会差。相公，你一会儿自己去办事，我去看看，晚点你再去接我啊。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啊？你们孙大夫也没有办法吗？孙大夫早在数天前就离开了，老大夫没有把握，掌柜便让我去把你请来。你说什么？孙大夫离开？他去哪里了？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只听说好像是上西北战场了。上西北战场？小安，你说的病人呢？江秀才，这位就是女大夫，或许她能治你娘的病。这位小娘子是大夫。你娘是什么情况？现在在哪里？江秀才啊，
如果说这个世上连他也治不了你娘的话，那也没谁能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啊，那等你自己想好了再来找我。这位小娘子姓刘部，我只是有些不敢相信，我娘因为情况特殊，她在家里，还需要小娘子上我家一趟才行，不知道现在可否有时间？前面带路吧。那个女人不正是那个扫把星吗？竟然跑到镇上来，光明正大的勾搭男人。江府，小娘子，一会儿不管你看到什么，还请你离开这后就把一切忘记了。娘，你睡了吗？我给你请来了一位女大夫。少爷，你……我娘睡下了吗？夫人刚刚睡下。娘，冰儿，娘的身体就这样了，你又何苦再花心思在娘身上？娘，人都已经请来了，你就让他为你看看吧。小娘子，还请你过来为我娘诊断。冰儿，这位姑娘莫非是你的心上人？夫人请慎言，我已经成亲了，夫家姓罗，人称罗小娘子。抱歉，是我唐突了。继续把脉。江秀才，你先出去吧，我为夫人检查一下身体，你也出去吧。罗小娘子，夫人别怕，我去看看。女人很瘦很瘦，但她的肚子却很大，看着像是怀孕4、5个月的样子，不是像穆九月给她把脉的时候是喜脉，却又有所不同，里面的确是胎儿。夫人这样多久了？小娘子不怕吗？嗨，人生百态，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可能，咱们把病治好了就行，没什么好怕的。罗小娘子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能看出我这病还能治？能治。你这胎多长时间了？不是胎儿，我没有怀孕，我没有偷人。好，不是怀孕，那你能告诉我多长时间了吗？8年了。好了，没事了。如果我没有猜错，在那之前你应该还生了一个孩子吧？小娘子果然厉害。10年前我确实产下一女，但体弱多病，没养2年就没了。夫人，你这肚子里的还是个孩子，你当年怀的是双胎，结果只剩下了一个，还有一个在里面死了。你刚才说里面的孩子是10年前的，10年前产下女儿后，我的身体便一直羸弱，药不离口。就在2年后，女儿夭折，我伤心过度，大病了一场，之后肚子便日渐显坏。老爷骂我偷人，要休弃我。如果不是顾及我娘家，冰儿那时候也考上了童生，怕坏了她的名声。我没有偷人，真的没有偷人。夫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小娘子，让你见笑了。夫人不急，你这病能治，只要把体内的胎儿取出来就好。你是说你能治我的病？夫人，你这病我确实能治，你先别急，我让你儿子先来，我一起跟你们说说。别，我冰儿她……夫人，你的情况很特殊，没有你家人的同意，我不能为你治，懂吗？罗小娘子可有办法？你先进来再说。娘，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冰儿，娘，别急，我们听听大夫怎么说。江夫人的情况很特殊，她腹内有一个胎儿，是10年前怀的双胎，因为种种原因只生了一个出来，还有一个在里面化作了死胎。经过时间的推移，她体内的死胎已经变异，吞噬了江夫人的血气与生机，唯有将她体内的胎儿取出来，才能保她一命。她现在的情况，用药已经不会有效果了，唯有开腹将死胎取出。罗小娘子，你真的确定要这样才能治疗？确定，不过夫人现在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取胎，还需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还能活？能。要不要取胎的事情，你们可以先慢慢想清楚了再决定。我现在先给夫人开药调养身体，等她的身体养好些，再考虑后续的事情。不过你们也要尽早拿主意，夫人的身体撑不了太久。我治。娘，冰儿，什么都别说了，娘这样活着与死了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有机会可以争取一把，冰儿，娘想活着，看你成亲生子。好，那我们治。罗小娘子，你真的确定我娘能好？江秀才，你身为读书人，须知世间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哪怕是神医也不敢打包票说那个病人就一定能好。我只能说尽我所能，只要你们配合我，至少还是有70%机会的。冰儿，你不必给小娘子压力，能好是娘的福分，就算不好
也是娘的命，与小娘子无关。小娘子，对不起，是我唐突了，我也只是担心我娘。江秀才为我准备笔墨纸砚，我先开一张药方子，你自己去抓药，先帮他调理。好，这个药先服用3天，看情况再换药方。中秋节后我再来为你娘检查，到时候再换药剂。你娘的药，你最好是用信得过的人经手。这话穆九月也只是例行提醒一句。小娘子，这个先给你，待我娘身体好后必然大谢。夫人，你放宽心，好好休养，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小娘子，谢谢你。冰儿，你送小娘子出来。不必，你让人送我就好。我送你出去吧，娘，你先休息，我马上就回来。小娘子，之前的时候多有得罪，对不起，下不为例。今天的事情还望你能保密。月月，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儿？哎，你的事情都办好了？既然来了，现在时间也还早，我们去购物去。娘子想买什么？看着买吧。赵锦绣看着2人远去的背影，恨得牙痒痒。这个贱人扫把星，明明已经有男人了，竟然还到镇上来勾搭江家的秀才公子。九月，你来了正好，我还想着明天去找你呢，快进来。姐姐，出什么事了吗？怎么急成这样？月月，来试试衣服，哪里不合适的，姐姐再让人改。姐姐，这你的嫁衣，来试试是否合身。不是，姐姐，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丫头还好意思说？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也不跟我说，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个姐姐？我自己也是刚知道不久嘛。青雨让你做的？要不是她说，我哪里能知道？赶紧试试可否合身，要是哪里不合适还能再修改。这些可都是你家相公亲手挑的料子，你摸摸可舒服了。我家九月可真是一个大美人，这样换了一身衣服，就像天上下凡的仙女一样，到时准能将你家相公迷得下不了床。哎呀，姐姐，九月竟然还会脸红了，可真难得呢。送嫁？你找了谁？我相公有个弟弟，今年15岁，他来担任背你出门的兄弟最合适了。还有沈家那个小东家沈飞林，他也会送你出嫁，我与我姐也会一起去，反正你放心，绝对会让你风光大嫁。姐姐，谢谢你。对了，姐姐，我这回呀，可是给你带来了好东西，你先试用，好了你再介绍出去。那每晚睡前啊，用1滴就好，放手心搓热后抹脸上。哦，对了，这个只能预定，你可别急着买多少，而且这个价格昂贵，这么一小瓶至少也要50两。这个有什么好处？你不是一直羡慕我的皮肤吗？你是说这个能让人的肌肤变美？那是肯定的。哎，还有这个滋润的膏体，这个是敷脸的，用这个洁肤，然后啊，用这个均匀敷一层薄薄的就好。1刻钟后净脸，再涂抹上这个。以姐姐的皮肤啊，最多敷2次就能收效甚大，所以这里呢也只给你配了2次的，一整套的定价呢是308两。九月放心，只要效果好，银两不是问题。月月是不是突然发现为夫其实长得很俊啊？不要脸！回到家后，罗青雨去跟罗广豪等人说修房子的事情。月月这画的是房子？商量好后，夫妻2人又在那里坐下开始修炼。这里的修炼环境是真的不错。今天我要上山。好，我陪你一起去。你今天不把事情安排好吗？只是安排，很快的。对了，嫂子，你家隔壁搬来的人家，你们知道是什么人吗？只大概知道是有钱人家，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想看看里面的人真面目，竟然是那个断手男。我们又见面了。你的手应该好多了吧？小娘子的药确实非同一般。你自己好生休养，现在还不要用力啊。殿下都打听清楚了，罗小娘子是4个月前被买来的，名声不太好。她相公呢是个猎户，摔断双脚，应该就是他治好的。这2天村里啊传出了风声，他家相公非那罗家亲生的，而是23年前一名重伤的中年男人送过来的。23年前？查。月月怎么了？那边来的那家人你知道是谁吗？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月月何必放在心上？哎，都安排好了吧？是不是可以走了？罗青雨，我不是瓷娃娃，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上山也没事儿。那是以前，现在月月不必再那么累了。罗青雨，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那月月说说，我能有什么企图啊？我想想啊，你这个样子大有将我宠成废物的意图。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宠成废物之后，你再找个小三儿？傻丫头，我只是想让你以后
再也离不开我。你不必这样的，只要你不负我，我也不会离开你。这个男人太煽情了，此生绝不负你。好了，也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去找大黑吧，他肯定急了。好了，也休息的差不多了。月月，你看那只像不像人参？这是血人参，原来他们是发现了这样的好东西，难怪要打起来了。小心点吧，啊，千万不要伤到根须了。竟然已经173年了，这可是好东西。小女人动不动在他面前玩失踪，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下一刻，穆九爷再次出现，拉着他的手一起，再次进了空间里。你来挖坑，把它种在这里。青雨，你怎么变成一个大花猫了？陆青雨，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月月什么时候愿意说了，我听着就好。月月要是现在还不想说，我会耐心等待，直到你愿意跟我说。穆九月都愿意带他进来了，只要穆九月在他身边，迟早都会愿意对他说的。这里是一片异空间，这个异空间目前只有我能进出。像小青认你为主一样，月月，这样的事情你知我知就好，以后可不能再让别人知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边还有一片稻田，这几天就能收获了，到时候你可得来帮我啊。傻瓜，说什么帮不帮？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们是夫妻，以后也不能再那样说了，否则你要如何？月月想知道。别，我们赶紧出去吧，那几只兽没看到我们，肯定要急了。闪身出了空间。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个动物园啦？你要想开就开，到时候我让人寻只听话的狗仔来给你养着。你还真当我开动物园啊？想开就开，你在这里休息会儿，我去寻2只野鸡野兔回来。走吧，我们跟着去就行。这几只兽各有千秋，他现在上山是越来越轻松了。好了，给你们弄好吃的。看到他们回来，罗青兰回来了，看着有点惨，据说在牢里被关了几天，沾染了什么病，整个人有些颠傻了，看他的状态有些不太对，你们小心些。晚上你们就别再自己做了，随便吃点，收拾早些休息。广豪说的对，那个罗青兰回来，我总感觉不太对劲儿，你们还是注意着点好。嫂子你别怕，有什么事你大声叫就好。我是让你们小心，我才不怕他，他要是敢来，我锄头伺候。哎，对了，老罗家给你把钱送来了没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送来了，全是一枚枚铜板，用背篓背来的。所以你没点是吧？心中也是无奈。好了，你们赶紧吃饭吧，他们也算是遭了报应。你没有看到罗青兰，能看见的皮肤都抓破了，脸浮肿的都看不出来原来的样子了。柳氏当时看到罗青兰的样子，就2眼翻白晕了过去，听说到现在都还躺在床上。晚饭后，仰头看着夜空，他来到这异世界也有4个多月了。小青蛇从他的手腕上抬头，冲着他嘶嘶叫唤了2声。以后啊，你就叫小青了。小爷才不要叫小青这么幼稚的名字，小爷可是神兽青龙。青龙？你说你是青龙？那你可还认得我？我是王母娘娘。你不是姓穆吗？你相公好像姓罗吧？怎么就姓王了呢？对啊，我不姓王，那你怎么就成青龙了呢？明明就是一条竹叶青，还青龙呢，你怎么不去上天啊？自己滚一边去！小爷真的是青龙，我只是刚出生不久，还小，但你不能因为这样而否定了爷。哟，还较真儿了，大白，那你认识他吗？他是白虎。狗屁，他就是一只野猫，怎么可能是白虎？他现在还小呢，就是看着像猫，但他事实上啊就是白虎，像你一样，懂？哦，不对，他分明就是猫，不是虎。对啊，你也分明就是蛇，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龙呢？主人，你是坏人，你是坏人！哎呀，好了，你是青龙总行了吧？我本来就是青龙，只是刚刚出生，还小。那既然你是青龙，哪怕你现在还小，你也应该有兽压，能力压他们2个吧？可他们并不怕你啊。小爷刚刚出世，本来吃了那株血参就能觉醒血脉了，可是被你们抢了。
哎，那怎么能说是抢呢？虽然是你先发现的，但也不能说你看了一眼的东西就全部都成了你的吧？听到了没？那不是你发现的，是他们先发现的，是你想要来抢。小金毛也朝他吱吱地叫着：“你没事乖点，别乱蹭。好啦，血人参很珍贵的，你暂时就别想了。如果以后有别的好东西，我再送你便是啦。这灵泉水呢，我可以一直供你饮用，这效果不会比血人参差多少。你若真是青龙，或许也能助你觉醒血脉。小爷真的是青龙，真的是青龙。好，你是青龙，他是白虎，大黑呢高大壮实，是力量型的，与玄武还真有些像呢。就是小金，等哪天我弄些红色，给你把毛发染了，以后你就是朱雀了。哎呀，我一不小心竟然把4大神兽都养了，我岂不是比神仙都要厉害了？自己一个人在说什么？哎，陆星宇，你有没有听说过4大神兽的传说？月月说的，莫非是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的传说？你也听说过？听过，这样的传说很早就有了，小孩子都听过的。我们这里是子家国，但听说有用这4大神兽命名的国家，据说那里曾经真的有4大神兽，只是离我们太远了。据说在海外的海外，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具体是不是就没有人知道了。那你认为4大神兽是真实存在的吗？那些都只是一个神话传说，谁也不知道真假。你怎么忽然问起这样的事情了？哎呀，就是小青说他是青龙，我还说大白是白虎呢，结果他还跟我急了。晚上凉了，咱们回去睡吧。再过2天就到中秋节了，后天我送你到镇上去。哎，罗新宇，我不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不怕我跑了？你不会的，对不对？如风找机会来到孙子峰的房间。孙大夫，你心中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如风，你对太子妃有几分了解？好小子，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想着要往这西北寒苦之地来了，原来竟是打了太子妃的主意。太子妃正是姚子琪的亲生女儿。爷，你搞错了，难道你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接近姚将军而来？如风，你好啊，我竟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竟然换了主子。既然如此，那你以后就留在子枫身边吧。爷，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啊。罢了，既然你想听，那我就说给你听好了。你常年在京中，可否知道紫由公主当年所生的是单胎还是双胎？只生养了一个，你们俩这是什么意思？爷，如果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与将军长得很像的女子，你会相信吗？世间长相相似之人何其多，你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那如果说那个女子与将军至少有6、7分相似，比太子妃与将军更像父女呢？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也见过了。小时候看着那小女婴与将军是有几分相似，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大就变了一个样，与父母都不怎么像。那个女子在哪里？爷，还记得那次在明药局养伤时吃的那些美味的粥吗？你是说那个小娘子？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说？哎呀，爷，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上面来呀，也是这次看到将军的时候才想起来的。一路上见你心事重重，所以你是早就想到了。是想到了，只是难以相信。15年前姑奶奶忽然病倒，病得很急，之后一直躺在床上，连话也说不得。莫非这其中也是另有隐情？姑奶奶一向很疼宠韩月，莫非是她知道了什么，所以被人害了？带我去找她。爷，过些时候吧，或许只是我们胡乱猜测呢。那位小娘子是被罗家人从人牙子那里买回去，塞给自己断腿儿子当媳妇的。当初会出现在我那里，便是为了给她相公治腿。那个小娘子的医术更是在我之上。这个药方子也是从他手里买来的，是残人最好的良药。他成亲了，听说已经18岁了，哪有不成亲的道理？但听说他之前的名声不太好，被辗转卖了不少地方，都把男人克死了。18岁，将刚刚听到的事情始末都告诉他，将军拥有知情权。将军，我们怎么办？铁画，这件事情我交给你去查，先去看看那个女子是否真如他们所说。如若是真，你再悄悄潜回京中，暗中调查此事，切记不可声张。罗千羽拉着他的手叮嘱：月月，等我来接你。行啦，这句话你已经念很久了，赶紧回去吧。哎呀，迎亲队伍这么早就来，看来是急着要把9月迎回家了。
我的娘子，我自己背出来。月月，我来接你回家。哈哈，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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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累了吗？饿了没有？我这里有些点心，你先悄悄吃一点。你去招呼客人吧，少喝些酒。月月别怕，我心里有数，不会让你独守洞房的。月月，你好美。果果，怎么了？果果不见了。怎么回事？附近都找了吗？会不会跟别的孩子一起回去玩了？大勇带人去村里问了。嫂子，你先别急，我们先问清楚了再说。月月，你先带嫂子进去休息一下，我去村里问问。丫丫，告诉婶婶，你看到哥哥了吗？月月，怎么了吗？你去哪里？我陪你一起去。你知道果果在哪里？大勇，你们在家里待着，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果果平安给你带回来的。我跟你们一起去。不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彻底，而且只留嫂子与丫丫在家里，万一又来人怎么办？你是想让他们2个也出事吗？广豪哥，你们也不必去了，家里还劳烦你们帮忙看着点呢。既然大白能追踪到人，那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去了，顺着大白指的方向一路疾走。怎么样？你们没事吧？没事，广豪哥，你回去休息吧，让大家都不必担心。我们在一处山洞里将昏睡的果果找到了。九月，果果他怎么了？嫂子别担心，他只是中了些迷药，睡一觉就好了。果果没事，那些人没有伤害他。千羽，你先回去给我热些饭菜，我帮忙送果果过去。九月，谢谢你。我们之间再说这些话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赶紧回去吧，大勇哥的身体不好，让他早些休息。九月，今天你们成亲的时候，旁边这家派人送来了礼物，我放在青羽原来的那间房间里了，看着似乎是贵重的物品，你自己看看。你回去休息，我自己来。身上那么长的刀口，虽然缝合了，但一旦用力不对，很容易再次开裂。今天不但是中秋节团圆夜，也是他们成亲的日子，可是出了这样的事情，他还受了伤，想在圆房也不大可能了。月月，对不起，今晚不能圆房了。跟你说下，这几天你自己小心些啊，好好养伤。说的好像他多想圆房一样。清月，你猜今天的事是哪些人所为？肯定是醉香楼所为，但他们做贼心虚，哪怕猜都是我们，也不敢声张。应该是想利用果果逼你交出卤肉方子，这次失败了，只怕他们后面还会有别的动作。月月，这次养好伤后，我也要勤加修炼。你射箭的准头应该不错吧？以后练练打石子的准头。今天也累一天了，赶紧休息。呀，他们回来了，孩子没事。罗公子似乎是受了伤了，伤得重吗？爷，我当时离得远，没有看清楚。除了我，还有一个陌生的高手，当时是他出面拖住了官差，辅助他们脱身。我跟丢了人了，爷。那对夫妻绝对不是普通人呐！他那边再好好盯着。另外，去查这今晚之事是何人所为，断绝后患。他们正新婚呢，如果他真的养那么久的伤，岂不是这2、3个月都不能圆房？月月，你给我用好药，让这伤早些好起来好不好？罗青雨，你什么意思啊？我给你弄差药了吗？月月，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分明就是这个意思。赶紧睡觉，不然明天开始分房睡。你今天在家里好好休息，顺便整理一下昨天收到的东西。我去镇上为江夫人复诊，顺便打听一些情况。小心些，我让广豪哥赶车送你去，也有个伴。嫂子，这2天你多陪陪孩子。爷，您怎么？罗小娘子住在哪里啊？爷莫非是受伤了？他就住在罗坑村，昨天刚成亲，听说约了今早给江夫人复诊，一会儿应该会出来。你说什么？昨天成亲？不是说他早已经成亲了吗？当初他被卖到罗家给那个残疾猎户的时候，并没有办理。罗公子昨天为他补了一个成亲的礼仪，办得很大。如果穆九月真的是他表妹的话，罗青雨一个猎户根本就配不上他。你说他今天要上街，那个什么江夫人是怎么回事？就隐晦的将江夫人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你让人去外面候着，看到他了，请他过来一趟。罢了，你让人去候着。一旦见到他真的到镇上了，赶紧来报。广豪哥，要麻烦你在外面等我才行了。你如果要买什么，也可以先去买了。我们一会儿在明耀居那儿会合也可以。不要，我在这里等你就行。如风，你去把那个男人引出来看看。看着罗广豪，
那个男人就是小月儿的男人，又老又丑，哪里配得上小月儿了？哎呀，我的爷爷喂！你现在还没有确认这个罗小娘子是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小月儿呢？现在就这样评判她的事情，这真的好吗？哎，爷，人出来了，出来了！秦夜墨仍然看着他的背影，没有回过神来。他的脑海里也回忆起姚寒月的种种，这么一对比，他才感觉这个才应该是真正的姚寒月。爷，我们回京。如露、如意，你们2个人留下来，想办法到他身边，贴身保护他的安全。都赶紧回家去，这段时间大家都小心些。昨晚的凶手逃脱隐藏在暗中，到底是什么人还不知道。大家夜里关好门窗，没什么事万不可外出。官爷，我们都是良民，也没有招惹人，应该不至于会受害吧？莫非昨晚还有无辜的人受了牵连？再说了，那些飞来飞去的高人，哪怕我们关着门在家里，他们要来杀人，我们也没法啊。对呀，我们都是良民，家中也不富裕，应该不怕吧？那些人身上都有刀伤，一看就是2伙人拼杀的呀。我们又没有招惹他们，应该不至于吧？不过治安这么差，我们大家还是要小心些好，晚上尽量不要出门了，白天能不出门也尽量少出门。差大哥说的也对，那我们还是都散了吧，就不要在这里影响差大哥办案了。广浩大哥，你怎么了？怎么感觉你的脸色不太对啊？青雨，镇上出大事了，这段时间不安全，没什么事，你们也尽量不要往镇上跑了。娘子，我很听话的。你自己的身体，你要是自己不知道爱惜，我也懒得管你了。镇上的事情你也听说了吧？广浩哥跟你说了？他吓着了。将那些东西整理收拾了一遍，把它们收进空间的同时，穆九月顺便把罗青雨也带进空间里。青雨，这些东西啊，是我昨晚从那个院子后面搜到的，还有一些是在醉香楼里搜到的。小小的醉香楼，竟然能积聚到这么多的财富啊！月月，好啦，以后呢，你也不必担心银两的事情了。就是这些银票用起来会不会有麻烦？没事，过些时间我们往别的地方去兑换就成。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担心了。少爷，吃饭了。一声惊叫传遍了整个罗坑村。九月，我们要不要也去看看？婶儿，这是怎么了？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哎呀，牧师，你也来了呀？哎呦，这不，奎刚家呀，似乎是出了什么事情，听说舌头没有了，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呢。舌头被拔了，什么时候的事啊？我听说罗叔他们不太好，所以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请大夫了吗？已经让人去请了，还没有回来，应该也快了。这算是我与青雨的一点心意，给罗叔他们养身体吧。谢谢。九月，是出什么事了吗？没事，就是被吓着了。出什么事了？月月，应该是你想太多了。他们夫妻并不知道我的身世，不是说了吗？当时是一个神秘人将我送过来的。那你说，会不会是当年那个男人找来了？应该不至于吧？如果真是他找来，应该知道我就在这里了。把他们夫妻废了是什么意思？当年那个男人是受重伤将你托付给那对夫妻，也就是说你们有仇家，所以现在把他们的舌头废了，手筋废了，哎，是不是就是不想让人再追查到你的下落？傻瓜。现在村里人都知道这事儿了，他废了罗柳他们，仍然有那么多村民知道我就是当年那个孩子。那会不会是他为你报仇？月月，那些事情我们暂时不想了，好吗？那边的鸡舍差不多了，你要不要去看看还有哪里要修改的？哎，罗星宇，你真的对自己的身世一点都不好奇吗？只要你在我身边，其余的一切于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好吧，那我出去看看，你在家里待着。我不能再躺着了，他们现在私底下都在说，是不是晚上伤了身子，白天要睡觉呢？他们也太闲了吧，连这些事情都要说。虽然说对，我是伤了身子，但此伤非彼伤啊，我这才委屈好吧？你平时也多抽时间修炼，早些把自己强大起来。上点就行了，接下来就是要开始买些了。如意，执行我的命令，往他身上乱砍几剑。如露痛得轻嘶一声，再来2剑，救我！哇，青雨，你回去开门。月月怎么样？还好，能救回来。你先休息。好了。看什么书呢？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洗头啊？不洗不舒服。那个女子伤得挺重的，却不致命，只是失血过多，怕是要养些日子了。哎，你说会不会也与你的身世有关？月月，别人的事情
咱们不说了好不好？罗青雨还不忘挥手将油灯熄灭。怎么能说是别人的事情呢？这不是怕与你有关吗？与我有关的只有你一个，月月。罗青雨低喃着在他唇上流连，大手也不停地忙碌着。他想成为穆九月真正的男人。罗清远，你就不怕我真的把你给克了吗？罗青雨将两人的衣服除去，与他坦诚相对。月月是我的福星，我会活得好好的，一辈子保护你与孩子。罗青雨，你的伤还没有好呢，有娘子在，死不了。不行，到时候伤口崩开。娘子被男人趁虚而入，嘴里一直低喃着他的名字，充满怜惜与爱怜。是你救了我。既然醒了，那就离开吧。对了，离开前记得留下银两，你昨晚那伤少了100两不行。他为什么要受伤？不就是为了到他身边吗？我没有银两，我会留下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所以你是想赖在我这里白吃白住？这是报恩呐，不是赖下来白吃白住的呀。我会干活，我还会武艺，可以保护你。我回去休息了。小青，你让你的小弟们在山上仔细搜搜，看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穆九月想起昨晚的事情，脸现潮红。我没事，月月不必担心，先去洗漱了，来吃饭。谁担心你啊？女人，你被人盯上了，就在这里坐着吃吧。夫人，我站到外面吃就行。月月，不管他了，来，先喝碗鸡汤补补。月月，你再回去睡一会儿，我去那边看看。我已经让青阳与广浩他们帮我购买鸡仔和猪仔了，这2天就会陆续回到。说说吧，你是什么人？来这里有什么目的？夫人，我叫如露，被仇家追杀，一路逃到这里，幸亏得夫人相救，否则我就是一个乡下的妇人，姓穆，夫家姓罗，人称罗小娘子。你也可以叫我罗小娘子，或者叫我九月。至于夫人什么的，以后就不必再叫了。姓穆，我的命是你救的，以后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我叫你小姐吧。叫小姐？莫非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但看他似乎并没有要说的意思，穆九月也没有再追问。小姐，奴婢现在身上有伤，但奴婢真的很能干的，还有武艺，肯定会尽心尽力回报你的救命之恩。你先养伤吧。你来了。林元浩的语气很淡，我是来帮你复诊的，顺便谢谢你那天送的礼物。好。你的伤恢复得很好，药敷完之后就能尝试自己活动了，但不能干重活啊。我为你做一次针灸，再为你配一副祛疤膏，保管你的手后面与正常人无二。谢谢。那天晚上的事情也谢谢你。不必客气。他这是承认了，村里的事情也是你们。林元浩没有说话，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哟，这成了亲后，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呀！姐姐差点都不敢认了。婚后她什么都不用管不用做，也不再穿着原来那些粗布衣裤了，穿着上好的衣裙。姐姐，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坐。你不是？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那位世子爷的随从吗？怎么会在穆九月这里？他叫如露，几天前被我所救。飞灵，你认识他？不认识。今天怎么想着一起来看我啦？姐姐，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很美了？美，很美。飞灵本来就是美女嘛。还是姐姐的药好，还有姐姐的那个护肤品。你看穆姐姐和我二嫂是不是年轻了很多？恭喜穆姐姐和苏姐姐再复青春。这还不是多亏有你，否则姐姐哪有那么好的命？这是这段时间你的抽成，一共是863两。上个月的时候不过才分到200多两，这个月竟然分到800多两。之前不是刚开始嘛，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做出来的成衣等也少，收入自然也少些。现在我们的条件已经成熟，带我前去德云城开了分店，到时候能分的银两更多。九月，这里是5000两定金，你答应我的，可没有忘记吧？白花花的银锭子这样摆在一起，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如露，你来帮忙把这几个箱子送到我房间里，这里准备好了80套，你们先平分着收买。九月，你知道的，我明天就要回京了，这些先全部给我带回去好不好吗？那些都只是定金，后面销售所得28分，你爸如何？那这次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毕竟我这些材料用的可都是顶好的材料，我自己亲自上山找的，其中的难度就不跟你们说了。至于你们要拿几套，问穆姐姐吧。穆姐姐，你在这里销售肯定不如我销售的好，而且价值也不如在京中好。再者，你就在这里，下次要找9月也容易。
这些我先全部带走如何？回京后，你可以将整套的分开销售，像一些年轻的，可以只使用某1、2种就可以。日常护肤，那些夫人等年龄大些的，才需要用整套，效果出来后也是日常护肤就行。这里面我还准备了一些试用的小装，你自己看着处理。9月，那什么时候给我弄几套？过2天我要出去一趟，到时候给你带。成，这可是你说的。中秋节过后，天气开始转凉了，这场雨应该是将天气带入冬了。这场雨应该能下2天，这2天正巧不做什么事，我多陪陪你。如露也做好饭了，我们去吃饭吧。你在想什么？相公，刚好这2天下雨，里面的作物也要收成啦。好，月月，我帮你洗澡好不好？家里还有人呢。那我们进你的空间里去。罗青雨，月月，为父在呢。但罗青雨的大手已经不老实的在他身上游移，穆九月没法让他端起热水盆，带着他一起进空间，开启了水战模式。1个时辰后，罗青雨把他抱回床上。月月，你好好休息，我去割稻。轻轻抚上他扁平的小腹，他这么努力，应该能怀上的吧？罗青雨，跟你上来休息一会儿，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怎么不多睡一会儿？痛不痛？月月要再来一次，为父也还能坚持。你现在出息了，天天就想着那些事儿。谁让娘子？你还说累不死你就继续割稻，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不知道罗青雨哪里来那么好的精力。好，爷查到了，听说是几天前做了个噩梦而引起早产，早前并没有别的征兆。皇后娘娘以太子妃体弱要休养为名呢，让她待在院子里别出来，还往那边派了一个嬷嬷。姚寒月早产的事情惹怒了皇后，被变相软禁了。太子呢？殿下的身体还是那样，身边2个嬷嬷不让他去看太子妃，他也没有再去看过。不过殿下今天出了宫，似乎是往国公府而去。走吧，我也很久没有看过姑奶奶了。一直到第2天，穆九月夫妻才从房里出来。如露，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小姐，我伤还没有好全。会下车吗？能的。小姐，你要出去吗？你陪我去一趟。9月，你要去镇上，你不能不去吗？或者让罗青雨陪你去。嫂子，我没事的，就是去镇上给人复诊，很快就回来了。你回去吧，不用担心我。好了，你不用担心他，他行事自己有分寸的。直到如露驾车前往江府，穆九月又交代了几句后，提起要向离开。你送我去客满楼一趟。姐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二嫂回京了？昨天一早就走了，你知道的，她早就应该回京了的。飞灵，我与你要谈的事情不必逼着他。飞灵，你认识他是不是？也算不上认识，只是见过他一次。巴拉巴拉的就把在哪里看到如露是谁的人都给交代了。姐姐，他是那个什么世子爷的人，虽然不一定是什么坏人，但他来到你身边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如露，你有什么要说的？小姐，如露没有什么要说的。既然你是世子爷的人，过2天伤好了就离开吧，我身边不留别有用心的人。小姐，如露的命是你救的，以后只会跟在你身边。喂，如露，你不要太过分了，想要赖着我姐姐，你以为你是谁啊？说你们那个爷是不是看上我姐姐了，所以让你跟在他身边，企图破坏他与姐夫的感情？飞灵，别乱说话。姐姐，你可别小看了京中的那些公子哥，可没有一个好东西，满肚子的坏水呢。从客满楼出来后，才往穆红长那里去。9月，你相公舍得让你自己出来呀？姐姐，我可是专门给你送东西来的，莫非姐姐不要？我就不进去了，回去还有事情呢。应该不止你一个人吧？把暗处的人也叫出来吧。小姐，还是不愿意说吗？小姐，也只是派我们来保护你的安全，其余的奴婢并不知道。他认识我？之前爷在明药居养伤的时候，你煮的粥治好的爷的厌食症。你说的莫非是那个时候让我煮粥的那位？爷从小就有厌食症，吃什么都没有味觉，是小姐你的粥让他有了味觉。当时如风身上没有什么银两，所以给的不多，这便补回给小姐。好家伙，可不少呢。就因为那个事情，你们爷把你们派到我身边保护我，还准备了这么多银票，这世子爷确定不是脑子有坑？小姐，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心思，就只是想在你身边陪伴你，保护你。小姐，我们是安慰，也是死士。还有一人呢，让他出来吧，在暗处盯着我怪不舒服的。如意见过小姐。如风、如露、如意，这名字还真是别致呢。走吧。谢谢小姐。小姐，到家了。月月，吃饭了吗？还没有呢。姑爷，
你出去坐着，这里让我来。月月，饿了吧？咱们先吃。顾月小姐，你们慢吃，有什么事情叫一声就好。月月，你怎么了？罗清源，你说我们两个的身世都成谜，哎，会不会到后面我们其实是兄妹？月月，你这脑袋瓜里都在想什么？我这不也是猜测吗？傻瓜，要真是兄妹啊，就算因为种种原因不认识，也会有一种奇异的血缘牵绊。我们之间并没有那种血缘的羁绊，不可能会是兄妹。好了，别瞎想了，先喝碗汤暖暖身子。月月，早些睡觉吧，明天你不是还要做手术吗？如果没有休息好，哪里能有精神呢？你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也要抽时间好好修炼，可千万不能落下了。对了，清源，那边那个男人应该是为你而来的，罗老头他们就是被他们做的手脚。为了我？我试探过他，他没有否认。你说他们到底是为了掩饰，还是只是单纯的为你报仇啊？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他们不说，我们暂时先按兵不动，自己修炼强大了再说。清月，要不我让他们留一个在家里？不必，让他们跟着你吧。他们如果要动手，早就动手了。江公子，赵锦绣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得到。小姐请自重。如果不是穆九月那个扫把星，他怎么会得不到江秀才的注意？江公子，还请听我一言，那个女人就是一个扫把星，她并非真的会治病，而是故意接近你的呀。江公子也应该听过，他那个男人只是一个粗鄙的猎户，所以才会盯上你。罗小娘子如何，我自有判断，但小姐一个闺阁女，却追着我一个男子跑，不由得让人怀疑小姐的人品。为了嫁入江家，她决定拼一把。好美的一个小娘子啊，难怪说你那残疾的相公满足不了你，要来勾搭江秀才。小娘子啊，你看看我如何？绝对不比我大哥那个弱智的身子差。二少爷，你来这里做什么？贱奴，你还知道我是少爷，敢这样跟本少说话？来人呐，把这个老奴拉出去发卖了！你敢？老奴是奴不假，但我是夫人的奴，而不是你们江府的奴，你没有权利发卖老奴。你来人，把他拖下来！谁敢？二弟好大的威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已经是这江府的主人了呢。大哥，你在说什么呀？二弟只是带大娘管教一个不听话的老奴罢了，他竟然敢随意带外人进江府，谁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啊？这种倚老卖老的奴才绝对不能姑息啊！带着你的人离开，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江公子，我对你一片真心，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后面的赵锦绣追上来，将这个女人赶出去。扫把星，都是你这个贱女人勾搭了江公子，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对我？如意却是上前两步，抬手一个手刀，直接将赵锦绣切晕过去。你想做什么？我可是江府的二少爷，你也被如意给切晕过去。这个人真的好烦啊！小姐，这两个人要怎么处理？庶子总想搞事情，今天也是为了阻止你为我娘治病而来，小娘子怎么顺气怎么来。你自行处理，但一定不能让他们再来打扰到我。罗小娘子，对不起，让你受气了。我们走吧。江少爷，对于这个结局可还满意？谢谢。你满意就好。一直到午时后，小姐，你怎么样？没事吧？手术很成功，你娘还要傍晚才会醒来，你们可以进去看她，但暂时不要碰她。给我安排一个客房休息，就在这附近。今晚你娘还是危险期，我要看着她才行。门窗可以开小口，以便换气，但不能开大了。夫人这段时间刀口会痛，不能见风，伤口那里也不能沾染生水。你去让如露先回去禀告相公一声，我晚上不回去，让她自己小心些。好的，小姐你先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罗小娘子，我娘她如何了？江公子放心，夫人她没事，接下来好好养身体就行。最后他给穆九月拿了1000两银票。罗小娘子，接下来我娘的身体还望你多来看看。放心，我会为夫人调理好身体的。回去后呢，我再调制一盒祛疤膏，到时候啊，你娘就能恢复如初了。小姐，我们是直接回去吗？我们逛逛街吧。哎，如意如落，你们有什么要买的只管说，我给你们买了。小姐，能不能给我们买2身换洗的衣服？哎呀，是我疏忽了。哎，我们一会儿就去买啊。现在先去买些别的东西。呀，这不是抢了我们家锦绣的男人的那个扫把星吗？果然长得一副狐妹子相，难怪那个男人被你迷得死死的。这2人是他给你买的奴婢吧？你不会想到吧？你就算嫁给了那个男人，也只是个乡下的泥腿子。我们家锦绣却要飞上枝头变凤凰，嫁进江府当少奶奶了。果然长着一副狐妹子样啊，只会勾引别人的男人嘛。还真是不知廉耻，也不知道他爹娘都
都是怎么教养？不会是勾栏院里出来的吧？哟，可别说，看着还真像呢。你看他身上那股媚劲儿，哎呦，辣眼睛啊！你说什么？我抢赵锦绣的男人？哎，不是，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的？难道不是你们嫌贫爱富，见我家相公摔断了双脚，赶紧就去退亲了吗？退亲就退亲，哎，这事谁也说不上什么，毕竟嫁给乡下一个残废，这一辈子就等于毁了。你们要去退亲也能说得过去，只是吧，我带相公四处求医治好脚，又做买卖赚钱，让家里生活好过了。哎，是谁又巴巴的上门想要做我相公的妾来着？哼，还好我相公虽然之前腿残，心却不残。像你们这种黑心肝的，有多远避多远，连做妾我家相公都不愿意多看一眼。哼，嫁进江府做少奶奶也是。听说有些人啊，昨天在江府里与庶出的二少爷颠龙倒凤，整个江府无人不知。还听说是大少爷看不过，才让江人2天后抬进府的吧？哎，你们确定他真的是进去当少奶奶，而不是当妾的？不过嘛，这当妾也没什么不好的，是吧？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宁为富人妾，不为穷人妻。我家相公只是一个乡下汉子，你们都想送上门来做妾，江府那样的大户人家就更好啦。我说的对吧？你这位小娘子，你说的都是真的？诸位有所不知，我家相公之前与这位赵小姐确实是定了亲事的，只是半年前我家相公上山打猎的时候，意外摔断了双脚。你们没有看到那个惨啊！大夫说再也治不好了。这位赵小姐第3天就跟着家人上门退了亲，连看都没有看我相公一眼。后来我嫁给相公后，一个人照顾他，做些小买卖赚了本钱，带他到明药局求医。也是我家相公命好，当时有一位会接骨的军中大夫路过，帮他把双脚接回去了，这家里的日子也好过了。前些时间，这位赵小姐打听到我相公双脚好了，日子也好过了，便上门想要为妾，被我相公拒绝了。这件事当时我们罗坑村的村民大家都看到的，我请大家可以去问问。小娘子，你说你是罗坑村的摔断双腿的猎户，你说的不会是之前带我们大家收捡罗龟子的那家吧？据说那个卤肉也是你先做出来的，听说与客满楼是合作关系呢，可是赚了不少钱。我去卖过罗龟子，他家男人坐在一个奇怪的椅子里帮忙呢，长得是眉清目秀，俊朗得很，难怪有些人会巴巴的送上门做妾了，只怕是想上门去享福的吧。那家子我也听说过，被父母分家出来，赶到一个破宅里生活的。什么破宅？人家现在修得可漂亮了，听说他们还在修建什么农庄，我娘家的兄弟就在那里上工，还管一顿吃的，工钱也不差呢。哇，这么说来，这位大妹子还是个有福气的人呢，不但将相公治好了，还做起买卖过好日子了。可不是嘛，可不像某些人自己懒得动手，就想着坐享其成，竟然甘愿去做妾。呸，还宁为富人妾，不为穷人妻呢。要是我家女儿也有这样的思想，我打断她的狗腿。大白天的与男人颠龙倒凤，就为了做妾，真是下贱。呸！你什么你？难道我说错了吗？你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敲开江府的门，随便来个下人打听打听，如何？赵家的2个女人此时也没脸再待，也连忙跑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家小姑子竟然已经跟男人睡了，还闹得满城皆知。你不在家里休息，怎么跑出来了？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今天不是赶集吗？便逛了一会儿。吃过了吗？如意，你们为什么要让他饿着肚子？不关他们的事。当时在街上救了个人，造成的轰动有些大，便来不及吃东西了。家里有还热着饭菜，你先眯一会儿眼睛，回去就能吃了。那你吃了吗？自己一个人吃什么都不想。你来了。他的话似乎一直都不多。这是为你准备好的药膏，能助你去除疤痕，谢谢。要说谢谢的是我。我是冲着钱的份上，欢迎你下次再来找我。你们是不是认识他？小姐，我们见过他的画像。画像？他是北凉的太子。你确定？那你们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来吗？小姐，这事儿我们得要报给爷知道才行。你们都出去吧，我累了，要休息。收拾东西，夜里离开。爷，我们去哪里？禹城，上养6与17留下来。月月，怎么了？清远，不如我们去找他问清楚好不好？不必了，月月，
我们过好目前的日子就行，其余的不必再管了。你多留意隔壁那边。你娘现在怎么样？没发热吧？没有，就是伤口痛。听闻罗小娘子昨天在街上治了一个病人。罗小娘子来了，快请坐。小娘子，我家夫人她伤口痛得厉害，有没有能止痛的药？怡儿，不得对小娘子无礼。夫人今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除了伤口痛，没有别的不舒服了吧？没有。再养4、5天，伤口不那么痛了之后，就可以下床慢慢走动了。不过夫人常年没有走动，嬷嬷这几天要多为她按按双腿，还不宜吹风啊，所以暂时就在房内走动，当好彻底之后就能出去了。小娘子，那夫人她现在能补了吗？可以，但不要一下子补太过了，悠着点。罗小娘子，我娘她怎么样了？恢复得很好，我明天再来看看。月月，你不是一直想出去四处走走吗？等江夫人的病情好转，我们再出发，好不好？好。你回去休息，这些人让我来应付。罢了，既然他们找到这里来，想来也是病得很严重，我就先看看吧。神医小姐回来了，排队进来吧。她真的会看病。第一个正是之前看的那个5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啊，小子却忽然张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吓了他一跳。神医小姐，你看他哭起来声音很大的，可就是让他说话说不出来。好了，不哭了啊，让婶婶再看看。哭的时候肌肉扯动的大，能发出声音，但正常的说话他的肌肉不动作，所以发不出声音来。婶婶要帮你扎针啊，如果你要难受的话，你就说出来，明白了吗？一股灵气钻进去，痒。哎呀，神医小姐果然厉害呀，针到病除。宝儿，你真的能说话了？痒。好了，以后啊，再多陪他说说话，让他多做锻炼就好。谢谢神医小姐。直到半夜的时候，他忽然惊醒。月月，怎么了？是不是饿了？月，我感觉要出事儿，是吗？此时10数道身影正在悄然靠近他家。月，你小心。靠！到底是哪个乌龟王八蛋，竟然放火烧他的房子？村民们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之前从后山跃进来的黑衣人趁着混乱，一直到天放亮了，大火才熄灭。这些怎么办呢？二伯，这件事情你们就当做不知道。广豪哥，今晚过来帮忙的兄弟，你帮我记下来，等我将家里收拾好了之后，定会重谢。要怎么收拾，你跟大家说吧。这个样子，你们自己收拾还要很长时间。现在房子成了这个样子，那边还没有修起来，你们要住哪里去啊？先去我那边住吧，我收拾2间房间出来还是可以的。那就麻烦大家帮忙把这些尸体都搬进山里，挖个坑埋了吧。有什么发现？是一个江湖的杀手组织，专门干杀人放火勾当，没有道德，没有底线，只要给钱就会干。这个不是青兰吗？你已经没气了，看他的脸色是被蛇咬了中的毒。去叫罗青海来，把人领回去。我想见你主子。主人早已经离开了，这处房子也让交给你们。什么时候离开的？前天夜里。你们真的是北凉人？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就不怕被人抓了？我没事。大白、小金毛，昨晚谢谢你们，我没事。这房子被烧了正好，他们夫妻也正打算往外面去游玩一番。9月，罗小娘子，陈姨小姐啊，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是什么时候的事？曝光了吗？家里的桌椅都被烧了，到这边来坐吧。我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睡到半夜就被人放火，因为是茅屋，救火都来不及。你相公呢？没事吧？没事，他在那边呢。有人想偷鸡，他现在带人啊往那边加固，升高围墙呢。莫姐姐，这事儿不必往外说去，事情非你们所想，你们别扯进来。江公子，江夫人感觉怎么样？娘没事，今天感觉好了不少。早上没有看到你去，担心你有什么事，便让我过来看看。江夫人有心了，我们没事，就是出了这样的事情，一时忙乱忘了外面的事情了。那既然夫人没事，那我明天再出去看她。老爷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神医小姐啊，我跟你说，这1年来呀，我就没有再好好睡过一个觉了。但昨晚一觉就睡到天亮，可舒服了，好久都没这么好的睡眠了啊！神医小姐，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啊，你一定可不能拒绝了。老爷子，你也跟江公子一样，称我为罗小娘子吧。至于这个，我不能收，为你治病我是收了银票的，2000了。老爷子不同意。哎呀，怎么能说2000呢？我的一条命啊，晚年的幸福啊，可都是受你的所赐，根本就不是那点银票能比的。
这是一片种植了药材的山头。哎呀，想来罗小娘子应该会喜欢。另外2张是一家粮铺与一家布庄的铺子。哎，老爷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还是收回去吧。罗小娘子的意思是我老头子的命还不如这些东西。九月，既然潘老给了，那你就收下。潘老的人应该还会继续经营，其余的不用你操心，你只要定期前往收账就行。潘老的为人与名声也是鼎鼎大名的，绝对信得过。是的，潘老可是德云城内的首富，这点东西换后半生平安喜乐值。哎，潘老，我的名声传出也不过才1-2天，你在德云城怎么这么快就找来了？哎呀，说起来啊，真是缘分呐！我本来不是冲着你来的，听闻明药局的孙大夫是御医世家出身，我是冲他来的。我们来到后啊，得知孙大夫离开，本想回城的，但那天病情发作啊，哎呀，昏睡了1天便耽搁了。再然后啊，便传出你的事迹。后来明药局的掌柜与老大夫啊，也对小娘子的医术赞不绝口，我们便找来了。罗小娘子呀，幸好是遇到你呀，不然老爷子我，哎呀，只怕也没有多少时间可活喽。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了。今天的针灸只做了1刻半钟。好了，潘老，我明天上街给江夫人复诊，到时候你在明药居等我便行。家里这个样子，我就不留你们了。罗小娘子，你们家里这个样子也不好再住了吧？我江家在镇上还有2处院子，不如你们先搬去住一段时间。不必了，我们有地方住，那边也在修新房子了，而且我们准备过几天离开和平镇，到外面四处走走。九月，你们可要离开，可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们要去哪里？罗小娘子，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可以说出来，或许我们也可以帮些忙。罗小娘子啊，有事你只管说，老夫虽为一介商户，但也有些人脉嘛，或许也能帮得上忙啊。你们想多了，我呀早就想出去四处转转，只是之前相公腿脚不便，加上接近中秋节了，便一直拖到了现在了。昨晚的事情应该只是意外，很可能是那天我的名声太响了，惹来的杀身之祸。我这出游也正好躲一躲。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你不会以后不回来了吧？穆姐姐，你说什么呢？我这边的庄园都已经在修建了，怎么可能不回来啊？不过呢，亏气不定是真的。哎呀，到时候看情况吧。那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可一定要让我们为你送行。姐姐，如果我大张旗鼓的离开，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回来吗？九月，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好了，我们真没事儿。你看我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对了，潘老，你有人脉，能不能看看帮我买一辆马车？好，这件事情就包在老爷子身上了。杜海推着一板车货物，疲惫地出现在穆九月面前。杜海，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些石头？这2块石头一共多少钱？花了13两2钱，是不是买贵了？哎呀，不贵。你既然来了，那便在这里休息2天，等我们一起走。罗大哥的意思是，你们也要跟我一起往南海去看一看？对，家里出了些事情，我们便趁机一起出去散散心。杜大哥还推着板车呢，只怕是不适合与我们同行，不如先走2天，到时候我们再追上去。穆九月真的怕会再遇到刺杀，到时候连累了杜海。是的，我走路就好，你们想要前往，一路往南就行。现在我们那边还热着呢。我们战一场如何？如果你能胜了我，那你就跟我走；如果你输了，那你就留下来。小姐，那我还是留下吧。这里是我们的根，是我精心设计打造的未来家园，没有自己的心腹看着，我不放心。小姐放心，奴婢不会让你失望的。这里啊，座椅下面还有空间，里面可以藏些东西。潘老，太感谢你了，这个多少钱？哎呀，一辆马车不值什么钱，你只管用就是。九爷啊，你们的事情老夫也了解过了，你们现在呀也没有什么亲人，不如那这样，老夫认你做女儿如何呀？不管是他呀还是罗青雨呀，背后似乎都设计了一些危险的事情，在此时认潘老这个亲人，是把他往死路上带。哎呀，老夫等同于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当然呢，如果你们瞧不上我这个糟老头子，老夫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你们离开前呢，跟我去一趟德云城玩几天，让老夫好好招待你们啊，如何啊？潘老，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都是乡下的普通老百姓，应该说是我们高攀不起，至于德云城，还要问我相公才知道。潘老，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以后有时间再前往德云城看望你。德云城不顺路呢？也好也好，那老夫就在德云城等你啊。丫头呀，山头与粮铺布庄的我都会让人打理的，你这个正主啊，也得抽时间露个脸才好啊。那我先谢谢潘了。九月，嫂子不知道能送你什么，
就做了几双鞋，你可别嫌弃啊。嫂子，你的手实在是太巧了，我喜欢。嫂子，我们不在家里，家里的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让如露留下来帮忙，你多帮着点。家里你放心，你们出门在外万事小心。有嫂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九月，你这是做什么？嫂子，你听我说，工人的事情，其实青羽已经交代了村长他们，这些钱是放在你这里应急用的。这么多钱，你就不怕我给弄丢了？怎么会？连嫂子我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啊？你这张嘴可越来越甜了。行，既然你相信我，那我也会合理安排好家里一切的。大黑冲罗靖宇呲牙，可怜兮兮地看着穆九月。穆九月拍拍的，然后你就在这里面生活啊？山林挺大的，可不能乱毁坏里面的东西啊！遇到什么好东西也别乱动，到时候告诉我。月，有时间我们往这里面多挖几个湖泊，到时候从海中抓一些特殊的种类，可以养在这里。好，不过今天晚了，天亮就要出发，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第二天一大早，九月，这些是我连夜做出来的一点吃食，你带着在路上吃。嫂子，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没事儿，又不是经常在外面，你们万事小心。出了村后，罗青雨便让如意往另一条路绕路走。将军，你找我？子枫，听闻你的医术非常出色，我想请你回京为我娘医治。姚子琪看着他，怎么你不愿意？回将军，小子并没有不愿意，只是小子虽然没有见过老夫人的病症，也听爷爷提起过，小子也没有把握，而且小子需要回和平镇带上一个朋友一起。那你收拾一下，我们今晚上出发。怎么，有问题？不，没有。什么？离开？他去哪里了？将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情都跟他说了一遍，包括后来穆九月家的房子被人放火烧了的事情。你说他中秋节成亲？是的，中秋节成亲了，然后前些时间他们的房子被人烧了。对了，罗小娘子还将江夫人的病症治好了。怎么回事？将军，我的朋友他有事离开了，可能暂时没法带他一起进京了。想来你应该也还有事情吧，就暂时不着急赶路了，先休息3-5天再走。莫非将军也知道了些什么？可是也不应该呀，将军一直在边境，怎么可能会知道些什么？好，两位也是来找穆氏的吧？他们夫妻已经离开这里了，你们还是往镇上去找别的大夫吧。穆氏，这样啊？请问兄弟，你们这里那个穆氏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他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吧？后来搬来的吗？这里就是穆氏家了，他家里还留了一名婢女看家，还有那边庄院里也有人。婢女？你们是谁？如露。你是黄志源？将军为什么会来这里？是被小姐的名气吸引而来，还是他也知道了什么？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们聊聊。如露参见将军。阿莫让你留在这里的人呢？小姐她与姑爷出去散心了，归期不定。你们当时赶过来，为什么不阻止他成亲？禀将军，我们当初赶到时，他们已经成亲，而且我们也没有立场阻止他们。而且姑爷应该也不是普通的乡下汉子，他身上的气质根本不像。对了，将军，北凉国的太子在这里住过一些时间，他当初受了重伤，是被小姐救了。他对小姐很特别，小姐成亲时据说送了大礼，姑爷是23年前一名重伤的中年男人送来的。北凉太子似乎在查这件事。23年前，冥冥之中，他的女儿莫非也要卷入其中吗？不，他的女儿似乎不是要卷入其中，而是已经深陷其中。你刚才说北凉国太子也在查23年前的事情，至于他与那件事情有什么关联，暂时还查不出来。玉成，他现在人在哪里？你为什么会留在这里，不跟着他一起？如意跟在小姐身边，我也另外派了3名暗卫跟着。小姐让我留下来注意这边的事情，她说这里是她的根，她很快会回来的。将军，姑爷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未必会有人查到他身上，但小姐现在医术高超，只怕很快就会引来背后的豺狼虎豹。但穆九月的身份现在基本可以肯定是国公府的大小姐。你们可有查找过上院？还在查，小姐当初被转了好几手，原来并非在这附近，所以查起来有些麻烦，现在还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地方。我留下2人给你，加大人手速查。另外传讯问如意，他们现在在哪里，随时汇报。小姐，天色快黑了，前面应该有个村子，我们要不要进村借宿一个晚上？好。罗公子，罗小娘子，
这边。你怎么在这里？我猜测你们应该要到了，所以便到三岔路口来等你们。但是后来听说这边有鼠灾，便往前面来了，怕你们进村去。你等很久了？还行，也不算很久。再往前面走上1天就到海边了。那行，你上来指路，跟我说说这边的情况。你们这边老鼠成灾有多长时间了？应该是在中秋节后。莫名其妙的从海里爬出来很多老鼠，往周围的村镇散发。海中经常会有风暴，有时候会有一些老鼠上岸，大家都没有怎么在意，却没有想到竟然越来越多。这边1年种2季水稻，中秋节后刚好是秋收时间，老鼠成灾，很多百姓颗粒无收，不得已只好离开投靠亲戚了。官府就不管吗？谁知道呢？你之前说的海外来的交易码头在哪里啊？往那边多走2里路，那里有一个集镇，便是海外的交易市场。我不知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家里可能有些挤，一会儿再去程武叔家看看，他们出海应该还没有回来，看看能不能接住几天。娘，是阿海带贵人回来了。三叔，我们这里的条件不如你们那边，还望罗小娘子不要嫌弃。挺好的。阿海，这是你朋友啊？二奶是我的朋友，他们来玩几天。娘，您怎么出来了？阿海呀，招呼贵客先喝水，会与阿红去做饭。2年前，我爹与2个兄长出海，遇上风暴，再也没有回来。我娘哭瞎了双眼。刚才那2个是我大嫂与二嫂，那5个孩子是我侄儿。罗小娘子家里简陋，你别介意。老太婆虽然眼瞎，但我心不瞎。阿海，多得你帮忙照顾，让我们大家现在都能吃饱肚子，谢谢。哎，大婶的年龄应该还不算大，我会写医术，如果只是哭瞎的话，我可以为你医治的。罗小娘子，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不过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就不给阿海添加压力了。大婶儿，你是习惯了，但你想过孩子们吗？你要是眼睛好了，可以帮忙照顾孩子，还能帮忙干活，那才是帮他减轻压力呢。这是不是要很多钱呀？大婶儿，我们呢与渡海有缘，而且后面还想让渡海为我们做事呢，所以你的病我分文不收，为你治好。你要让我阿海一直帮你们做事，是这样吗？这件事啊，你不必担心，我相公自会与渡海商量。但你的眼睛治好了，他不管做什么都能有劲儿。这倒是，会不会很麻烦？娘，既然罗小娘子说能治，那你就治，其他的你都不用管。罗公子这边我会努力做事回报他们的。老爷夫人，你们吃橘子，别叫什么老爷夫人，叫我姨。阿海，你好好照顾贵客，不用陪我这个瞎老太干坐在这里的。我们村子不大，都是靠出海为生，但日子也不好过。遇上风暴的时候，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不过村子里的人大家都挺好的，互相帮忙，相处得很融洽。平时哪家缺粮哪家有的，也都会分着点，不会想着给了别人自己怎么办的事情。我们村子在这里也有几10年了，难得今天来了客人，所以他们都很兴奋。一会儿吃饭，可能人会有点多。好啊，人多了热闹。你们这个准备怎么弄来吃啊？这个水煮熟了就能吃了呀，还要怎么弄啊？没事，我来做。哎，有没有生姜大蒜？我们家里没有。你们等我一会儿啊，那些放着，我来炒。是从空间里拿出各种调味料，才又走向灶台。对了，煮的是饭还是粥啊？粥。粥好啊，煮开了吗？来了一锅海鲜大混杂的粥，蒸鱼、红烧鱼、清蒸海虾、油炸皮皮虾、爆炒花蟹、花甲鱿鱼等。饭桌呢？总要摆起来吧？好香啊！好香啊！真的好香啊！好啦，大家吃吧，就是可能会有些呛，大家吃慢点啊。众人悄悄看着穆九燕，见她眉眼都含着笑，忍不住都笑了起来。小声责骂孩子的声音，大声赞好吃美味的声音，兴奋聊天的声音，充斥在这片山坡，透露着和谐美好。就想2个人走走，吹吹海风。月月，你冷不冷？哎呀，不冷。咦，鼠。好，我们回去，大家一起，我们回去，天黑了。罗公子、小娘子，明天我带你们前往那边的交易小镇，那里番人比较多。杜涵，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还是像之前那样跑跑腿，还是想做些别的？罗公子，我能有什么打算？你们有什么是我能够帮忙做的，你只管说就是。小姐，你要不要劝劝姑爷？劝什么啊？为什么要劝？罗大哥，你是说要找一批人一起组建队伍？对，如果你有合适的人，也可以提出来，但必须要老实肯干的。罗大哥，什么时候要？这个暂时不急，你先联系好人，到时候我们再一起走。罗大哥，天黑了，你们先回去早些休息，我去问问他们的意思。罗夫人，这边还有热水。嫂子，直接叫我9月吧。
这里没什么夫人。月月，你先回去休息，我陪他们聊。小姐，我们3个就在隔壁，有什么事你只管叫我们。来，你们坐下来陪我聊聊天。知秋，以后你既然要跟在我身边，只单纯能干还不够。小姐，你已经让如意姐姐与如菊姐姐有时间就教我规矩与练武，我会努力做好的。练武是好事啊，但想要成长起来，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这里呢有个更快的法子，但我需要你一个态度。小姐，有什么吩咐你只管说就是，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奴婢也绝无二话。我呢不需要你上刀山下火海，我只需要你绝对的忠心。小姐放心，知秋以后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绝无二心。罢了，我这里有几句口诀，你晚上回去好好体会尝试，有不明白的再来问我。明天晚上回来后，我为你针灸，祝你快速入门。以后你能成长到什么程度，就全看你自己的了。小姐，奴婢不认识字。你们2个应该识字吧？读给他听。小姐，你让我们读给他听，怎么？你们不愿意？不是的，小姐，你不怕我们？怕你们也学了。虽然你们不是我的人，以后呢也会回到你们自己主子身边，但我相信你们对我啊也是一片真心真意。这段时间你们的表现啊，我也都看在眼里。就算你们不说，我也想给你们一个机缘。我可以告诉你们啊，我这心法与众不同，能快速培养出一个高手，但仅限于你们几个。如果被我知道你们泄露出去，我会亲手废了你们。小姐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出去。小姐，还有别的事情吗？穆九月摆摆手，让他们出去。可有死的老鼠，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病人？你说的特别的病人，是不是像你之前治的那些？那边有一个摔断腿的老太婆，听说她很坏的，你还是不要治的了。你这么快连这些都打听到了？那肯定，我可是神兽青龙，不是这种伤的，而是生病的。那你能召唤你的蛇小弟，将老鼠都赶走吗？还有大白，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太臭了。2小只同时摇头。罢了，月月怎么还没睡？手怎么有些凉？有吗？不是正常吗？乖乖的，我去洗洗就来。在想什么？商量好了。我准备给他们开出2两的月银，然后每次倒卖出一批货后，再抽取1成来，让他们平分，用以提升大家的积极性。抽取1成的利润，让他们平分，这样大家才会有种这也是自己的事业的归属感，做起事情来也会更认真。我没有说你这有什么不好啊，相反你这想法太棒了。香瓜，你是怎么想到的？吃月月的口水吃多了，人也变聪明了。罗大哥，罗嫂子，前往小集镇，如果走路的话，走这边小路2刻钟左右；如果坐车的话，还要绕路，也是2刻钟左右。走路去吧，也能看看海边的景色。穆九月一行人走到热闹的码头上，四处张望，有些长着蓝眼睛，有些是黄色的天然卷长发。总之很杂乱，嘴里操着各种不同的口音，在呱呱地说着话，听起来有些像后世的英语。小姐，你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蒙的。嫂子天赋异禀，没法比的。你们去买2袋箩筐来，2个人在这里守着，其余的人挑回去。渡海，带我去看看那些石头，其余的人就不用跟着了。只要利用得好，可以好好赚一大笔钱财。哎呀，将军与世子爷大驾光临，下官有失远迎，恕罪恕罪。现在是什么情况？将军先进衙门坐坐，下官呢将事情详细的禀报于你。果然是他，这位将军怎么与那位小娘子长得那么像呢？莫非他人在哪里？你们刚到，要不先安顿下来。他出什么事了？爷，小姐她，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但她已经有7天没有出现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爷，我们找个地方再聊好吗？7天前，小姐发现这些病症不是一般的鼠毒，她直言鼠内有毒，而且是蛊毒。她当时说要闭关研究蛊毒，之后便失踪了。这7天来一直都没有见人，但我们一直有人守在这附近，并没有发现她离开的迹象。罗公子一直不让我们靠近他们的房间。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这场鼠毒的背后有人操控。先带我们去他那里。孙大夫，你与其余人先留下来安顿好，我们去外面查探情况。穆九月捂着酸累的腰站起来，他终于弄出了对症的药方。小姐，是你吗？是你吗？穆九月倒在床上睡着了。姑爷，小姐她刚刚……你们去打热水来。是我。人呢？小姐刚刚出关，但她应该是很累了，自己倒床上就睡了。姑爷再给她清洗换衣服。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们也别再进去了。这是他花了7天时间不眠不休写出来的东西。照顾好他。阿莫，我们走。有事情随时联系。姑爷，想来那边应该很需要人手，
你们去帮忙吧。姑爷，我们不能离开，小姐的安全更重要。现在这个地方，谁还会来？去吧，她这2、3天需要大量的休息。穆九月在第2天早上的时候悠悠醒来，是恶性的。我吃过白粥就好。乖，就喝1碗，二嫂放了薄荷一起煮的，很清香，试试。孙大夫，你怎么会在这里？要不要在我床上装病？行了，感觉怎么样？怎么来了这么多客人也不说一声？丫头，对不起啊。你是谁啊？丫头，你不认他没关系，但你可不能不认我呀。秦叶墨笑嘻嘻地凑到他面前，你又是谁啊？怎么感觉罗青雨与这货有点像？小娘子，你身体怎么样？你坐下来，我为你把脉看看。外面的蜀都现在如何了？那些病人可有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样？让子枫为你把脉看诊一下，他的医术也还是很不错的。不必了，我自己就会医术，不需要。月月，俗话说医者不自医，你还是让他给你把个脉吧。你什么意思啊？怀疑我的医术？月月，你知道的，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要不你自己把个脉。他感觉小妻子可能是怀上了。乖，就把个脉，很快的。好嘛。月月，喜脉。月月，是吗？你早就知道了。那几天你总是呕吐，又好吃酸菜，我便怀疑了。但你不听我说啊！荒唐，丫头，你自己身为医者，怀孕这么大的事，你自己竟然不知道，还往危险的地方跑。对不起啊。里面真的有一个小生命了吗？相公，这我们真的有孩子了？对，我们有孩子了，所以我们回家好不好？蜀毒的事情已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有他们在这里看着，你也可以安心养胎了。好了，我自己就是大夫，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会注意身体的。是啊，自己是大夫，连有孕了都不知道。罗青雨，你讨打！好好好，是我讨打，你别动怒。你不能控制我的自由，否则我不生了。月月，不许说傻话，这是我们第1个孩子，怎么能不生呢？乖，我没有控制你的自由，就是我们一直住在渡海家里，也都有不便不是？要不你还想去哪里玩？我再陪你去走走。荒唐，怀了孩子怎么能到处乱走？特别是前面3个月胎教还不稳。子枫，你跟他好好说说孕期要注意的事项。我不管你是谁，咱俩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你休想来干涉我的人生。丫头，虽然前面18年是为父的过失，就算是圣人也有过错的时候，为父不求你现在就原谅我们，但你不能拒绝我的好意与付出。哼，好一句圣人也有错，当然你有错没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一个孤儿，被人牙子四处辗转贩卖的扫把星。你的身份应该高贵无比的吧？好来认一个扫把星当女儿，也不怕说出去遭人笑。我告诉你，月月，别胡说，你不是什么扫把星，你是我的福星，我们还有了孩子，我不允许你再那样说自己。罗青雨，你现在就要管控我了是不是？没有，月月，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我这不是说了，你想去哪里我就陪你去哪里吗？哎，小月儿，你冷静一点。你谁呀你？我们什么时候这么熟悉了？月儿也是你能叫的吗？秦叶墨尴尬地摸摸鼻子，这丫头这是吃火药了？就凭着这几分相似的长相，也不经求证就跑来乱认女儿，看来你也不如何嘛？难道你不知道这世上长相相似的人没有上百，也有几十吗？每一个都是你的儿子女儿，莫名其妙。我就算真的是又如何？前面的18年你都错失了，现在有什么权利跑到我面前来，自恋的说一声为父，然后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对不起，对不起，要是有用的话，要律法何用？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不需要你们的参与，我不许那样笑着看我。那可不行，你是我的妻，这辈子我不看你，我看谁啊？饿了吧？我让他们给你盛粥过来，今早的炒酸菜我还放了少许辣椒，肯定合你胃口。罗青雨，你这是把我饿了几天了，为什么我会这么饿？一直吃的是白粥，没有多少油气，你现在又是2个人了，可不就容易饿吗？今天我让引六去抓了精瘦的野鸡，一会儿给你炖汤，肚子里有了油气，就不会那么快饿了。好嘛，都听你的。青雨，我真的饱了。好，那就不吃了。相公，他们来了多久了？你跟他们说什么了？在你闭关的第7天就来了，我什么也没有跟他们说，就把你写的那些东西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执行了。月月，反正有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是吧？你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了吗？你敢说免费的劳力？小心人家把你抓起来，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所以我要现在就讨好我家娘子啊！为父要真被抓了，你可不能置我于不顾。咱们宝宝可不能没有爹爹啊！去你贫嘴！闷不闷？要不要我陪你下去走走？对了，现在海里还有没有老鼠往岸上跑？已经少了，将军派了人在海边定点守护，发现有老鼠上岸，
第一时间抓起来烧死。将军常年镇守边境，极少在境中。他也是前段时间孙大夫怀疑了，跑去边境的时候，被那位世子爷身边的人发现了端倪，他才知道的。据说他女儿出生的时候刚好蛮夷来犯，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生了女儿的，总共也没有见上女儿几次。而且京中的那个女儿他也不亲近，说是总喜欢不上来。清雨，你说我要怎么办？我要不要认他们？还有那个年轻公子又是谁？我怎么感觉你与他长得有些像？世子爷，贤王爷唯一的嫡子。哦，不是兄妹就好。月月，不用去纠结，心里怎么舒坦怎么来。你有没有发现，看着他有种熟悉的感觉？姑父，小月儿这性子怎么感觉与姑母那么相似？你看罗青雨，人家多会哄妻子，硬是把他那脾气哄下来了。你这是在责怪我亏待了你姑母？我哪敢呢？你可是长辈。你还知道我是长辈？你心里什么时候有过长辈？那也得某人有长辈的样子才行啊。你，小月儿看过来了。姚将军，你可得端正你自己的态度。也劝你一句，你只能做慈父，可别想着做严父，他估计不会吃你那一套的。罗小娘子不是不讲理的人。喂，姓孙的，别怪我没提醒你，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改口，什么罗小娘子，太难听了。丫头，我现在叫穆九月，叫我九月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总有知情权吧？这件事还要从你爹娘他们说起，他们的感情。臭小子，你瞎说什么？那你自己来说，有本事你自己跟小月儿交代啊！自己不敢说，还要对小爷呼五喝六的，谁惯的？小月，你也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是吧？月儿，你现在怀有身孕，离某些人远点。姓罗的，你这什么意思啊？你理解成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你这件事是我的错，将事情大略交代了一遍。等等，你说太子自幼体弱？对，太子会不会有可能像我一样也是被换了？这个可能性不大。太子与皇后长相极为相似，应该不会是。太子自幼体弱，宫中那么多太医，莫非都检查不出来？没有，我为太子把过脉，似乎是娘胎里带出来的虚弱，没有中毒的迹象。但奇怪的是，太子前面几年的身体状况都还是正常的，说是娘胎里带出来的虚弱，又有些说不过去。你说那个太子妃她滑胎了？是的，从半年前怀上身子后，她似乎就总是胎相不稳，一直在宫中静养。结果有天夜里忽然就滑胎了。夜里忽然滑胎，可知道是哪一天？什么原因造成的滑胎？8月18夜里，据说是做了个艳梦而引起的滑胎。正是他与罗青雨洞房之时啊。那你们可有查出什么了？背后之人是谁？事情过去了10多年，对方的首尾也都做得很好，加上当年你奶奶突然病倒，府里换了一批人，现在想查很难。奶奶？为父有怀疑的人，但想要找到证据却不容易。现在有2个突破点，你与你奶奶。不行，月月，你现在怀有身孕，太危险了。就算我什么也不做，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不是吗？月儿，你身边需要多增加人手。不需要，我自己能保护好自己。你说另一个突破点是奶奶？姑奶奶是15年前忽然病倒的，浑身僵硬，不能动不能说。以前我们也有想过是不是被人害，但太医查不出病因，直到是大绝之症。在遇到你之后，我忽然就有猜测，姑奶奶是不是当年知道了些什么，所以才会被人陷害了。回京后，我试探过姑奶奶，她很明确地向我表示，她是知道的，而且太子皇兄似乎也知道这件事。9月，大绝之症你可能治。相公，我想进京。现在不行，再等等，到时候我们一起进京。你进不进京关我什么事？我自己认识路，能进京。小月儿，我陪你一起回京，爷倒要看看谁敢在爷的头上拔毛。啊，当初是谁受了重伤，跑去医馆医治的？小月儿，我误会。好了，我自己有数，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吧。月儿，听话，你现在不是一个人，要注意安全。小月儿，听说你的厨艺很好，你想都别想。什么嘛？她现在刚怀上，做些轻微的活又不会有影响。今天都有什么菜？月月，你休息，我来做。我帮你。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饭。有一年在蛮夷被围堵在一处山涧，身边的伙伴为了保护我都受伤了，我不能让大家最后活活饿死。你的夫人呢？她在府里。你说你有怀疑的人是谁？月儿，这事儿我会处理，你别管。我别管哦，别人一次次杀到我面前了，你叫我别管？有本事你让他们别来烦我啊！穆家。穆家？对，国公府再怎么说也是守卫森严，想要行事并不容易。二房与穆家联姻有内应，这些年来我不在府中，你娘她不理事，国公府一直被二房把持在手中，他们是最有可能得手的人。穆
穆家好像说是皇商世家。是的，而且现在那个丫头已经嫁入了皇室，这件事一个处理不好，影响极大，甚至整个国公府还有你可能都会受到牵连。沈家如何？沈家也是商家，算是除了穆家外的第2大商家了，实力也不弱，只是人脉不如穆家。小月，你认识沈家的人？算是与他们有些小生意合作。小月，你做生意，你怎么？我不做生意赚钱养活自己，等着你们来替我收尸啊？有什么要爹帮忙的，只管开口。哼，是不是还不知道呢？你也是大夫，不如我们现在就滴血认亲。月月，这个可以有。滴血认亲，那么狗血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做？对了，我见你看雨的眼神总不一样，你是不是认识他？他会不会是被换下来的太子？丫头，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月月，别胡说。他一个乡下糙汉娶了我女儿，还不允许我看2眼了？月月这还没认亲呢。对，还没认亲呢，谁知道是不是？月儿，好了，我的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前面的18年你们都没有参与，后面的余生也不需要你们参与。不过我会自己进京，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相公，等我再睡一觉后，我们再去那边集上转转，再买些石头。好。哎呀，说好下午要出去的，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啊？看你睡得香，就不忍心叫醒你了。明天我们再去也是一样的。我还想出海玩。好，我带你去逮螃蟹。你行不行啊？你做什么啊？忽然又停下来啊？娘子在怀疑为夫行不行，这件事儿我得严正申明。罗清雨，你皮痒了是不是？月月是要帮为夫挠痒痒吗？我们明天早上早点起床赶海好不好？好。爷爷、爸妈，你们能看到吗？我在另一个时空里过得很幸福，愿你们也一切安好。清雨，进京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月月，如果可能，我不希望你现在进京。我想进京看看奶奶，这背后之人我们也要查出来。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如果不将背后之人揪出来，以后我们会面对源源不断的厮杀。咱们那房子能烧1次，也能烧第2次，难道我们以后就一直修建房子不成？更怕的是他们对我们身边的人动手。其实你也不必太过担心的。俗话说嘛，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乔装打扮进京，悄然行事，轻易不会有事。董小春与知秋2人，我准备将他们好好培养起来，打听消息情报的。他们不是也说了吗？奶奶或许知道些什么。你说如果奶奶能好起来，这背后之人会不会狗急跳墙啊？也罢，你想进京，那我便陪你去。除了医治奶奶外，其余的事情你不得再动手，让我来。清雨，你说我们真的要有孩子了吗？傻瓜，这事还能作假不成？所以啊，你要好好注意身体，想吃什么只管跟我说，要放松心情，保持心情开朗，我们的宝宝才能健康成长。罗清雨，我想吃你。等宝宝出生后，你想怎么样都依你。这可是你说的啊！清雨，清雨，起床起床，我们去赶海。滚，还早，再睡一会儿。哎呦，罗清雨不睡了，赶紧起来，我们去赶海。早上是最多好东西的。早上凉，多穿点。我不冷。不冷也要穿着。罗清雨，你凶我啊！我不是凶你，是让你别冷着了。乖，穿好了，不然就不去赶海了。你威胁我？没有。海风吹来，下次给你买个帽子。罗清雨，你怎么变得这么泼骂了？谁让我家娘子现在变成小孩子了呢？罗清雨，你说谁变成小孩子了？是我变泼骂了，与娘子无关。哼，你们要不要也一起去看看谁的收获最多？好，小青，你说你是青龙，想来这些水对你不会有影响的吧？那当然，你见过龙怕水的吗？我进入空间里，你带着空间进入海深处收东西，可行？果然是吹牛的。可是爷现在还没有觉醒龙脉啊，爷现在就是一条小青蛇，还要爷带着那个破炉进海底。那不用进入太深的深海，你帮我将海中的东西收一部分进来也行。你把那个破炉给我。怎么能说是破炉呢？不用我进去吗？怎么不是破炉了？他如果全好，自己就能去完成这样简单的任务，哪里需要小龙我跑一趟？自己就能完成任务？随后他闭着眼睛，就发现他不但能联系到空间，还能透过空间看到海下面的世界。
一时间，穆九月沉浸其中，闭着眼睛静静地感受着那种奇异。月月，你怎么了？啊，没事。哇，青雨，你好快呢！月月，你真没事？我真没事，我让小青到海里去玩了。赶紧收回去！下意识就利用意念将空间与小青同时收回来。穆九月身形踉跄了一下，头昏目眩，身子软软的往下倒去。月月，你去把孙大夫请来。月月，他是累的。你对他做了什么？竟然让他累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忽然就累得昏迷过去了？对了，小青去哪里了？你照顾不好他，我将他接过去，你以后离他远点。你想都别想！将军，有什么事等九月醒来再说。他真的只是累得睡着了。你把今天发生的事跟我说说。无意几人将早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子凤，你那里有没有上好的人参？一会儿如松跟我回去取。如意，你去买几只老母鸡回，给他多补补身子。月月，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什么我会这么累？月月，你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之前我们在赶海的时候，你忽然就昏迷过去了。赶海，清远，我昏迷了多久了？已经5天了。5天了，清远，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月月，之前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饿了。你等等，我让他们送进来。姑爷，是小姐醒了吗？你赶紧送些白粥进来。小姐，你感觉怎么样？饿。月月，你那么多天没有吃了，不好一下子吃太多的，待会儿再吃。啊，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出去外面坐一会儿？小娘子，你没事了吧？小姐，你感觉怎么样？有通知孙大夫了吗？赶紧让他来给小姐把脉。如松已经去了，让大家担心了，我没事了。丫头，你怎么样？小月，你醒了？可有哪里不舒服？九月，来，我为你把脉看看。我没事，就是还有些累，再休息2天就好了。丫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忽然昏迷过去的？没事，应该是早上吹海风的原因吧。月月，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让小青收进来的，但我没有想到会消耗我那么多精神力。对了，小青呢？那天你昏迷后便没有看到她了，会不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会不会是小青还留在海里，也像他一样昏迷了？大黑从另一边山林中走出，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圈青色的项圈。小青，大黑，谢谢你。青雨，我与小青同时昏迷了那么久，就是因为那片湖泊，当时让小青去海底收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月月，你这样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许再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了，以后再不会了。这回不用出海了，等我好了之后，我们下去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你呀，先好好养身体才是正道。知秋与小春兄妹2人都已经感受到气感了，如松等人的实力也都强大了不少。你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适当就好。那可不行，我要强大起来，保护娘子与我们的宝宝。月月，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啊，千万别动手，你只管保护好自己就行，其余的都交给为父。好，我以后就靠夫君保护我了。困不困？我们出去睡觉。婶儿，你睁开眼睛试试。我能看见了。娘，你能看到我吗？奶奶，我在这里，你知道我是谁吗？娘，好啦，他现在只是能看见，但看不清呢，敷2副药就差不多了。谢谢。好了，赶紧去抓药吧。青雨，我们今天往集镇那边去转转好不好？好。哎，小月，你们要去哪里？等等我。青雨，你还记得上次在买石头的那个院子里买的那些珠宝吗？记得。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就是感觉身体里的血液都在加速流动的感觉。这就是血脉的缘故。莫非那是你祖上的东西，不知因何掉落到了海里，最后被人打捞起来了？这个就不知道了。有时间我们好好查查。月月，这事我来查就好了，你什么也别管，好好养身体啊。哎呀，罗星宇，我没那么娇弱。可是你昏迷了好几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对了，你的运输队组建的如何了？前后共请了7个人，加上渡海，一共8个人，人数还是有些少。到时候让尹六他们上就行。爹也留了不少人给我们，到时候也都可以上。我这边还没有认亲呢，你倒是叫爹叫的亲热了。我知道我家月月是个心软的好姑娘，爹呢，他一直在边境守护子家国的安全，并不知道你的事情。他现在又诚心认错，真心待你，这声爹啊，也是迟早的事情。你倒是了解我。我困了，先睡一会儿，晚点吃饭时再叫我。晚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甜酸鱼。宝宝，你可要乖乖的，别闹你娘。月月，
你感觉怎么样？哪里不舒服？楚晨一边打量着他，我来给你送银两的，结果说你还没醒，便在外面多坐了一会儿。我没事，就是想喝水。送银两？你什么时候欠我银两了？不是我欠你的，是昨天那陈家给的。我后来跟他说了当时的凶险，他才道给你的银两少了，让我再给你送来。这就说你不舒服，让他过来给你把把脉。啊，我没有不舒服，就是刚才醒来有些软，估计是饿着了。我给你把把脉吧，你这睡了快1天1夜了，明显就是不正常。虽然你的医术也很好，但医者不自医。我帮你看看，罗小娘子怀了双胎，还过度使用精神力，导致过度疲惫，你这样下去对身体不好。啥？双胎？真的吗？月月，以后你不要再为人治病了，这样的情况我不允许你再发生。别操心，我心里有数呢。你自己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月月，这是你自己的身体，你怎么能总是不爱惜呢？真没事儿，别听他说来吓你。你总这样精力枯竭，对自己真的不是好事。相公，我饿了。好，那就先吃饭。小师妹师承何人？师傅。你师傅是谁？师傅他是世外高人，可不是谁都听过他的名号。你说说他的名号，或许师傅跟我说过呢。鬼手。鬼手？你说的莫非是传说中的医仙？就是他随口胡扯的。你听说过？听我师傅提过2句，鬼手仙医，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啊，连我师傅都说遗憾没能见他一面，没想到你竟是他的徒弟。哦，我都不知道，老头子原来是那么有名的。哎，你们都听过他什么样的传说？何止有名啊，那就是传说，数百年前的人物了，他竟然还没死。死了。不死的话，估计也不会留下传承了。死了，还以为能有机会拜见那样的前辈呢。小师妹，既然你是鬼手的徒儿，那你怎么没有继承到他的鬼手？听说他的一双鬼手能直接穿透人的身体，治疗内伤断骨之类的最好了，而且他的手段诡异莫测，没有什么病是他不能治的，所以才得了一个仙医的名号。穆九月怔了怔，莫非真的是同一个人？是吗？师父临终前只让我不能断了他的传承，其余的都没有跟我说过。所以他是刚去世没多久吗？天啊，听说在500年前他就已经有几百岁了，那岂不是活了上千岁？穆九月编不下去了。小师妹，以后师兄就跟着你混了，你能不能把鬼手也交给我？我保证不外传。小师妹，你看我们好歹现在也是师兄妹了，是不是？你这个做师妹的都懂，师兄却不懂，也说不过去吧？喂，罗清月，你干什么？我要跟小师妹培养感情呢。小师妹，你不叫我鬼手的话，我以后就缠上你了。月月，吃慢点，还有呢。以后你要多爱惜自己的身体，可不能再让自己这样累着了啊！青羽，你要相信我，我自己就是大夫，我心里有数呢。饱了吧？我陪你出去走走。青羽，现在是什么时辰了？辰时末了吧？啊，那再休息一会儿吧，吃过午饭就出发吧。不用这么急，你再多休息1天，咱们明天再出发。你不相信我？听说城的那边有一片桃林，下午带你去看看。不会吧？这边怎么会有桃林呢？据说是以前的一位才子为讨女子的欢心，花了大价钱从北方移植回来的。后来啊，那里也就成了才子佳人的汇聚之地。那好吧，我们下午去看看。月月，都已经这个时辰了，去到那里也到傍晚了，只怕那边已经不让进了。要不我陪你出去走走？算了，也懒得出去了，我修炼吧。后面有一处凉亭，感觉那里还有些灵气，我们去那里修炼。你现在怀了孩子，要小心他们的毛发过敏。再来，今晚就炖猫肉吃。好啦，我要修炼，你们也别闹啊。这小家伙现在还有理了？你呀，还跟一只猫交心了，幼稚不？清远，晚上你帮我写封信，让如意用他们的渠道送回去给如露。清远，我感觉我快要成功了。我家月月最厉害了。我家相公也很厉害。接下来的日子，白天赶路，他们在一座名为樊城的城里，再次发现一名那样的病人。竟然真的有。师兄，怎么样？去看看这样的孕妇到底还有多少个？你不赶紧去休息一会儿？我想想啊，这2个病人的情况都有些相似，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孕妇，他们都是在8个月的时候差点意外早产，那么这个意外肯定就不是意外了，对吧？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靠名贵药材保住胎儿，所以背后有人挑中他们，应该是为了他们背后这点，可以用名贵药材来孕养胎儿。继续说。所以背后之人应该是想利用这个胎儿来做些什么邪恶的事情。曾经听说有人为了追求长生之术，做下了很多残忍有损阴德的事情，你说这背后之人会不会就是如此？会不会有一种可能，背后之人或许是想要炼制什么鬼婴之类的邪术？据说有些邪师
会炼制鬼婴为自己办事。据说这类鬼婴的能力非常强大，能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不对，如果只是为了炼制鬼婴，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么多。玉玉，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们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便好，其余的顺其自然吧。我困了，先去休息了。最好不要让本座抓到你，否则定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玉玉，要不要再多休息2天？赶路吧。上次不是还休息了1天多的吗？这次怎么匆忙赶路了？你也可以留下来多待一天。不，我要跟你们一起走。将军，他们明天5时左右差不多就能进京了。别院都安排好了吗？一切都已经安顿好了。放心吧，将军，穆家二爷往西南方向而去，他身边还有名干瘦的男人。干瘦的男人？那个男人是什么身份？正在查，暂时还没有太多信息。太多的信息，这意思就是有些了。是一个游方的郎中，不知道怎的就跟穆家搭上了。继续查，不必，我回京后马上让人去查。没事吧？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小九，饿了吧？先进屋暖和一会儿，我让他们送饭菜上来。我叫穆九月，这是我相公罗青雨，大家有什么事情直接与他沟通就可以。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会麻烦到各位叔伯。九月先在这里谢谢大家。楚公子真的是出自药王谷。如意，我饿了，你去看看有没有吃的了，给我先弄些点心来。小姐，早给你准备了，我这就去给你拿来。对了，楚师兄去哪里了？他呀，似乎还在自己的院子里没有出来吧。小师妹，你竟然自己吃早餐也不叫啊，过分了哈！多大的人了，吃早餐还要叫？怎么不多睡一会儿？饿了，起来找些吃的。小师妹，既然你也起来了，看你的精神现在也很不错，不然一会儿我们一起前往国公府给老夫人瞧瞧。丫头，你怎么不多休息2天呢？师兄说怕会把握不好，让我也跟着一起过来，也能有个商量。你吃过早饭了吗？昨晚睡得可好？老爷，听说你为娘请了大夫是吗？秦子游略有些娇滴滴的声音由远而近。你怎么来了？为娘请来的大夫，我怎么能不来看看？老爷，不是请大夫为娘看诊吗？怎么还有一个女子？见过夫人。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是医者吗？回夫人，这位是我师兄，我们都是药王谷出来的弟子。老爷，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去看娘？你去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中午招待几位客人，留在府里吃午饭。老爷，这事我让人安排下去就行。娘的身体多有不便，这4位中有3位都是公子，我跟着过去也能帮忙。夫人说的对，我们到底是有很多不便，夫人的一片孝心，将军也不该抹杀吧。这位公子说的对。好了，你去忙你的，楚公子这边请。夫人请。这家伙今天是怎么了？小师妹，我们也走吧，有女主人在，我们也能安心些，对吧？老爷，他们……闭嘴！这位小姐，我们老夫人身体不好，不能见风。正因为身体不好，她住的地方才更应该通风换气。你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老夫人？丫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将军不妨让人拿剪刀进来，将被子剪开，便能明白。志远，你进来，把这被子割开。将被穆九月丢在地上的被子划开，多划了几次，随着多划拉了几次，被子里竟然有血迹溅出来，也有耸动，养得肥肥大大的山蛭。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乡下的吸血鬼，水蛭。这不是普通的水蛭，而是山蛭，藏在老夫人的被子里，盖在老夫人身上，不时从接触的皮肤中吞噬老夫人的血气。这种接触不太多，却也不少，所以老夫人不管怎么补，她仍然是日渐消瘦，却又不会直接要她的命。将她拖下去，严刑拷问，问出背后之人。相公，把她的下巴卸了，别让她咬舌自尽。将那老嬷嬷的下巴卸了。老夫人，我让人给你换个枕头，重新拿个全新的过来。转头冷厉地瞪向秦子游，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做人儿媳的。相公，我……志远，把这些东西都拿出去烧了。别呀，这东西可是名贵的药呢，把它们都装起来。楚公子怎么样？可能看出什么？确实是大绝之症，而且时间太长了，非常麻烦。这么说，楚公子有办法了。小师妹，你来看看，小师妹如何？师兄，不如再仔细检查一番。师兄留意她的心脉，可有什么不同？丫头，我娘她是什么情况？老夫人并非什么大绝之症，却也不是中毒，所以太医也查不出病灶，比较麻烦，我还需要做些准备。老夫人体内的是一只僵尸蛊，中了此蛊的人浑身僵硬，没法动弹，形同中风。莫非是蛊？这可麻烦了，那蛊虫钻进了老夫人的心脉中，想要诱出来只怕是不容易，除非能寻到蛊王。而且此事如果惊动了背后之人，马上激发蛊虫的话，老夫人可能马上就没了。马上封锁整个将军府，
监视府中的每一个人，不得外出。一旦发现异样，马上抓起来。给我准备一个房间，我要做些准备。小姐，请跟我来。相公，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只管吩咐老奴。不必，守在门外，别让人来打扰我。穆九月说着，双眼往屋顶上睨去，想救老夫人就离开。暗处的暗卫身躯僵硬，他们这是被发现了，带起了破空声。石子射穿瓦片，嬷嬷，你也出去吧。就一滴，很快的，不疼哈。小师妹，你辛苦了，赶紧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粗活就交给师兄来好了。楚公子，这药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你让人准备好参水，一会儿给老夫人喂下。这丫头到底往里面添加了什么？有这种特殊的生机在，那条蛊虫肯定没法忍受诱惑，从而离开主体。果然是好东西。娘，您再忍忍，很快就好了。楚公子，我娘她……别吵，好了，赶紧给老夫人喂参汤。楚公子，我娘她什么时候能好？没有那么快，蛊虫虽然被引诱出来了，这只代表他以后不会再受背后之人的控制了。但蛊虫在他体内10多年，产生的蛊毒还残留在体内，还需要后面好好排毒。不过老夫人现在体弱，已经不适合再排毒，只能等她先养一段时间再说。而且她10多年手脚僵硬没有动，肌肉等都已经萎缩，想完全好起来还早着呢。让人多为她按摩揉捏肌肉，待到完全排毒后，或许还能再恢复行走能力。谢谢楚公子，我给你开一张药方，你最好是让信得过的人抓药煎药。把窗户都打开通风，以后房间里都要保持通风透气，这样有利于老夫人恢复。现在天气冷了，晚上烧炭炉的时候啊，也要小心，房间里保持一点通风的位置。师兄，那条蛊虫你可要注意了，暂时不要让它死了，免得惊动了背后之人。明白，你想做什么？那人不是喜欢下蛊吗？你说把这蛊还给他，会不会很好玩？果然还是小师妹有主意，就这么办了。将军，这背后之人应该不用我为你找吧？相公，我们也差不多要回了吧？不行，我娘的身体这么弱，我观她的医术比太医的都要好，又是女子，由她下来也更方便照顾娘。老夫人的身体我会为她调理，也会尽量抽时间来为她检查，但我自己还有事情，没有时间一直在这里照顾她。已经让人准备饭菜了，要不吃了再离开？那好吧。老夫人眼珠子左右转动的极快，为什么这感觉是你要把人家给赖上了？小姐，这算了，我与老夫人也算是有缘，就让我喂她吧。这老夫人她因为病情，她只能微微张嘴，而且吞咽也困难，很难进食。老夫人真棒啊！你们先去吃吧，我为老夫人再揉捏一下。小姐，你这样会不会耽误你？要不还是老奴来吧。没事儿，我刚刚吃了一些。娘子，趁热吃，你现在不能吃冷的东西。回到别院后，穆九月困了。相公，我能进来吗？你来做什么？相公，我来伺候你就寝。你给我滚！相公，要滚也是我们一起滚，哪有我一个人滚的道理？秦子瑶，别逼我休了你！相公，今天那位罗公子，我怎么看着有些熟悉？还有那位姑娘，为什么我对她有亲近的感觉？好奇怪呢，与韩月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你放开我！相公，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真的很喜欢你，没有你我会死的。求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你先放开我，你坐。相公，不听话就滚。相公，你是没有睡好吗？我帮你揉揉吧。坐好。相公，你凶我。我没有凶你，你别说话。你对韩月是什么心思？说。相公，你让我别说话的，就是你不喜欢的，我也不要喜欢。那是你的女儿。我说是还是很喜欢她的，毕竟是我们的女儿。可是后来她情愿要奶娘也不要我了，我也就不喜欢她了。是什么时候的事？相公，你这是怎么了？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不喜欢韩月的？你说什么？她在那时候来找过你。苏洁是她表妹，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发现她已在一个男子的怀里。
很亲密。相公，那个女人其实早就对不起你了。她那时候不但与一个书生恩爱，还与侯爷世子说亲，她根本不值得你一直惦记。那你为什么总是打扮成这个样子？相公，不是你喜欢这样的吗？谁跟你说我喜欢这样的？苏杰那个贱人啊，每次你回来的时候，他不是都穿得很露骨的来找你，与你幽会吗？说你就喜欢他那样的，还说我一辈子也比不过他。你说什么？我每次回来，他来找我幽会？是啊，他每次都来，但每次都被我发现赶跑了。他要是真的来找我，会刚好每次都被你发现吗？相公，你讨厌我穿成这样？你好歹也是公主出身，现在更是代表了国公府的颜面，打扮成这样，成何体统？贱人，我不会放过他的。相公，我平时不是这样打扮的。你先回去吧。相公，今天来的那位姑娘，你说我们认她当干女儿如何？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看着她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投缘嘛。你看啊，她的医术比她师兄都要厉害，娘也喜欢她，把她认作干女儿，以后她可以直接住在我们国公府里，这样娘的身体也能尽快好起来。你是因为娘？我知道那些年是我混，没有照看好女儿与娘，娘现在成这样，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可是，一切的源头都在你身上。如果你不在我们刚成亲的时候就跑，如果你这么多年哪怕能给我回一封信，一句问候，我也不会这样。你要是再敢跑，那我也跟你跑。这个国公府反正你都不在意，我也懒得管了。你有管过吗？管啊，这段时间不是我在管吗？你出去。我不走。相公，我们是夫妻。你不走我走。相公，是要就寝了吗？娘子为你宽衣。哎呀，相公，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里啊？姚子琪直接运转轻功，逃也似的离开。可恶！小姐，你起了吗？不想动，你给我送些吃的进来。小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就是好累，不想动。相公呢？姑爷在前院。小姐，你不会想一会儿就在床上吃饭吧？将军昨夜就来了，现在还没有离开。今早阿木管家带着一名男人来找你，说是小姐要打造铜炉的事情。他昨夜来了，来干什么？他哪里知道将军来做什么呀？他也不敢问呢。帮我更衣吧。小姐，你是在房里用早膳，还是去前厅？去前面吧。丫头，起来了。你怎么来了？我以为你现在应该是很忙的。这就是女儿，亲生的。丫头，有你这样跟爹说话的吗？祖母昨晚肯定睡得香，不会有什么事。我猜猜你跑我们这里来，哼，不会是被你夫人吓跑的吧？丫头，哎，我说将军大人，这家里有个娇滴滴的美娘子你不爱，不会是心里中了别的朱砂痣了吧？丫头，大人的事情你别管。好啊，我也不想管，那你别往我这儿跑啊。我是你爹，难道她不是我娘？好啦，你赶紧回去忙你的吧，我也没空理会你的那些烂事儿。你们不是想要做买卖吗？这些店铺交给你们打理。好啊，我这才刚刚进京，你就想把这些累人的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现在严重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丫头，做事情不能完全依靠外人，凡事都要给自己留有余地。我知道，我们会自己找店面。丫头，你想得太天真了，这是京城，子家国的中心区域，寸土寸金，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合适的店铺。你要明白，在京城这个地方，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还需要人脉关系网。大街上随便走过的人，很可能都是招惹不起的存在。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都是我的私产，平时都是阿木他们在打理，你可以先让他们带你去熟悉一番再考虑。哄女儿为什么会这么难啊？好吧，有时间我们就去看看。哎，对了，你有没有认识的雕刻大师？这事儿让阿木为你打听一二，他们之中就有人懂得雕刻，但你想找高手，只怕不是容易的事。算了，这事儿你别管了，交给我了。师兄呢？他已经吃过了吗？小姐，他叫高阳，以前在军中跟打铁师傅学过手艺。你想打造什么，跟他说就行。我这个不难，你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打造出来。他弄了几种不同型号的成套的铜炉、鸳鸯锅，准备趁机弄个火锅店出来。高阳拿着图纸看了一会儿，又问了穆九月几个问题，之后便表示能弄出来。你找2个人帮忙，先打造一个出来，
然后再多弄些嘛。小姐，要不要我让人带你去城里转转呢？不急，下午再说。我去看看师兄。楚师兄，你这是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儿啊？今早也没见你去吃早餐。瞎说什么话，我能有什么事？就是认床，昨晚没有睡好。自己是为了研究他的药液而一夜没有睡。哦，昨晚认床啊？前晚没有认床？丫头，你胡说什么话？师兄怎么听不懂？好，没事，我自己也听不懂。老夫人那边的调理，这段时间就麻烦师兄了。放心吧。谢谢。对了，如松，你带小春出去四处转转，一来呢熟悉路，看看能不能打听一些有用的消息；二来去带我约沈家的二夫人。楚师兄，你这是怎么了？哎，罗青雨，你女人呢？你不要告诉我你这2天吃睡不好都是因为她。对，都是因为她，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她那天配出来的药液，我总感觉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正是那种成分将蛊虫吸引出来的，但我怎么研究也没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你让他告诉我好不好？就因为这个，你之前为什么不直接问他？我以为凭借我的天赋，我能自己研究出来的。喏，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不错，正是它。这是用什么提炼出来的？这些我可不懂，这个我可以给你研究，但现在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什么事？你只管说。我的人带回来了一个重要的证人，但那个证人脑袋有些问题，只怕到呈堂的时候会被人质疑，需要你去为他治好。脑袋不正常？我家月月说不难，想来师兄更不会放在眼里，对吧？那肯定是不难啊，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所以师兄还是先将自己打理一番吧。相公，睡吧。月月，我身上还凉。睡觉？都多晚了？清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先睡觉，明天我再跟你说。另一边，嬷嬷，相公回来了没有？嬷嬷，你说他真的在外面养了女人？公主，此事未必是真，你又何必现在自找烦恼？这不是我想让他亲自给我一个答案的吗？他却避我不见，这是置我于何地？他一边让我把国公府支撑起来，一边在外面养女人，还要生孩子，他把我当成什么了？你去安排10几个人，明天跟我一起杀过去。将军，什么事？谁走漏了消息？水红。院子外面就传来仿佛砸门一样的轰鸣声。是你？木伯，让人都散了吧。夫人如此气势汹汹地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你与我相公是什么关系？你来这里，他不知道吧？你不要以为有他给你撑腰，我就不敢动你了。秦子瑶，你闹够了没有？没有，永远也闹不够。姚子琪，你负我！够了，想够了，还早呢。够了，我的底线是不能家暴。月儿，你先吃饱再说。你又发什么疯？你叫他叫的那么亲热，还问我发什么疯？师兄，给我送盆热水前来。月月，月儿，此事要不得。我说了，你不想让我插手，那你自己就要将事情处理好，而不是让他闹到我面前来。今天他能闹一次，明天后天天天来闹，只会暴露得更快。你休要嚣张！你闭嘴！很快他脸上的易容就被洗开，露出他的真颜。好啊，姚子琪，你竟然在外面生养了这么大的女儿，你竟然这么早就在外面养了女人，你个负心汉！这老娘的脑回路啊，好吧，你就不能安静下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吗？你在外面连女儿都这么大了，还要我安静下来听你解释，听你怎么编故事来骗我？你这个疯女人，你放开月儿！你说不能家暴的，相公怎么办？男人嘛，皮糙肉厚，挨2下打也不会少块肉。月月，菜快凉了，你先吃好。你这个疯子，就不能听人好好说的吗？外人随便说2句你就跑来闹，我的话你就不听，那我给你一纸休书，你去和别人过好了。你想要我给你在外面的野女人腾地儿，想都别想。相公还真没少块肉呢。你不是说对她心生亲近之感，想认她当干女儿吗？你自己为什么不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对韩月你生不起亲近之感，却对一个刚见面的女子心生亲近之感？你的意思，你前几天问我说是什么时候发现与月儿不亲近的？莫非是相公，你告诉我，这个才是我们的女儿，对不对？到现在你还反应不过来吗？哎，我只有一个女儿。相公，你真的没有在外面养女人？月儿，娘的！你给我闭嘴！你是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月儿，我就说为什么那天见到你的时候总想与你亲近，
原来这才是母女连心呢。月儿，这10几年你是怎么过的？是不是很辛苦很累？有没有想爹娘？都是娘的错，是娘的错。要不你先把他安慰下来。你闭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以后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哼，我还问你怎么回事呢。你今天是怎么会跑来这里的？月儿，这件事是我的错，我会处理好的。女人，那还是让她出马吧。月儿，你放心，这件事娘肯定能办好。那个女人在哪里？如果没有猜错，肯定在外面哪个角落里等着看你的热闹呢。你不去看看，万一把人打坏了。丫头，有些话说不得。相公，你昨天说还有什么事来着？我们的人查到穆太妃在19年前曾经产下一女。什么？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不是说她当年入宫时还没被宠幸吗？那么年轻自己生个孩子怎么了？关键是她那个孩子的年龄与你差不多。对，19年前应该是与你差不多大。我已经让楚公子给他看了，如果他不行，只怕还得要月月出手。所以说，宫里那个姚寒月应该是穆太妃的女儿了？不无可能。姚寒月嫁进宫的这2年，与他就走得很近。穆太妃表示自己无儿无女，与太子妃心生亲近之感，太子妃对她也很依赖。相反，对于自己的姥姥拟太妃，她却不怎么亲近。这么说起来，是实锤了。事情只怕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总感觉穆家的背后还有人。穆太妃为什么可以留在宫中？穆家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皇上不可能没有听说过，却一直没有动作，这其中又隐藏了什么？我与姚寒月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穆家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高人。什么联系？什么联系？你们有听说过借孕之事吗？难道你们就不好奇，他们既然将我换出去了，难道就不怕有一天会暴露而将我灭口吗？但我的童年虽然过得并不好，却一直没有死。为什么？对方需要借助我的运势，只有我过得越惨，对方才能过得越舒心。一切应该是从我嫁与相公后出现了改变。借孕？可恶！姚子琪紧紧地攥着拳头。所以有些事情急不得，我们要慢慢来，先让穆家自乱阵脚，露出马脚，我们才能将事情一点点拨开。姑母，你太厉害了！外面传来秦叶墨狗腿的声音。这些事情暂时不能让你娘知道。你们夫妻的事情我不会干涉，但你也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到女人的头上，也要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月儿，爹明白了。姑母，你都知道了。好啊，连你也早就知道了，就瞒着姑母一个人了是不是？姑母，这件事如果以前我跟你说，只怕你也不会相信吧。小月儿，你又吃这么少啊？月儿，我坐下吧，我已经吃饱了。你们如果还没有吃，我让人给你们换上热的来。我把那个女人打了一顿，敢算计老娘，简直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对了，祖母最近如何了？在恢复，已经能张嘴自主吃东西了，但还不能说话。过2天我抽时间再去看看。娘，你常年在京中，可否知道19年前穆太妃可曾出过宫？19年前的事情我没有怎么在意，那时候我怀着孩子，关心的也是边境的事情，谁去关心她一个不起眼的女人呢？不过这事儿可以去问问你姥姥，她肯定知道。那就下次再去问吧。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就是问问而已。月儿，你刚才没吃过这个，尝尝看。月儿，你怀孕了，那你可要好好养身体，这里太简陋了，你搬回府里去，娘也可以更方便照顾你，好不好？你是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我对外说你是我认的干女儿不就行了，这样也方便给你祖母复诊是吧？其实我感觉出来，你祖母也是想与你亲近的，她虽然不能说话，感觉却很清晰。此时的她为什么会觉得有些小可爱？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那我一会儿让人给你多送些补品过来。你还缺些什么？银子够不够用？跟娘说，娘都给你送上。月儿，娘手里还有些嫁妆铺子，什么时候娘带你看，你看上什么只管拿。要不娘给你几家铺子。停，我这里什么也不缺，你也别往这里送什么东西。你赶紧吃你的。相公，谢谢。他不会知道，就是他今天这个小小的举动，日后迎来了秦子游更疯狂的纠缠。月儿，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去吗？你给我闭嘴！泄露了月儿的身份，给他惹来杀身之祸，我饶不了你。对了，秦大哥，我们准备与穆家开始干仗，你们能不能把穆家的那些官家关系给切断啊？小月儿，叫莫哥。
那你要不要帮忙嘛？帮，绝对帮！你们想做什么只管做就是，我们都是你背后强而有力的依靠。你们也不必急着出手，正好趁此之机将穆家的关系网一网打尽。放心，我们知道怎么做。小月儿，就是莫哥。哥，公子，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话想问我呀？哎呀，趁着我现在还清醒，你们要问就问吧。楚公子说他是受过重击，导致脑子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大爷，你之前跟我的人说你认识穆太妃。罗青雨一手扶着他的手臂，一缕灵力顺着手臂进入老头的身体内，安抚他的情绪。认识。当时我们都是在城外的山庄做工，他在山庄住了半年的时间呢。直到产下一女后才回宫的。他回宫后不久，便有一群黑衣人闯进了山庄，将我们里面的人全部斩杀了。哎呀，老夫当时正好在外面上茅厕，才躲过了一劫，悄悄离开，混在乞丐堆里混日子。那你是怎么受伤的？这个是后来与人抢食物的时候被推倒撞了墙的。小春，你机灵一些，出去打听一下19年前外面哪个山庄发生过血案。小姐，穆伯，高阳在哪里？我要的东西有没有打造出来了？他们这2天还没有出来。小姐急着要吗？我现在就去找他。可以，你去问问他做好了没有。小姐，你就这样的走了？穆伯，还有事？小姐，对不起啊，是阿木没有管教好水红。穆伯，你是你，他是他，他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小孩子，有自己的思想，也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你明白的吧？小姐，夫人派人送来了很多补品，你要不要去看看？交给如菊先放好。什么美食这么香？公子，你是太久没吃东西饿着了吧？不至于吧，你别告诉我你没有闻到香味。公子，你不把脸上整理一下，一会儿小姐肯定要笑话你。那还不赶紧给本公子收拾一下，快点，一会儿被吃完了就没了。谁在里面弄吃的？这么香？你们也觉得香对吧？是小姐在里面呢，不知道弄什么，好香啊。师妹，你在弄什么好吃的呀？不是吃的，离吃还早呢。我饿了，有没有什么能吃的？小姐，要不奴婢先给楚公子整一碗面疙瘩汤。这个可以，多弄一点。穆九月往里面加入了小勺火锅料，自己便先盛起2碗。知秋，帮我送一份过去。小姐，我知道了，你慢点吃，奴婢还给你留了呢。送了后啊，你们也赶紧来尝尝，肯定美味。楚公子，我家小姐在弄秘方呢，不能让你进去，这是奴婢为你准备的吃的，你要就赶紧端去，不要我就全部给姑爷送去了。我要。小秋秋啊，这么点也不够我吃，这碗也给我呗。这是给姑爷的，一会儿还有更好吃的，你现在吃得太饱了，一会儿可别后悔。月月在弄什么？这么香？我不是让知秋给你送去了吗？这么快就吃完了？没有，我刚从外面回来呢，闻到香味儿就过来看看了。来尝尝。月月，这么刺激的香味会不会不舒服啊？没事，给你吃，凉了就不好吃了。穆九月这边熬好了火锅底料，等晾了后再盛进瓷罐里。好一会儿忙碌下来，一顿丰盛的麻辣烫就准备好了。我远远就闻到香味儿，还在想是哪家弄得这么美味的东西呢？没有想到是我们家的小娘子。苏婉琴笑着走进来。苏姐姐，你是算好时间来的吧？那可不，你说有好吃的，可不得算好时间来吃。赶紧来吧，预备了你的份儿呢。皇上，姚将军求见。进来，匆匆进宫求见，可是事情有什么进展了？皇上，微臣匆匆进宫，是另有事要禀报。又有什么要事啊？皇上，微臣找到一名疑似镇西王公子的青年。此事当真？皇上，微臣也不敢确认，只是他的眉眼间与王爷有几分相似。你与朕说说情况，是与不是，朕自有办法确认。姚子琪便将自己往海边处理鼠毒的时候，意外发现罗青雨的事情，挑能说的说了些。微臣派人往他的家乡查证过，他并非罗家的血脉，而是23年前被一个满身血迹的中年人送去，那边离雨城近，所以微臣才大胆猜测。你找个机会让朕见见那个青年。子琪啊，
如果那真是皇兄的血脉，你可又立大功了。你想要什么，只管跟朕说，朕定然满足你。皇上，微臣只是意外发现，不敢居功。不过微臣建议他的身份不宜公开，否则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朕明白，你可还查到什么？皇上恕罪，微臣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情，想向皇上请罪。你何罪之有啊？回禀皇上，太子妃非微臣的亲生女儿。姚爱卿，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皇上，微臣明白，微臣罪该万死，也是刚刚得知，才发现孩子在当年被人调包，家母应该是当年意外发现了这件事，才遭到了毒手，一直躺在床上说不得动不得。那你是如何发现的？回皇上，微臣让人找到了解鼠毒的那名神秘公子，请他进京为家母医治。家母在他的医治下略有起色，已经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表达的第一个意思便是太子妃的问题。你说什么？姑姑有好转了？正是，家母现在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所以微臣才会如此匆忙进宫。这可是大好事啊，大好事啊！这事情也不是你的错，朕也有些时间没去看皇姑母了，待朕忙完这2天，一定要去看看。那个背后之人可有查出是谁啊？穆家。那你此前对穆家出手，不是说因为要亡谷的一位什么女子吗？皇上，微臣不是故意针对穆家，而是穆家仗着国公府的名声，一直在外行不轨之事。微臣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等完全查清后，会提交到大理寺。那天的事情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微臣只是与京兆尹打了个招呼，以后国公府与穆家再没有任何关系。穆家确实该教训了，这事儿你打算如何处理啊？微臣以他生父之名为他自请下堂，先让他在冷宫里待些时间。准了。谢皇上。那位神秘公子是什么人啊？回皇上，微臣查过，他出自药王谷，医术非常精湛。一路进京的时候，发现2名异常的孕妇之症都被他解决了。孕妇？可恶啊！可有查出背后之人是谁啊？皇上恕罪，微臣暂时还在查这件事情。朕命大理寺卿与你一起，一定要将背后之人查出来。臣禀命。这么说来，那位药王谷的公子是有些水平了。楚公子的手段确实非同一般，对家母的身体也算是对症下药。他的师妹医术也非同一般。什么时候为朕引荐那2位啊？臣正有此意。太后娘娘的心急，不知现在如何了，可否需要夫人带她前往为太后诊治？爱卿啊，能得你一心为朕，为太后的身体着想，是朕的福气呀。都是微臣应该的。准了。子期，如果皇姑母真的能好起来，你是不是也应该为国公府开枝散叶啊？总不能以后真落在二房手里吧？那不得把你皇姑母再气病倒喽？回皇上，微臣会努力的。子期可是有喜欢的人了？皇上，没有的事。那就是与子悠和好了？其实啊，那个丫头的心性不坏的，就是任性了些。皇上，没什么事，微臣先告退。皇上保重龙体。走吧走吧。昨天还是恭敬的太子妃，今天便是姚氏了。你们这些宦官，肯定是你们假传旨意。本太子妃是正儿八经迎进来的皇家媳妇，父亲军功赫赫，皇上绝对不会下这样的旨意。把姚氏送到宿营宫，不得有误。不，本太子妃不要去，本太子妃要见父亲，本太子妃要见殿下。你们放开本太子妃，否则你们会后悔的。殿下，殿下你在哪里？本妃与你一起青梅竹马长大，是你正儿八经引进东宫的正妃，你怎么能那么冷心，连看也不来看我一眼？父亲，10几年来你都没有管过我，你根本就不配为父亲，你凭什么做主我的人生？娘，你在哪里？月儿以后对我听话的，你来看看我好不好？父亲，你好狠的心，我恨你！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大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太妃救我！我不要去冷宫，我是太子妃，是以后要……柯公公，这是怎么回事？回太妃话，姚将军在皇上面前为太子妃自请下堂，将人送往宿营宫养身体。皇上的旨意一早下达，
奴才也只是奉命行事。竟然是真的！太妃，如果无事，还是请让开吧，别耽误咱家的事情。月儿，你先前往素银宫，好好养身体。太妃会想办法把你弄出来的。小姐，你不出去走走吗？不是说中午要弄那什么锅的？走，我们去看看。小姐，语言小郡主带着苏小姐、袁小姐、孙小姐，还有一位公主过来了。对了，世子爷也带了2位朋友过来，姑爷正在前面招呼，是2位小皇子。皇子？当今一共有多少位皇子与公主？目前只有8位皇子，12位公主。皇子与公主是分别分开排位的。目前只有，那曾经呢？分别在往上加10。迎面遇上秦语言，姐姐，你睡到现在才起来，迟了呀。姐姐，你有没有让大夫把过脉啊？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没有。哎呀，姐姐你可真能忍。明天你到我们贤王府去玩好不好？我让老周帮你把脉。你哥没有告诉你，我有一位神医师兄吗？这个他还真没有说呀。真的是神医吗？也差不离儿了呀，真那么厉害啊！姐姐，他现在在哪里啊？能不能介绍给我们认识？怎么想找对象啦？姐姐，你胡说什么呀？秦语言跺着脚，不依似的说：“月姐姐，月姐姐。”苏燕玲与孙莹莹一起走过来。对不起啊，让你们久等了。月姐姐，我们也是刚到呢。月姐姐，袁御师看到她进来，御师妹妹，抱歉啊，姐姐失礼了。我们都是刚到的。来，小燕，给你介绍，这位是秦瑞兰6公主，这位是15皇子16皇子。那位6公主应该很受宠吧？是嫡公主。15、16皇子是不是双胞胎？小姐，你可真厉害，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了，小姐，有一个好消息，你肯定想听。什么好消息啊？今天一早，宫里传出消息，将军为太子妃自请下堂，被送进冷宫了。死活当真？千真万确。小姐，你很快就能恢复你的身份了。只怕没有那么简单。这2天你们盯紧木家，看看他们与什么人接触。小姐放心，姑爷早已经安排下去了。月姐姐，你这个桌子很新奇呢。那肯定。哎，你们再坐一会儿啊，很快就能吃了啊。咦，什么香味儿啊？好香！哇，小师妹，弄好吃的竟然也不叫师兄，你这可就过分了。这不是还没开吃吗？小师妹，还是弄的那个麻辣汤吗？今天呀，不叫麻辣汤，而是火锅。那个，这个要怎么弄？一会儿就知道了。我明白了，你自己也没有吃过。哇，好香啊！月姐姐，这个要怎么吃啊？我教你们怎么弄。因为条件简陋，暂时呢没有办法做到男女分桌而吃，还望2位皇子与公主不要见怪啊。没事，大家都是熟识，平时也会在外面聚聚的。因为条件的原因，所以这里面的汤底啊都是麻辣的。那这些是从番外引进的果子制作的酱汁，我们姑且呢叫它番茄酱，味道酸甜可口。这些呢是蘑菇酱、辣椒酱、花生酱，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好酱料啊。菜呢都是生菜，这肉片啊切薄了腌制过的，直接放入汤底，锅里烫一小会儿就可以吃。这烫菜呢也讲究把握火候哈，烫的时间长了，这肉就会老柴。就这样烧烫一会儿啊，肉质啊鲜嫩可口。世子爷，你可敢先尝尝？因为啊是一边用火烧汤底一边吃，所以这种吃法暂叫火锅。现在冬天啊，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聊天热闹，这酒还没喝完，菜已经凉了。我这种吃法，不管你们聊多久都不怕冷，而且味道超绝。好味道！你来为爷烫菜。公主不妨也尝尝。我是该叫你月姐姐，还是叫你一声嫂子？六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吗？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吗？好辣，但很香，肉很滑嫩，进口后辣味十足，还带了别的混合味，很怪异，却又很增加食欲。吃了身体内仿佛有火在烧一样。哟，老儿厉害呀！只是一块肉就品尝出这么多啦。好了，大家也都尝尝吧啊！可以蘸着自己喜欢的酱，味道更绝。哎，除了这些硬菜啊，要多煮一会儿，其余的都是稍微烫熟就行了啊。你们自己想吃什么，可以自己动手烫，也可以让你们的婢女来为你们烫。哎，个人建议啊，自己动手会有种不一样的体验。
可以试试。雨言，多吃些小青菜。于师姐，这个是我先夹到的。雨言，你身为郡主要有修养，这个菜明明是姐姐先夹到的。我说你们好歹也是千金大小姐，至于为了一颗青菜在这里争吵吗？姐姐让人再送些进来不就行了？那个，现在冬天，青菜本来就少，已经没有了。我是姐姐，你们要让着我点儿。哼，兰姐姐，你这动作完全有违你公主的身份，在这里可没有什么公主。姐，你身为姐姐，让小弟一下，不过分吧？哎，兰儿，算了，咱好女不跟男斗啊！下次姐姐想办法多弄些青菜。月姐姐，你什么时候再弄火锅，可一定要让人通知我出来。放心，下次让人通知你啊。小月儿，听说你准备开店，什么时候开始？哥带人为你庆祝。你往汤里再添些米饭或者面食，味道更佳。如意，给爷添些饭来。月姐姐，你的这个什么火锅太好吃了，以后开店铺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说，我们肯定会去捧场的。什么宫廷美食，在这火锅面前皆靠边站。我赞同。小月儿，你这个火锅中老年能吃吗？哎，中老年人有中老年人的吃法，可以清淡点的，也就是不要这种麻辣的或者少辣的。以后啊，我还会让他们弄出那种鸳鸯锅，就是一半是辣的，一半是清淡的，想吃哪种口味都可以。太好了，以后我们要尝尝这个鸳鸯锅，感觉我爹娘肯定也能喜欢。月姐姐，你这个火锅店铺什么时候能弄起来？已经在物色店铺了，现在就差锅具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打造。要什么样的店铺？哥送你一间。不必，店铺已经有了。那我们就等着你好消息。相公，你陪15、16皇子再坐一会儿啊，我带几位妹妹到后面走走。几位妹妹刚刚吃饱，不如我们去后院走走，如何？姐姐好主意。好姐姐，那个香水你还有没有啊？我们想买些不同香味的，还有你那天说的护肤品。你们跟我来。姐姐，我知道这些东西肯定不值这个价钱，但我只有这么多了，下次我再给你拿好不好？好啦，这次算姐姐送你的，下次再要你再花银钱买啊。不过你得为姐姐多介绍些小姐夫人。姐姐，就算你不说我也会的，这么好的产品根本就不用担心。上次的香水你已经送我们了，这次这个我磨磨蹭蹭的，你还有没有把我当姐姐？姐姐，就冲着你这话，这辈子你都是我姐姐啊！那这么说，如果我不送你这些东西，你就不认我这个姐姐了？哎呀，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姐姐，语言嘴笨不会说话，你不要生气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赶紧回去吧啊！我也要休息了。姐姐，明天我再来看你。是来看我，还是来看我的火锅啊？我明天有事要去郊外的庄园。姐姐，我陪你一起去。你要等我哟。师兄，今天这火锅味道怎么样啊？味道一绝，太好吃了。小师妹，那些青菜真的是买的？师兄觉得呢？楚晨定定地看着他。师兄，今天这顿饭看你吃的最欢，还抢了那么多菜，你是不是应该把饭钱结算一下？小师妹，你这就过分了啊！请师兄吃一顿饭还要收钱？不过你在这里什么也没做啊，还抢我的菜吃，这就很过分啦！哼，又想让师兄去给谁看病就直说，怎么感觉我都快要成你的小弟了？有你这样做师妹的吗？哼，委屈你了是吧？你也可以搬走的啊。每次要我看病人的时候，拿一瓶药液来换。可以，但前提是你要将人彻底治好，否则你只是去看看就要骗我的药液，我多亏啊。这个没问题，不过要视病情轻重程度，适当增加1到2瓶。喂，你这哪里是师兄啊，分明就是强盗嘛！我那药液可都是用珍稀的灵药才提取的，知道炼丹吧？可是用传说中炼丹的方法提炼的，你自己肯定弄不出来。上古炼丹之术早已经失传，那些珍稀的灵药更是世所罕见。你倒好，直接开口就要我这么多，你不如直接出去抢了。行，你告诉师兄哪里能抢到，我出去抢应该会更干脆些，还不用总被你奴役。天堂？那你这些青菜是怎么回事？只是用药液兑在水里浇菜而已啊。所以这就是你所谓的珍贵，用来浇菜？哎，师兄，你的鬼手修炼的如何了？这段时间不是还在忙吗？我这不是还没有时间吗？而且鬼手那样的神技哪里是那么容易修炼的？小师妹，鬼手不会是你骗我的吧？随着他纤秀的手轻轻扭动，慢慢变得透明，很快又恢复正常。还真的是鬼手啊！那是当然。哎呀，只是
我也是刚刚练成，坚持的时间还不长，想要真正利用起来，还需要时间。我会努力修炼的。要我去给谁看病？皇上、太子。那2位的话，1、2瓶药液可不够，而且他们的话，我可不敢保证能治好。但你也不能让我白干活。那就这样说定了。下午呢，我要去为我祖母针灸，你要不要一起去？去，你到时候让人通知我一声。咦，老夫人的气色似乎好了很多。小师妹，这2天你没空，我就自己来为她针灸。老夫人，感觉怎么样？双眼朝他眨了眨。好，你呀，放宽心，好好休息，很快就能好起来了啊！你这是要回去了？老夫人今天比昨天又好了些，我们明天再来。夫人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辞了。月儿，你是不是怪娘今天没有在府里陪你？太后宣武进宫了，因为太子妃被自请下堂的事情，我看太后的脸色很不好。后来才知道，就在那个女人被送往冷宫之后，太后的心急发作过。穆太妃当时去过太后宫里，很快就离开了。之后太后传我进宫，询问我关于太子妃的事情。月儿，我感觉是你爹处理那个女人的事情刺激了她，所以她拿太后出气呢。听太后的意思，是想把她从冷宫里弄出来，肯定是那个贱人给太后压力了。月儿，你什么时候有空？此事耽误不得，否则……明天上午吧。行，娘明天去接你。师兄，明天我有事，就麻烦你来国公府为老夫人针灸啦。师兄，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以灵御针为老夫人做针灸，但就算是以灵御针，也不可能让老夫人恢复的那么快。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在好奇我的气息为什么与你的不同是吧？我也是修灵的，否则我平时沉迷于制药，哪里有那么多时间修行？我的修行功法是师父融合后教给我的，就是为了遮掩灵气的气息。至于为什么，师父叫我别问。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如何做到让老夫人那么快恢复的。师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是吗？不好意思，是师兄逾越了。我只想问问，我能不能也做到？算了，问他也是白问，不如以后问问老巫婆。你怎么起来了？听到动静起来看看。皇上派来的。皇上派我等过来保护公子的安全。这就是你们的保护？刚才是属下的失职，还请公子责罚。你们离开吧。公子，既然你们不甘，那就再战吧。你们也都下去休息吧。将军，属下们查到了，程夫人在19年确实来找过夫人闹事，而且时间长达整整1年。程夫人与穆太妃的关系非同一般，对穆家也多有照顾。属下们还查到，当年夫人下药之事是程夫人让人在夫人面前挑衅所致。将军，属下还查到，程夫人经常在苏尚书面前哭诉对你的思念，说当年如果不是夫人的算计，她现在不会那么难看。她对苏尚书说，甘愿为你的妾，只要能再陪在你身边就好。苏尚书为此也在皇上面前提过。等等，心有愧疚，把他的大大小小所有事，还有他那一双儿女的所有事查出来，交到大理寺卿手里。程夫人似乎正在活跃关系，想要见2房的穆氏。这个不用管，你提醒夫人一句就是。是，夫人，将军他不舒服。什么？他不舒服？将军现在是真的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也是不舒服，我没有说错。相公，你不舒服？你怎么进来了？相公，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这么晚了，你别再工作了，我侍候你早些休息吧。相公，两人四目相对，一时间竟然无言。内心处有个小人儿在咆哮着让他去亲他，小嘴儿往姚子琪的薄唇上亲去，直到唇上传来柔软的触感，他的心在这一刻竟然在欢呼雀跃，加深了这个吻。相公，将人抱起来，大步往里面走去。两人之间所有的亲密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小懒猫，娘来接你进宫了。现在什么时辰了？辰时末。给我来酸辣粉吧。月儿，一大早你就吃那么辛辣，不会有事吧？先吃些粥暖暖胃好不好？那我一会儿还要吃酸辣粉。吃半碗。罗青雨，你不让我吃饱。多吃些饺子，这个是他们专门为你包的鲜虾饺，营养美味。娘，你要不要再吃些饺子？不必，我已经吃饱了。月儿，你多吃些。月月，万事小心。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月儿，你不必太紧张，不会有事的。没有紧张，倒是你今天这满面桃花的样子，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弟弟啊？放心，不会太久了。月儿，不如你搬回府里来住好不好？你看啊，你祖母这段时间的身体在恢复，但她这些年来受的罪太多了，还需要养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你对这方面更懂，
住在府里，不用天天跑来跑去，安全也方便得多。听说你那天在街上遇到刺杀了，这样太危险了，还是搬回府里吧。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在一起，好不好？这种事迟些再说吧。月儿，你呀，好歹以前也是一位公主，现在也是国公府夫人，应该拿出你的气势来。所以娘亲下午就让人帮你把东西搬回府里。你别乱来啊，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不能出任何差错。月儿，让你受苦了。习惯了。我们进宫吧，我让母妃今天把那个女人拖住，我们现在直接前往太后那里。尤丫头来了，看坐。尤丫头，事情可是有了进展。母后，儿臣想你了。你这丫头，这20年来一门心思都扑在姚家那小子身上，哪里还记得母后？才不是呢，只是母后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儿臣是不敢打扰了母后休养。看母后的气色似乎比昨天更差了些，可是没有按太医的嘱咐好好服药。母后这身体也就这样了，哪有什么好不好的？姚家小子听说这段时间回京了，你们现在怎么样了？有机会还是要为国公府开枝散叶呀。母后，本夫人与母后要说些知心话，你们都退出去吧。夫人有什么话直说便是，奴婢都是太后的贴身奴婢，没有什么听不得的。母后，怎么了？母后，儿臣这段时间认识了一名有些医术的女子，这次也是带了她进宫，想让她为你请个平安脉，好不好？那双眼睛是这位吗？他略懂些医术，儿臣便想着让他来为母后也请个平安脉了。母后，我们起来坐那边去好不好？太后的身体就不劳姚夫人了，每日自有太医为太后把脉。主子在说话，有你什么事？出去！姚夫人，老奴是太后的奴才，你没有权利赶老奴出去。母后，你身边的这些奴才也该好好整顿了。这好啦，不就是请个平安脉吗？母后依你就是。太后娘娘，好了，苗嬷嬷，你也跟了哀家20多年了，哀家知道你是为了哀家好，不过就是请个平安脉，没事的。扶我起来吧，哀家这身体也就这样了，难得尤儿还有心惦记，也是哀家的福分。母后，你说的什么话？儿臣知道，以前都是儿臣不好，儿臣以后会改的。是啊，哀家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你生个白胖小子，这样姐姐也能安心了。母后，儿臣知道了。小九，你过来为太后请脉，可要仔细了。双眼却已经悄然开启瞳术，往太后身上打量。不出穆九月的意外，太后身上中了毒，而且中的毒还不少。小九，怎么样？太后的身体没事吧？太后也看着穆九月，还不时看看秦子游，越看她感觉2双眼睛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位女子有问题。太后的身体确实有些问题，平时应该有心疾吧？是啊，都是老毛病了。太医一直为哀家开药调理，还是没什么用。民妇能为太后娘娘做针灸，能有效减轻心疾的疼痛。放肆！太后娘娘的凤体岂是随便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也能碰的？2枚银针快如闪电般射出来，老嬷嬷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定在那里。都别动，否则死！大家都别动，我们对母后没有恶意。大家都退下去吧，哀家相信尤丫头。太后娘娘，不怕民妇害了你吗？你不会，因为你长了一双与尤丫头一样的眼睛。感谢太后的信任，放心，你的心疾，民妇能为你解决。哀家的毛病，哀家心里有数。这些年来，已经看了不知道多少医者了，各种药服下去，反倒在体内积聚了毒性。你能有这份心，哀家已经很高兴了。太后不怪民妇自作主张吗？不过是一个恶奴，你能为哀家惩治，哀家感激不尽呐。太后放心，民妇为你诊治之后，以后你的心疾不会再发作了。丫头，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太后，民妇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为防有变，我们不如现在开始。好，好，要哀家怎么做？回寝宫，民妇为你做针灸，将你体内的蛊虫诱出来。你说什么？蛊虫？
不是毒。有蛊虫也有毒，但你平时的心急却是蛊虫所致。好，回寝宫。如意，你把我的药箱拿过来。如菊，你把他们3个看好了。小姐，还要再拖吗？太后娘娘，冒犯了，需要把前面的礼衣也解开。丫头，你真的有把握？太后放心，民妇至少有90%的把握。小九，这是成功了。一缕缕淡淡的灵气往太后的身体里注入。这个丫头是真的有本事的人。夫人，你为太后整理好衣装。母后，你感觉怎么样？往嘴边做了个庆生的动作，他指指外面。姚丫头，你跟母后说说，那丫头是谁？他的声音，母后，她就是她才是真正的月儿，是不是？她那双眼睛与你的眼睛一模一样啊！唉，母后英明，那丫头已经成亲了，都是哀家的错。母后，尤丫头，这件事哀家成了你的情。母后快别说这样的话，尤儿承受不起。月丫头的夫君如何？挺好。他总不能现在就跟太后说，那个也是他的孙子吧？小姐，你没事吧？民妇见过太后。丫头，快别客气，今天要不是遇上你，哀家这副身子骨也熬不了多久了。丫头，哀家这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太后，你体内的蛊虫，民妇已经为你引诱出来，体内的毒素也去除了4-5成，后面还需要再做3-5次针灸，您的身体就能恢复和正常人无异了。好，丫头，以后哀家的身体就全靠你了。民妇自当尽力。丫头，你说哀家接下来应当如何？太后的事情，民妇不敢妄议。太后如今的身体不用担心，自当是想如何便如何。你这丫头太合哀家心意了，以后就留在哀家身边，与哀家作伴如何？母后，民妇感谢太后的宠爱，但民妇已经成亲了，还怀了身孕，只怕没法更好的照顾太后。怀孕了呀？那是得多休息，一定要养好身体呀。你现在住在哪里？哀家一会儿让人给你送些补品。民妇谢太后恩赐。太后娘娘，你身边的嬷嬷似乎不喜欢民妇呢，要不民妇先出宫？一个恶奴，小九不必放在心上，哀家为你做主。来人，把这恶奴拉下去，挖眼拔舌，废掉手脚后丢进鼠牢。这名老嬷嬷是穆太妃的人，20多年来跟在她身边监视她，把他们也都拖下去。哀家以后不想再看到他们。来人，你们去把姓穆的那个女人给哀家。哎，太后，此事暂时急不得。丫头，你有什么好主意？母后，我们的人找到一个证人，穆氏在19年前曾经产下一女，母后不觉得等事情真相揭露后再一起处置会更好吗？果然呐，母后，你早就知道了？那个贱人的一举一动，岂能瞒过哀家的眼睛？那韩月那边，你是说姚韩月是他那个野种？我们现在还只是怀疑，并不确定是不是。丫头，这件事交给哀家来处理，如何？太后娘娘，这是民妇送给太后的一点小礼物，还望太后别嫌弃。你这丫头，哀家这里什么没有，还劳你送进宫来，这些燕窝可不容易得到吧？太后娘娘，这些可是外面弄不到的好东西。这燕窝呢，虽然说是燕窝，但我这个是经过师门独特手法加工过的，是真正的美颜滋补养生的好东西。那这套护肤品，不知道太后娘娘可曾听说过？前段时间沈家二夫人带回来的那批精品。母后，你看看我这皮肤水嫩吧，就是用了这些护肤品才有的，我还只是用了1次哦。哀家还以为你是被滋润了。丫头，这张脸不是真实的吧？太后恕罪，民妇也是逼不得已。丫头，别再自称民妇，哀家听着不舒服。你叫什么名字？穆九月，羡慕的慕。月丫头，哀家会还你一个光明正大出现在人前的机会。谢太后。丫头，哀家已经让人通知姚将军，让他带证人进宫，你留下来看戏如何？好。母妃，你怎么来了？怎么就许你来姐姐面前尽孝，不许母妃来看看姐姐？你妹妹既然来了，就坐下吧，一会儿我们一起看一则大戏。
太后娘娘，姚将军求见。宣，微臣拜见太后娘娘。太后娘娘福体安康，千岁千岁千千岁。都平身。皇上驾到，皇后、太子殿下到。母后，你怎么样了？哀家没事。禀太后娘娘，穆太妃到，带进来。太后姐姐这里今天可真热闹呢。穆氏，你可知罪？妾身还真不知道犯了何事，还望太后姐姐明示。老东西，要是不知好歹，等会儿就让他当众犯病。禀太后，姚氏被带到，带进来吧。殿下，妾身不要待在冷宫那样的地方，妾身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不要让妾身待在那里，好不好？姚氏，休得无礼。丫头，开始吧。将蛊虫倒出来，穆氏体内的蛊虫开始不安起来，银针直接扎向碗里的蛊虫。是你这个贱人在谋害太妃，是不是？就是你！一巴掌狠狠地扇向他精致的脸上。娘，你为什么打我？别叫我，我不是你娘。娘，你在说什么？娘，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的存在让你和爹都想起当年不开心的一幕。可你们既然都不爱我，又为什么要生下我？你们生下来就直接把我弄死不更好吗？为什么要让我活着受罪？本夫人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议论。月儿，你怎么样？痛不痛？太妃姥姥，为什么娘要对我这么无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不，月儿，你没错，错的都是他们。你没错，错的是他们都该死。果然是母女情深呐！这么多年，本夫人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被你们穆家蒙在鼓里。娘，你在说什么？别叫我娘，我说了，我不是你娘，她才是你娘。不，娘，月儿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以后月儿一定乖乖听你的话。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不和穆家走近，我也不会再与他们走近了。但你不能不认我呀！穆红清，你19年前在郊外西生庄园产下一女，不会是忘记了吧？用你的女儿把我的女儿换出去受苦，你打得好主意啊！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本太妃一直待在后宫里安分守己，哪里来的女儿？是吗？让老乞丐上前，向大家讲述19年前的那一幕。哀家这里也有证据，穆氏，你要不要也听听？成王败寇，本太妃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月儿是无辜的，你们如果牵连到她，有你们后悔的时候。别急，才开始呢。母后，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贱人在哀家的体内下了蛊虫，哀家这20多年来的心疾都是拜他所赐。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你替换了我女儿的人生，享受了19年的优渥生活，我的女儿却在外面受苦，这一切在今天也应该有个了结了。不是这样的，娘，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娘，我以后一定乖乖听话。你让我不要与谁交往，我都不会再与谁交往了。娘，你别不要我，别不要月儿啊！一切都完了。姚牧氏参见太后、皇上、皇后。穆亚林跪倒在地上，声音颤抖，有些语无伦次。把你们当年是如何替换我女儿，又是如何谋害我娘，谋算国公府的事情都交代出来。大哥，
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弟妹听不懂。你听懂与听不懂都无济于事。穆弘清谋害太后的罪名成立，株连九族，你与整个穆家都逃不掉。此时让你说出来，只不过是让这个女人清醒一下，她只是你们替换进来的一个野种而已。不，她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都是你们视她为耻辱，所以才会一直冷落她，是你们的错。让孙太医进来，本将军今天就当着皇上和太后的面滴血验亲。不爹，我不要做滴血验亲，我就是你们的女儿，是你们的女儿啊！殿下，我们怎么说也是夫妻一场，你为妾身说句话好不好？哪怕是看在我们那可怜的孩子份上，好不好？你确实不是真正的姚寒月。从成亲的那天去拜别皇姑奶奶的时候，姑就已经知道了，也是因此姑一直不曾与你圆房，又何来的夫妻一说？如果你说的是那个死掉的孩子的话，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姑从始至终都没有碰过你哪怕一次。你不是一直都好奇为什么别的皇家媳妇嫁进皇家后就能入御蝶，你却一直还没有入吗？那是因为你名不正言不顺，不配嫁进皇室。不对，我们的孩子，那是你与侍卫的孩子，不是姑的孩子。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姑的眼皮子底下，你以为那些低劣的手段姑会不知道？不会的，不会的。取了他的血，2滴血并没有相容。贱人，还不把一切过往都说出来？都一一交代了。你说谎，二婶，这些年来我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如此害我？都是你害的，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都怪你！你为什么要偷人？你为什么要生下我？大胆目视，谋害太后，谋害国公府，罪该万死，将他们打入天牢，让他们交代出背后之人。今日之事，谁也不许向第二个人透露，否则死。姚爱卿留下，朕还有事要与你商量。皇上，你的心疾也有20多年了，让玉儿为你诊治吧。太后，尼夫只是对骨烧有研究，其余的……哀家相信你，皇上也是心急，他每每痛起来，也并不比哀家轻。你帮他看看，是不是也被那些缺心眼儿的下了蛊？母后，她是……如果哀家没有猜错，她才是国公府的大小姐，真正能福泽世人的福星命格。民妇惶恐，当不起太后谬赞。好孩子，你不必心有顾忌，你的身份被人替换了那么多年，一切都非你所愿，也是时候还你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你已然成亲，与太子曾经的婚约自然也不会作数。哀家会让皇后再为太子挑选一名太子正妃，但你要答应哀家，不管你的夫君是谁，也不管你们都有什么想法，替哀家守护着子家国的江山，好吗？太后，我别想着来骗哀家。哀家虽然老了，但眼睛还不瞎。以你的气度，能得你下嫁的相公，肯定也不是普通人，对吧？我们夫妻日后定然会尽己所能，守护着子家国的江山。月丫头，他就是你的夫君，怎么看着有些熟悉？来人，请杨统领。皇上，他真的是你的血脉？回太后，青羽并非皇上的亲血脉，而是23年前的幸存者。什么？你说？太后，你现在还不宜过于激动，先坐下来。月儿，你告诉哀家，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相公确实是23年前一名身受重伤的中年男人将他送到那个乡下的。至于是不是与你们所说的23年前的事件有关，我们也不清楚。你是？杨统领直起身子。传太后正是奴才。你竟然还没死！你怎么会在宫里？我的哲儿呢？他是不是也没事？母后，你先别急，先让杨统领说话。皇上，你们……杨统领，你说吧。这位公子，还请你往这上面滴2滴血。
那块晶莹剔透的石头上很快散发出血红色的光泽。血位首领杨彪参见少主。你先起来说话。皇上，这块石头真的能确认他的身份吗？杨彪，事情到底如何？你现在可否说出来了？这块血脉石乃是王妃临死前交给属下的，只有王妃的血脉才能激活这块血脉石，才是血位的主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又为什么能活下来？还有另外2个孩子的下落呢？将当年的事情尽他所知的说出来。齐齐看向楚尘。当年王妃一直让把孩子送往药王谷，所以这位楚尘其实就是当年那个大哥。楚公子，你是药王谷里出来的，会不会就是当年的那个大公子？什么药王谷？你多虑了，公子，你真的是药王谷里出来的？我是药王谷出来的，与小师妹有过约定，本公子可以为皇上和太子看诊，但其余的事情你们别扯上本公子。孩子，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放心，只要哀家还活着，以后就不会再让人动你们兄弟。孩子，你也去做个血脉测试好不好？孩子，朕与哲皇兄一母同胞，自幼亲密无间，凡事也都能心有所感。当年皇兄出事，朕心难过啊。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过你们，是朕没用，一直没有找到你们。但你们放心，朕当年答应过皇兄，镇西王爷爵位世袭，还赐下了免死金牌。如果你们不放心，朕可以再赐下免死金牌。朕现在只想知道一个真相。孩子，你是不是怪哀家与皇室没有保护好你们？你要怪就怪哀家好了，都怪哀家当年就不应该让他们去西北的，都怪哀家没能阻止他们。师兄，你不会是怕痛不敢放血吧？谁说我怕痛了？你要给我2瓶药液。行，你赶紧放血。如罗青羽一样，就渗进石头中，散发出血色的光芒。真的是大公子，血位首领杨彪参见大公子。大哥，这回我是你大哥，你可不能再奴役我了。哼，你还知道是大哥啊？就知道坑我的好东西。哎，你们兄弟都相遇了，那当年那个女儿呢？活着回来就好，活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好兄弟，回来就好。青羽倒是越看与皇兄越相似，但晨儿这面容却是与皇兄与楚楚都不像啊。血脉石是不会出错的。你们也说了，直到事情发生后才发现王妃是一名真正的高手，那么有没有可能她其实一直都是易了容的？